人鱼幼崽刚上岸，对人类世界充满了好奇。为什么酒店的床底下会躲着一个漂亮姐姐？为什么大家都这么喜欢吃老板的老婆？还有垃圾桶会长脑袋吗？高铁站人头攒动，人们都在井然有序地排队进行安检。这时前方突然出现了一点小状况，汪汪汪！警犬冲着一个行李箱不断叫唤。行李箱的主人见状，有点手足无措。不等面前的两个警察开口，男人率先打开自己的行李箱，磕巴着说：“警官，你们看，里面都是一些零食和狗罐头，都是我买给自家狗子的。”男人解释完，默默拿出几个狗零食，要不这几个零食和罐头就送给他吃吧。说完，他和警犬的主人都有些尴尬。汪警犬冲自己的铲屎官叫了一声，急得咬他的衣服。这一幕落在别人眼里就是在说：“快收下，快给狗子收下他！”噗哈哈哈！以前我只是在手机上刷到过这样的视频，没想到现实中还真能发生这种事啊！哈哈哈！警官是不是还没给警犬吃饭？要不您就给他收下吧，饿着谁也不能饿着孩子啊！周围爆发出一阵大笑，还有人掏出手机录视频。徐立年抓紧绳索防止他扑上去，俊俏的脸上满是尴尬和无奈。不了，我们在执行任务，而且我们不能收你的东西。徐立年拒绝了男人的好意，又无奈拍拍警犬。好了好了，等下班我就去给你买吃的。最后向行李箱的主人道歉，刚刚实在不好意思，没有的事儿，你们这也是执行公务吗？男人嘴上这么说，推眼镜的手却遮挡住眼里的得意。跟他一起的警察玉林州蹲下来，检查了一下男人的行李箱，里面除了大量的罐头零食，就只有几本书。正当他要起身放行时，人群里又爆发出一声惊呼：“这小孩哪来的呀？怎么还抱上警犬了？”看着突然出现的圆圆，玉林州沉声说：“小朋友，不可以这样跟他玩，很危险，快放开他去找你爸爸妈妈。若是换做其他小朋友，怕是立刻被玉林州冷脸吓哭，跑去找父母。”但圆圆没有理会他，还在跟警犬沟通：“大狗狗，你刚刚说坏人要跑了，哪个是坏人呀？”警犬震惊地看着抱着自己的小幼崽：“刚刚是你在跟狗说话，你能听懂狗说话？当然了，圆圆可是海底最聪明的小人鱼。”圆圆一脸骄傲，她可是来自深海的人鱼公主，从小就有一个特殊的超能力，能够聆听万物的声音，可与万物沟通。她刚上岸要去找素未谋面的哥哥，结果在这里迷了路，然后就听到了大狗狗求助的声音。警犬确定这个小幼崽能听到它的声音，顿时激动的汪汪叫。狗被冤枉了，狗没有想吃罐头零食，是铲屎的太笨了，跟狗一点默契都没有，这个坏人都要被他放走了。小幼崽，你可不可以帮我告诉铲屎的，那个大箱子里的书里有毒品，那个戴眼镜的男人是坏人？圆圆小脑袋一歪，什么是毒呀？是跟海底的女巫婆婆熬的汤一样难闻吗？圆圆想到女巫婆婆的汤，就皱巴起小脸，嫌弃的扇了扇小鼻子。对，就在那本很厚的书里，你快告诉身边的这两个人。周围的人还在指责圆圆，高声让熊孩子的家长把他带走，声音盖过了圆圆的小奶音。玉林州没听清圆圆说什么，过去要将他抱走，谁知圆圆跟鱼一样灵活地躲过了他的手，扑到行李箱上，小手一掏就拿了警犬说的那个东西。眼镜男见状，眼底划过一抹寒光，圆圆举着书向玉林州邀功，读读读，字音才刚发出，眼镜男手臂一伸，圆圆就到了他手中，他死死掐住圆圆细小的脖子，怒吼：“都别过来，不然我掐死他！”反转发生的太快，玉林州和另一名警察根本来不及救圆圆，周围的人惊呼一声，立刻就乱起来。玉林州他们不敢乱动，你别乱来，别伤害这个孩子。此时人群中一个戴着口罩帽子，把自己包裹得很严实的人，听到略微熟悉的声音，抬起头来，他看到玉林州还没开口，就注意到了劫持了小女孩的男人。玉林州双手抬起，似乎在跟男人讲条件，实际上在找对方的突破点。尉迟见状，立刻把行李箱交给经纪人，看好，然后悄悄从后面接近男人。玉林州看过来，尉迟拉下口罩冲他点头，别伤害那个孩子，其他的都好说，但圆圆被男人掐得难受，小身子不断扭动。没想到这个行为却惹怒了对方，都是因为你这该死的小孩害我暴露，我掐死你！他手上刚用力，尉迟瞬间冲上来给了他一击，圆圆脱手飞了出去，好在被玉林州接住，转身交给旁边的徐立年。小朋友，你没事吧？徐立年接住他，加速的心跳还没平复下来，赶紧查看他脖子上的伤。圆圆没有回答他，而是直愣愣地看着突然出现的尉迟。眼镜男没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，已经跟尉迟扭打在一起，老子今天栽了，你们这些多管闲事的也别想活！玉林州及时上前，三两下抓住男人给他扣上，尉迟脸上挂了彩，帽子也被打掉了，不过他却轻松地吹了一下自己额前的发丝，冲玉林州喊了一声大哥。玉林州点头，拍了下他的肩膀，今天多亏你了。经纪人终于反应过来，哎呦一声冲上前，捧着尉迟带伤的脸，心疼死了。这怎么把脸打成这样了？破相了可怎么办？尉迟现在能看的也就这张脸了，要是有瑕疵了可怎么办？尉迟刚拍开他的手腿上却一重，他疑惑低头，就对上了一双漂亮的仿佛会说话的大眼睛。圆圆仰着小脑袋，小脸上绽放出璀璨的笑奶，呼呼喊他哥哥。圆圆终于找到你了。尉迟被喊懵了，我不是你哥哥。圆圆点着小脑袋，你戏，小朋友，你真的认错人了，你放开这个哥哥好不好？经纪人好说歹说，圆圆就是扒着尉迟不松手，他们要伸手去把他抱走，他就像小兽一样奶凶地驱赶他们，反正就是一副认定尉迟是他哥哥，赖上了他。尉迟无奈甩都甩不掉，最后只能带着圆圆这个小挂件去警局。几人出来时并没有注意到，这一幕恰巧被远处马路边的狗仔拍到了。狗仔看着相机里的照片勾起嘴角，联系买家，对，我这里有尉迟最新的黑料，这次绝对能搞死他。检警车上，圆圆抱着尉迟不撒手，在他怀里撒欢，一直叫他哥哥，那叫一个甜，要不是有玉林州这个亲哥作证，尉迟这辈子都说不清楚。被圆圆烦透了，尉迟带着少年气的脸上满是不耐烦，给他揪开。再说一遍，我不是你哥。圆圆气鼓鼓的瞪着他，用人鱼族的话对他骂骂咧咧。圆圆上岸来找你，还被坏人欺负，你竟然不认圆圆，坏哥哥。尉迟残忍一笑，对，我就是坏哥哥。经纪人扶额，这是什么幼稚的行为？不过这小家伙长得真漂亮，不当小童星可惜了。
经纪人也就这么一想，随即摸出一根棒棒糖哄跟玉池较劲的小圆圆。宝贝，你爸爸妈妈叫什么名字呀？你还记得是在哪里跟他们走散的吗？圆圆的注意力全在糖果上，压根没听到他的话。经纪人只好把糖果拆开喂给他，然后趁机又问了一遍。甜甜的草莓味带着奶香在口腔中蔓延，圆圆满足的眯起大眼睛。听到经纪人的问题，他摇晃着小脑袋，圆圆不挤到呀。又转头把问题抛给玉池，但哥哥挤到。玉池，我知道个屁！经纪人头痛，怎么会有3岁多的小孩不知道爸妈的名字？算了，还是等到了警局，让警察去查吧。圆圆吃着棒棒糖，倒是不再缠着玉池，只是时不时偷瞄他。捡到了警局，眼镜男被带下去审问，行李箱和里面的东西被重点检查。下车后，圆圆又抱着玉池不松手，生怕到手的哥哥会跑掉，因为他在车上听到这个经纪人叔叔说要趁他不注意带着哥哥走掉，所以就连警察给他上药，拿鞋子给他穿，他都没撒手。等一大一小做完笔录，玉灵洲才回来。他当时让玉池他们先坐警车回来，他则去查看高铁站的监控，帮圆圆找父母。经纪人看到他连忙上前，玉警官找到这孩子的父母了吗？问完才反应过来玉灵洲是自己一个人回来的。果然玉灵洲摇了摇头，监控中圆圆是单独出现的，身边没有大人，监控里没找到。玉灵洲转而带着玉池和圆圆去信息科调取圆圆的户籍信息。来的路上他看了同事给圆圆做的笔录，没有得到什么有用的信息。到了科室，他敲了敲门，看向坐在办公室里敲键盘的方应书，帮个忙查一下这个小孩子的户籍。方应书闻言头也不抬，一板一眼，名字西园东南西北的西，沅江的沅。方应书嘀咕一句，这么罕见的姓氏，手上一阵噼里啪啦，一顿操作下来查询不到。玉灵洲也没想到会是这个结果，没心就没舒展过，又让方应书查了失踪报案的小孩信息，但都跟圆圆的对不上。从信息科出来后，玉池小声问玉灵洲，大哥，现在该怎么办？总不能一直让这小孩缠着我吧？玉灵洲压低眉头，圆圆的户籍查不到，来历不明，对于其他事情更是一问三不知，只能暂时先把他留在警局，如果没有人来认领，再送去福利院或者找个合适的家庭收养。玉灵洲说完，叫来一名女警，让她先把圆圆哄走。自己的弟弟他还是了解的，能配合忍耐到现在已经是极限了。玉队。这时徐丽年跑了过来，查到了。玉灵洲示意他来一旁说话。徐丽年压低声音，行李箱中有白粉。这个犯人太狡猾了，竟然把东西分散夹在书里，书又被塑封密封着，再加上行李箱放满了狗罐头和各种零食，用来迷惑我们。可气的是他们竟然真的被骗过去了。警犬又不会说话，他当时真以为他馋罐头了，还好圆圆出现了，不然他们放走那个眼镜男后果不堪设想。圆圆当时拿的恰好是藏东西的那本书，那男人觉得自己暴露了，情急之下劫持了圆圆。徐丽年以为圆圆是误打误撞拿了那本书，看过笔录的玉灵洲突然想到，上面写着圆圆听到了大狗狗说书里有坏东西才拿的。玉灵洲只想了这么一下，并没有当真，或许圆圆只是想拿里面的零食，误打误撞拿了那本书。再说跟狗对话显然不太现实。徐丽年还在感慨，幸好有圆圆，不然我们就不是写检查这么简单了。这次闪电还立了功呢，等下班回家我一定要给他买一箱罐头。另一边，年轻女警拿了许多小零食和小玩具，都没有把圆圆哄走。玉池忍耐到了极限，上手把圆圆的小手扣开，将她交给女警，转身离开。哥哥，小家伙急着去抓他，眼里蓄了晶莹的泪光。女警抱住圆圆前倾的小身子，哄道：“他不是圆圆的哥哥，圆圆乖，我们现在就帮圆圆找亲哥哥好不好？”圆圆瘪着小嘴巴，委屈极了。只是哥哥没有见过圆圆，所以才不认他。这么一想，圆圆就把自己哄好了。小家伙继续朝玉池的背影努力，女警都快抱不住他了。玉池叫上经纪人离开，只是两人刚走到警局门口，经纪人的电话先响了起来。看到来电，经纪人疑惑：冯导怎么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？难道是来跟我确定你去不去录节目的？节目是一个带娃综艺，本来人家没想邀请玉池这个前顶流线全网黑的，但玉池的经纪人跟导演有一点交情，他求了好久对方才答应。只可惜玉池这位祖宗却不想去，因为他平等的讨厌所有小孩。经纪人让他再想想，所以没把话说死。接电话之前，经纪人跟玉池对视一眼，玉池坚决拒绝。经纪人无奈接起导演电话，喂冯导啊，什么？不让玉池参加节目了？为什么啊？冯导挺无奈的。不是，你们都没看到热搜吗？经纪人顿觉不妙，暂且先稳住导演。冯导，你先别急着做决定，我一会儿就给你回电话。他刚挂了电话，就火速点开热搜。热搜上非玉池私生女飞爆了，经纪人看到血压直冲脑门，他抖着手点进去看。照片中，玉池一头标志性的金毛，他怀里还抱着个孩子，小孩看上去3岁多，一头栗色的卷发，只有小半张侧脸露出来，乍一看上去就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发照片的狗仔掐头去尾，添油加醋，冲浪的网友和黑粉们深信不疑。玉池现在才20出头吧，这孩子看上去都3岁了，他该不会是未成年就有了孩子吧？一定是，之前就有人抱他睡粉，还有粉丝给他洗地呢，现在可算是实锤了。什么？玉池竟然还有粉丝？玉池滚出娱乐圈，玉池娱乐圈毒瘤，建议永久封杀。玉池还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，随意凑上来。今天网上又爆我什么黑热搜了？玉池态度散漫，反正他已经是热搜常客了。经纪人看他这副样子，气得心肝更疼。不过等玉池看到热搜内容和污言秽语的谩骂，也变了脸色，这明摆着就是在造谣。在这之前我都不认识圆圆，经纪人当然知道，但关键是现在要怎么处理？怎么办？你被骂就算了，现在还连累人家小姑娘。经纪人焦头烂额，急成了热锅上的蚂蚁。对了，经纪人很快想到点子，反正他很大可能会被送去福利院，不如你带他去参加综艺吧，就说他是你家远房亲戚的孩子，说不准上了节目还能帮他找到亲哥呢。对，就这么办，我现在就去跟玉警官说。玉池沉默，经纪人刚走，他腿上就传来熟悉的重量。哥哥，圆圆抓到你了。小家伙笑得开心，仿佛刚刚不是他丢下他离开，而是跟他玩了一个捉迷藏的游戏。玉池表情复杂，经纪人那边很快找到玉灵洲，跟他说了热搜和综艺的事情。虽然玉池可以单方面发个声明，但以他现在的情况，那些人是不会信的，甚至还可能上升到无辜小孩。现在就有许多人骂圆圆的了，如果再出现偏激的网友，
后果不堪设想。如果让尉迟带圆圆去上节目，说不定圆圆的亲哥哥也会看到他。他这么一说，玉灵州思忖后颔首，好，我去问问圆圆，看他愿不愿意去上节目。经纪人见他答应，立刻眉开眼笑，圆圆那么黏尉迟，肯定不会有问题。玉灵州找到圆圆，小家伙果然粘在尉迟腿上。他问小圆圆愿不愿意和尉迟一起上电视。小人鱼压根不知道电视是什么，但知道上电视可以跟哥哥在一起，举着小胳膊同意。圆圆要和哥哥一起上电视，最后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。圆圆的抚养权暂时交给尉迟。是以尉迟离开警局的时候，身边多了一个甩不掉的小团子。经纪人也迫不及待跟冯导回电，冯导热搜我都看了，照片里的小孩是尉迟远房亲戚的孩子，对，那都是媒体瞎编，子虚乌有的事情。你也不是不知道娱乐圈有多乌烟瘴气。冯导，你看我们尉迟还能不能上节目？他现在连妹妹都是现成的，不用节目组再找。而且你要是抓住这次机会官宣，这一大波流量都是节目组的。冯导明显被他说动了。行，看在我们的交情上，我就信你这一次。好，那等节目组官宣，尉迟这边也会转发的。经纪人美滋滋挂断电话，想给自己点一手好运来。简尉迟本来是打算去黎城玩的，但现在答应了上节目，又多了个圆圆，就改成回家了。刚到家门口，经纪人还没进去就被尉迟无情的赶走了。今天他心情好，不跟尉迟计较。综艺录制是1周后，你这几天多跟圆圆培养感情。另外，节目组官宣后你记得转发。最后他对圆圆说，圆圆加油，上节目好好表现哟。好，等经纪人走了，圆圆放飞地甩掉自己的小鞋子。小人鱼喜欢光脚，鞋子穿着好难受，看着一只小鞋子从自己面前飞过，尉迟现在后悔还来不来得及？当然来不及。尉迟把鞋子拿过来放好，圆圆已经跑到客厅撒欢了，然后又跑回来对他说，哥哥你家好小呀，小人鱼住在海底，有那么大一个宫殿。尉迟当然听不得这话，你懂什么？我这可是寸土寸金，你买都买不起的小区。然后揪住小家伙，看到没？以后鞋子要这样放好，不然我把你扔出去。圆圆头铁哥哥放，尉迟险些被气笑。这时一道猫叫声响起，一只胖乎乎的橘猫闻着味儿窜到圆圆面前，围着它嗅来嗅去。小鱼干变成人了，哥哥哥哥。圆圆本还嚣张的小家伙，一看到橘猫，就像是看到天敌抱着尉迟的腿往他怀里爬，但不知道是不是他太着急，爬着爬着就滑了下来，只能不断的喊他。尉迟总算有办法治他了，他没抱圆圆，反而抱起大胖猫来万岁，给这位不听话乱甩鞋子的小屁孩一点见面礼。圆圆已经被吓飞了，同时又很崇拜尉迟哥哥竟然不怕大猫，好厉害。橘猫没有配合尉迟，反而嫌弃的挣脱他，这家伙真是越来越笨了，连自己差点被算计了都不知道。不过这家伙怎么提前回来了，还带回来了一条小鱼干。圆圆听到橘猫的声音都忘了害怕，但也有点不敢问他，所以小表情纠结的不行。看着他的小表情，尉迟哼了声，以后把鞋放好，我会让万岁监督你的。圆圆被他的话语吸引，顿时忘了橘猫说的话，又跟便宜哥哥杠起来，不穿了。小人鱼本来就是不穿鞋子的，尉迟真气笑了，怎么会有这么叛逆的小孩？他3岁多也没这样好吗？圆圆却又眨巴着眼睛靠近他，小脸崇拜，哥哥你为什么不怕大猫猫啊？想知道？尉迟顿时得意，就不告诉你，不穿鞋子的小孩不配知道。尉迟丢下这句话，长腿一迈，越过圆圆走了。哥哥你告诉我吧。圆圆知道后不会说给别的鱼听的。哥哥，圆圆像个小尾巴似的跟在他身后，最后又化身大喇叭。尉迟烦不胜烦，打开电视机播放动画片，把圆圆给打发了。看吧，别再烦我。圆圆被新鲜的东西吸引，扭头就把便宜哥哥忘了。尉迟这边终于得以清静，打开手机开了局游戏，等一局游戏结束，才想起经纪人临走时的话。尉迟躺在床上退出游戏，登录某博账号，节目组已经发了官宣，乘着尉迟的热度瞬间跃至热搜前排，甚至一连上了好几条热搜。私生女那条的热度已经降下来不少，但还是有人不信。很多黑粉得知尉迟要参加综艺，跑到官博底下留言，尉迟为了上节目真是什么瞎话都能编得出来，真不知道导演怎么想的，竟然邀请尉迟这个毒瘤。不敢想象我家哥哥跟尉迟一起上节目会受多少委屈。尉迟滚出节目，不然不看。尉迟上线，仅只是做了个简单的转发，评论底下就已经把他骂成了筛子，还附带上了圆圆。尉迟你还有脸上综艺？不对，你还有脸留在娱乐圈，还有脸活着。尉迟你识相的话就自动滚出节目，别逼我骂死你。大的不是个东西，小的肯定更不是个好的。尉迟唇角绷直，刚要跟黑粉对线，房门就被砰砰砰砸响，门外响起小孩聒噪的声音，哥哥我饿了，哥哥快开门，你妹妹要饿死了。圆圆在警局得看着哥哥，连警察姐姐给的小零食都顾不上吃，也忘了拿。刚刚他看动画片，里面的美食简直馋哭小人鱼了。尉迟脑子短路了一下，门外的圆圆还在锲而不舍。不一会儿，尉迟打开门，臭着脸低头问吃什么？吃烤鸡翅、红烧肉、糖醋排骨。圆圆记性很好，示意当场给尉迟表演了一个报菜名。尉迟听得头大，算了，我点外卖吧，我点什么你就吃什么，反正他一个都不会做，养小孩真麻烦。外卖是什么？尉迟没跟他解释，随便点了几样，再等等饭就送来了，你退下吧。尉迟驱赶圆圆，想要回房间躺尸，下一秒门铃声响起，是好吃的来了。圆圆眼睛亮起，跟小旋风一样冲到门口，开门开门。尉迟过来开门，门外是他的助理孙向文。圆圆看到他提着大包小包，但没有闻到食物的味道，仰着小脸愣在原地。哥哥骗鱼，根本没有好吃的。孙向文解释，是哥，这是陆哥让我买的，小孩子的衣服鞋子还有洗漱用品。尉迟侧开身，孙向文帮忙把东西放进来，又顺便问了句，师哥你们还没吃饭吗？要不要我给你们去买点吃的？小孩子可不能挨饿啊。不用，我刚点了外卖。孙向文点头，又看向气鼓鼓的圆圆，这就是迟哥的妹妹吧？长得真好看。尉迟嘟囔一声，也就那样。孙向文没听清，想到今天发生的事情，还为尉迟愤愤不平。我今天看到那个热搜吓了一跳，那些人真是什么谣都敢造。好在这孩子是迟哥你亲戚家的，不然几张嘴都说不清。对了，迟哥，还有节目组的合同，陆哥让我拿给你签了，他再给导演送去，反正已经官宣。尉迟接过合同，刷刷几下签上自己的名字，给了孙向文。
又来了又来了，本皇都提醒这家伙多少次了，他怎么还没把这个可恶的人辞退？真是的，万一他这次没得逞，下次再卷土重来怎么办？真是烦死喵了！橘猫的声音再次响起，圆圆猛然抬头看向孙向文，这个人难道就是大猫猫之前说的那个坏人吗？孙向文察觉到，露出一个平易近人的笑。小朋友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今年几岁了？他伸手想要捏捏圆圆的小脸，但听到橘猫声音的圆圆没有让他碰到自己。小家伙唰一下跑到浴池身后抱住他的腿。孙向文愣了一下，看来这孩子有点认生啊。他状似不在意的收回手，要是池哥没有别的事，我就先回去了。玉池点头。孙向文出了门，脸色瞬间就变了，咬牙切齿的挤出几个字：死小孩！要不是他突然出现，玉池也不会突然回来，自己的计划也不用延后。不过等玉池带他去参加综艺，就是他下手的最好时机。屋内，玉池有点好笑的看着躲在他身后的圆圆，怎么了你？之前不是一直很勇吗？还有怕的时候，他坏。圆圆指着门口，气呼呼，他怎么坏了？不等圆圆开口，玉池就自答，因为他没有带好吃的来，他是我的助理，不是外卖员，你的饭还要好一会儿才能送到。玉池注意到圆圆身上脏兮兮的，小脚丫也脏脏的，想到这小孩之前还是光着脚的，玉池转头给他扔到浴室，脏死了，自己洗干净，换上新衣服再出来吃饭。圆圆本来不服气他说自己脏兮兮，但看到特大浴缸被慢慢放上水，开心的咧开嘴角，哥哥你最好了。玉池一头问号，把衣服给他拿进来放好。圆圆迫不及待想冲进浴缸玩水，玉池揪住他的衣服，等我出去你再洗。等玉池关掉水龙头出去，圆圆一股脑爬进大浴缸里，在清澈温热的水中游来游去吐泡泡。两条小短腿已经变成了胖乎乎的浅蓝色鱼尾巴，小衣服上珍珠的装饰叮叮当当。圆圆在水中开心的咯咯笑，听到笑声的玉池，洗个澡这么开心？玉池没管圆圆，将电视调了个台。大约10分钟过去，玉池拿到了外卖。小鬼，你还没洗好吗？再不出来，我可就把好吃的全都吃了呀！话落，一道急切的小奶音传来，来啦！圆圆哗啦一声从水中出来，水珠被她的尾巴扬得到处都是，落地时漂亮的鱼尾变成2条小短腿。圆圆带着一身水跑出去。玉池嘶一声，又给他扔回浴室，把湿衣服换下来擦干身体，换上新衣服再出来。浴室的门重新关上，玉池的太阳穴一跳一跳的。自从遇到圆圆，他这血压就没下去过。那哥哥你可不能独吞，行，赶紧的吧你。等圆圆在里面忙活一阵，出来时身上多了一套柔软的睡衣，小鸭子的睡衣穿在小家伙身上可可爱爱的。圆圆闻着香味就冲了出来，像个小炮弹似的。玉池想抓都没抓到他，他转头拿了吹风机过来，声音都带了带娃的疲惫。先把头发吹干再吃东西。圆圆闻着香味已经忍不了了，哥哥吹。玉池拍了一下他的脑壳，你上辈子怕不是个公主吧？他跟个老奴似的，又是给他放血，又是给他放水吹头发的。他玉池什么时候做过这种事？圆圆理直气壮，圆圆这辈子也是个小公主。得，玉池打开吹风机，呼呼的声音都没吓到圆圆，因为小家伙已经用小手捏起一块麻辣小龙虾的虾肉放进嘴里。玉池胡乱的给圆圆吹干头发，吹风机一关一扔，开始跟他抢吃的。圆圆吃的小嘴通红，嘶哈嘶哈，但是停不下来。虽然辣辣的，但是好好吃。除了小龙虾，玉池还点了别的，大多都是辣的。他都忘了自己脸上还有伤不能吃辣了，更别说想到小孩子也不能吃辣这一点了。好在圆圆不是普通小孩，没有被辣哭，反而还越吃越有滋味。吃饱喝足，累了一天的圆圆开始犯困。这时玉池才想到圆圆脖子上还有伤，他找了药膏出来捏着圆圆犯困的小肉脸，上了药再睡。想到刚刚给小崽子吃了辣，他心虚的咳一声，轻轻抬起他的小脸给他的小脖子上药。然而这一看却愣住了，白白嫩嫩的皮肤上一点红肿的痕迹都没有了。警局的药膏这么好用？玉池抬手摸了下自己的眼角，被疼得嘶一声。这药膏还区别对待，一定是小孩的自我恢复能力太好。圆圆听着便宜哥哥嘟嘟囔囔，困得大眼睛都睁不开，心里想哥哥一定是上岸太久变笨了，他们人鱼族本来就有强大的自愈能力，歌声还能治愈万物呢。圆圆在沙发上睡着了，玉池认命的把他抱到房间，给他一股一股的小肚子盖上毯子。这小家伙睡着的时候还蛮可爱的嘛，但玉池想到今天的遭遇以及后面要上的节目就又笑不出来了。他回到自己房间，怀疑人生，好一会儿才睡着。简身叶圆圆的小身子突然动了动，小家伙迷迷糊糊想到哥哥脸上的伤还没好，顿时惊醒。圆圆打了个小哈欠，爬下床，跌跌撞撞朝着玉池的房间跑去。玉池一个人在家睡觉没有锁门的习惯，所以圆圆很顺利的进到了房间。圆圆爬到床上，果然看到他脸上还挂着伤。哥哥笨蛋，上岸久了连伤都不会治了。不过好在圆圆来了，圆圆可以帮哥哥治伤。圆圆还没来得及开口吟唱给玉池治伤，一个毛团就冲到了床上。小鱼干，你不睡觉跑来这里干嘛？圆圆被彻底吓醒了，但还记得要给哥哥治伤，所以才没被吓飞。橘猫袭来，圆圆的头发都要炸起来了，大眼睛睁得圆溜溜的。还有，你为什么知道今天来的那个人是坏蛋？橘猫并不知道圆圆能跟他交流，只是好奇的围着圆圆打转。他没想到玉池带回来的小鱼干是有点眼力劲儿的，竟然能看穿坏人。圆圆吞了好大一口唾沫，紧攥着玉池的衣角，才颤着小奶音说：你是哥哥养的猫猫，你不可以吃我不好吃的。橘猫嫌弃，我才不喜欢吃变成人的小鱼干。圆圆松了好大一口气，这才用小气音说：圆圆是听到你说话才知道那个人是偷偷欺负哥哥的坏蛋。什么？你能听懂我说话？这下轮到橘猫震惊了，看到圆圆点点小脑袋，橘猫有点怀疑猫生，跳到外面阳台去吹冷风。冷静，危机解除。圆圆拍拍自己，然后才小声哼唱起来。人鱼族的歌声优美动听，还带着治愈一切的力量。不过片刻，玉池脸上和身上的伤就全好了。玉池动了动，睡得更实了一些。橘猫看到这一幕，心想这家伙真是捡到了一条不得了的小鱼干，往后应该不用再担心他被害死了吧。
圆圆给尉迟治完伤，又开始犯困，忘记橘猫的存在，往他身边一倒就睡着了。捡第二天尉迟是被压醒的，醒来之后他才知道自己呼吸困难的原因。昨天那个碰瓷他的小崽子正趴在他身上呼呼大睡，他倒是睡得小脸红扑扑的，还吧唧一下小嘴巴，好像梦到了好吃的。而他大清早的被压醒，不爽，尉迟伸出手报复的捏住圆圆的小鼻子。呼吸困难睡得好好的小家伙被憋醒，恰好看到了缩回去的那只罪魁祸首。在他兴师问罪之前，尉迟先发制人：你怎么会在我房间里？圆圆被岔开话题，仰着小脑袋傲娇地说：圆圆来给哥哥治伤大。挪，全好了。尉迟了一声，摸了摸眼角，不疼。他拿过一旁的手机照了照，帅气的脸上一点淤青都没有了。明明昨晚看上去还挺严重的。圆圆治好哒，小家伙等着哥哥的夸奖。尉迟压根没信，兀自欣赏了一下自己的帅脸。警局的药膏果然好用，回头朝我大哥要点。圆圆气鼓鼓，明明是我治好哒。行。尉迟一边敷衍，一边把小崽子扔出房间，凶巴巴，不许再进来。圆圆卷着小嘴巴，不进就不进。等尉迟换好衣服洗漱出来，圆圆已经窝在沙发上看起了动画片。家里没零食，要不然恐怕他会更惬意。尉迟嘴角微抽，靠在门上说：去洗漱换衣服，然后带你出去吃早饭。圆圆小耳朵一动，丢下动画片就冲去了洗手间。小人鱼的学习能力很强，从动画片上就学到了怎么洗脸刷牙。等出门的时候，小家伙已经换了身漂亮的小衣服，蹬着一双白色的小皮鞋，在尉迟面前来回试探。尉迟假装没看到，圆圆只好自己开口提醒笨蛋哥哥：哥哥，圆圆穿鞋子了，所以快告诉他，怎么才能不怕大猫猫。虽然他昨晚跟大猫猫说话了，但还是有点怕的，不像哥哥还敢抱大猫猫。尉迟很欠揍地说秘密。在小家伙生气之前，他先一步问还想不想吃早饭。想，那等吃完早饭带你去买小零食，小零食最好堵小孩的嘴了。好耶，圆圆很好哄，哒哒哒的跟在哥哥身边。出奇的乖巧，尉迟都不适应了。带圆圆来到早餐店，尉迟要了2碗小馄饨。这几天多吃点，等上了节目可不一定能吃到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导演会把咱们丢到穷乡僻壤的地方去，而且还不给钱。圆圆一听，小手一挥，不怕，到时候圆圆给哥哥哭珍珠。这次尉迟纯属被他逗笑了。怎么，你还想去大街上卖惨讨饭啊？圆圆吃了一个小馄饨，小脸鼓鼓的嘟囔：哥哥真笨。你才笨，就知道吃。尉迟敲了下他的小脑瓜，反正到时候没饭吃你别哭。聪明的小人鱼举着小手提问：没饭吃那可以吃小零食吗？天真，你以为导演会让你带小零食？尉迟无情地戳破圆圆的幻想，圆圆的天彻底塌了。那可以不去吗？不行。尉迟晃晃手指，很是欠扁，已经签了合同，所以必须去。没办法的圆圆报复性多吃了1碗小馄饨，然后又买了一大堆零食。接下来几天，尉迟不是带圆圆出来吃饭，就是点外卖。没见过世面的圆圆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小孩。这天尉迟带圆圆出来吃晚饭，两只吃饱喝足，回去的路上又盯上了路边的烧烤。哥哥，那边的肉好香呀！小家伙拽着哥哥的衣角，走不动道了。尉迟装作不经意，想吃。圆圆忙不迭点点小脑袋，既然你想吃，那我就勉为其难陪你一起吃吧。他嘴上说着，为难脚步已经迈过去了。聪明的小人鱼没有戳穿他。等兄妹2人坐在路边摊，吃上香喷喷的烤肉时，一个背着单肩包的女人过来，点了一些烤串。就这些，麻烦烤好帮我装起来，我打包带走。圆圆本来没有注意到这一幕，举着烤肉串，小脸都吃成了小花猫。尉迟丢给她纸巾，让她自己擦。圆圆正胡乱擦自己的小脸，就听到了一道咋咋呼呼的声音。怎么办？谁来帮我主人？他被那个男的跟了一路，我还看到那个男的身上拿刀了。圆圆警惕地竖起小耳朵向四周看去，找到了声音的来源。是个大姐姐背着的包包发出来的。那她说的拿刀的男人是哪个呀？小圆圆大眼睛再次向四周看去，很快就看到了一个可疑的男人。他坐在最角落的位置上，其他人都在吃烧烤，就只有他面前什么东西都没有。而且他的目光时不时看向这边的大姐姐，眼底布满血色，凶光一闪而过。卢玉正在低头看手机，并没有注意到那个男人。怎么不吃了？吃饱了。尉迟注意到心不在焉的圆圆，他刚想说等他把剩下的这2串吃完，就带他回去，却听到圆圆用小气音说：哥哥。圆圆看到那边那个没吃烤肉的男人拿着刀子。尉迟下意识转头，顺着圆圆看的方向看去，没吃烤肉的人是谁，一眼就分辨出来了。尉迟起初没觉得很奇怪，烤肉还没上很正常。至于圆圆说的刀子，他也没看到。尉迟刚要收回目光继续吃，卢玉这边的烧烤就装好了。谢谢老板，钱给你扫过去了。好嘞。欢迎下次光临。卢玉提着烧烤往那边走，男人却低下头去，往怀里掏了什么东西。尉迟看到反光的一角，瞳孔收缩，暗道不好。卢玉越走越近，男人握着刀，身体兴奋的颤抖。等他走到自己这边，自己就一刀捅下去。谁知这个时候，一道小奶音突然响起：姐姐。圆圆不知道什么时候过去，拽住了卢玉的衣服。卢玉停下脚步，看到是这么可爱的一个小姑娘，温声问她怎么了。男人略微顿住，不过看对方是一个小孩，也没做他想。尉迟却心惊胆战，万一那个男人沉不住气冲过来怎么办？万一伤到了圆圆怎么办？尉迟没想太多，第一时间上前一拍男人的桌子：喂！男人下意识抬头看来，然后被撒了一脸辣椒面。这是刚刚尉迟顺过来的呀！眼睛进了辣椒面，男人惨叫一声，这叫声吸引了卢玉的注意力，向这边看了过来，并认出了他。高逸轩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你跟踪我？卢玉很生气，被尉迟挑衅。高逸轩已经下意识抽出刀子乱捅一气，现在听到卢玉的声音，他更是被刺激到了。周围的人吓得大叫，早就逃离了那片是非之地。卢玉看到高逸轩手中的刀子，也被吓得面色发白。好在高逸轩眼睛受伤，行动受限，被尉迟制服。刀子掉在地上，又被尉迟一脚踢开。圆圆这小家伙可不怕，还可劲儿拍着小手，哥哥好厉害。卢玉这才反应过来，刚刚这个小姑娘是故意叫住自己的，不然她恐怕就要被高逸轩给捅了。后怕让她不断打着冷战，心脏几乎要跳出嗓子眼。等到了警局，她这个劲才稍稍缓过来。警局里，尉迟和圆圆又见到了玉灵州。这一次，圆圆才对玉灵州的职位有了更深的认知，以至于后面频频给他送业绩。玉灵州看着这个弟弟教育了他一顿，让他下次不能这么莽撞。
见义勇为是好事，但对方身上带着凶器，这次尉迟运气好没受伤，那下次呢？下次呢？而且他还带着一小孩，万一孩子受伤了怎么办？尉迟委屈，当时情况紧急嘛，来不及报警，就算报了警，等警察赶到，黄花菜都凉了。玉灵州也不可否认。至于卢玉和高逸轩，两人曾经是情侣，后来卢玉觉得高逸轩控制欲很强，连他穿什么衣服都要管，所以选择了分手。分手后，高逸轩纠缠了他好多次，有一次甚至还闹到了公司里。卢玉就说如果他再这样，他就报警。后来高逸轩果然没有再出现了，但他没想到他竟然想要杀了他。光是想想，卢玉就冒出一身冷汗。而高逸轩的说法是，他追求卢玉费了大功夫，为他花了很多钱，但刚追到手没多久，卢玉就要跟他分手，理由是他们不合适。不合适他不会早说，而且要分手也得是我跟他分，他有什么资格提分手？可他完全不提。卢玉跟他分手后，他就把送出去的礼物全都要了回来，无法还回来的就让卢玉折现。卢玉为了摆脱他，一分不差的还给了他。从审讯室出来，徐丽年跟陈吐槽怎么会有这种人啊？人家又没非让他追求自己，而且追求女孩不就应该多花点心思吗？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。陈腾也不吐不快，简直给我们男人丢脸。京剧大厅做完笔录，卢玉看到圆圆和尉迟，郑重地对他们鞠躬道谢，真的很谢谢你们，要不是有你们，我恐怕已经遭遇不测。他身上没带其他东西，便将自己的名片和手工小挂件送给圆圆。如果你们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我定义不容辞。谢谢姐姐。圆圆拿着银色的铃铛小挂件，爱不释手。接下来就没他们俩什么事儿了。尉迟跟玉灵州打了声招呼，带着圆圆回家。看到玉灵州，徐丽年拿着两人的笔录过来，啧啧称奇。玉队，你肯定想不到，这次又是圆圆那个小家伙先发现高逸轩带着刀的。玉灵州没做他想，徐丽年又说，这次加上次，我们是不是应该给圆圆他们俩颁个奖状？玉灵州颔首，已经申请奖金了，应该很快就能下来。徐丽年竖起大拇指，还是玉队你想的周到。对了，还有 GDU 大队那边，已经根据关浩吐出来的线索抓住了好几个接头人，相信很快就会有突破性进展。关浩就是眼镜男，他吐出来了很多有用的信息，相信过不了多久还会有更好的消息传回来。时间一晃而过，很快到了录节目这一天。经过这些天，圆圆已经不是很怕橘猫了，而且两只已经达成了共识，保护尉迟。尉迟都不知道小人鱼和大猫猫喂他，简直是操碎了心。因为综艺是以直播的方式进行，所以一大早就有粉丝来蹲守。终于开播了，我等的花儿都快谢了。咦？录制地点竟然是在海城，不是在乡下山村。什么？导演不打算把嘉宾们送去参加变形计了吗？冯导，你这个小妖精，专门这么设计就是为了引起我的注意是吧？好，我告诉你，你成功了。话说尉迟有没有被你们给日走啊？大清早的别提这么晦气的事情好吗？弹幕上正对尉迟和节目组进行新一轮的讨伐。这时第一组嘉宾来了，一辆低调的豪车出现在镜头中，紧接着一位优雅从容的女人从车上下来，然后向镜头挥手，直播间直接就炸了呀！方米兰，真的是方米兰，导演竟然真的把退圈影后请来了。冯导，之前是我骂早了，你配享太妙。谢谢冯导把我们米兰姐请来，这节目我们米兰花一定会追的。第一位出场的嘉宾就是重量级人物，直接点燃了开场。方米兰在拿到影后桂冠后，与现任丈夫结婚，然后毅然选择隐退，全身心照顾家庭。谁也没想到她竟然真的会带着孩子来参加综艺，看来是有付出的打算。但身为她的粉丝，能再次看到她，他们很激动，同样也很感动。方米兰带来的小嘉宾是她儿子苏慕言。苏慕言已经6岁了，是个冷酷的小帅哥，没有让方米兰帮忙，自己下车去推自己的行李箱。弹幕上的粉丝一直夸他好棒好懂事。到了位置站定，方米兰对着镜头介绍了一下自己和孩子，紧接着第二组嘉宾就到了，两人同样是很有排场。下车的一大一小都戴着墨镜，只不过小女孩的墨镜是 Hello Kitty 的玩具墨镜，又酷又具有童心。两人一同摘下墨镜，让弹幕掀起一阵尖叫。大家好，我是秦以南，这是我女儿秦淼，你们可以叫她淼淼或者三水。秦以南主动帮女儿推行李箱，让直播间粉丝流下羡慕的泪水。南哥还缺女儿吗？我可以，我就不一样了，我直接 say 爹地，爸，我也是你失散多年的女儿啊！天呐，前有影后方米兰，后有实力派演员秦以南，这节目的阵容绝了呀！前面的，等你看到尉迟就不会这么觉得了。杀人诛心，你能别提醒我吗？让我活在梦里不好吗？第三组登场的是当红小花陆星，还有她的妹妹陆雪晴，两人的出现同样让弹幕沸腾。而且陆雪晴是目前为止最小的嘉宾，还不到4岁，小姑娘帮姐姐推着跟她差不多大点的行李箱，奶萌奶萌。弹幕上嗷嗷直叫，说自己简直被萌化了。第4个到的康琪想最后一个压轴，结果尉迟迟迟不来，身边的小祖宗康宇明已经等不及，快点把车开过去，我要成为出场最靓的仔。司机刚把车开过去停好，康宇明就迫不及待冲了出去。胖嘟嘟的小男孩穿着一身奥特曼的衣服，脸上戴着同款面具，刚下车就放大招，嘴巴里发出突突的配音。然而他想象的众星捧月的画面并没有到来，两个女孩对男孩子喜欢的东西完全不感兴趣，唯一的小男孩抱着小胳膊看着他，小脸上写满了幼稚2个字。弟弟都出现在镜头里了，康琪也只能被迫下车。下车后他对着镜头露出一个帅气的笑，直播间瞬间沸腾是康琪，他刚刚还对我笑了，哥哥颜值杀我疯狂舔屏。谁懂奥特曼之后康琪出现的救赎？导演现在就宣布嘉宾到齐行吗？晚了，毒瘤的车已经到了，这边康琪刚带着受挫的康宇明跟其他嘉宾打过招呼，尉迟就到了。今天一大早，经纪人就过来把他从被窝里挖了出来，让造型师给他和圆圆做了个简单的造型。尉迟的短发抓成中分，露出来的眉眼颇有少年傲气。小圆圆今天终于不再是披散着头发，长发被扎成了2个低丸子，小脸粉嘟嘟的越发可爱。一大一小下车时，将普通的保姆车都衬托出了豪车的感觉。尉迟帮圆圆把小小的行李箱提下来，
圆圆爬上礼箱，稳稳坐好，然后举起小手，哥哥，出发。好。经纪人眼睁睁看着玉池也骑在大号行李箱上，跟小圆圆一前一后冲了出去。同样看到这一幕的小嘉宾们发出哇一声惊叹。康琪脸色有些不佳，自己非但没能压轴，风头还全被玉池抢去了，弹幕都停滞了几秒。哗众取宠，故意的，玉池一定是故意抢其他嘉宾风头的。大毒瘤小毒瘤赶紧滚啊！玉池你别以为这样就能吸引我们的注意力。那个弱弱的问一句，玉池这么帅的吗？他妹妹也好可爱啊，像童话里的小公主，哪里帅了，哪里可爱了？玉池那脸都是整的。我就问一句，你破防什么呀？弹幕上开始交锋起来，直播间里两人骑着电动行李箱，稳稳停在其他嘉宾面前。圆圆小脸红扑扑的跟他们打招呼，你们好啊，我是圆圆，这是我哥哥小池，玉池，你就是这么介绍我的。圆圆妹妹，你这个行李箱好酷哦！秦淼一下子冲到圆圆面前，双眼闪着星星，这个妹妹长得也好可爱哇。陆雪晴还有点腼腆，只是远远的看着。苏慕言也只是站在妈妈方米兰身边，虽然他的眼里有一丝明显的羡慕，你康宇明却皱着脸上前。康琪心头一喜，刚刚这小祖宗被抢了风头，肯定不会就此罢了。自己来的时候已经教过他怎么套这小丫头的话了，只要他否认自己是玉池的妹妹，那就坐实了前几天的热搜。在康琪暗中鼓励的目中下，康宇明握紧小拳头对圆圆说：“你可以把这个电动箱子借我玩一下吗？”康琪嘴角的笑容瞬间凝固。康宇明一开口，秦淼也想借圆圆的行李箱玩。圆圆赶紧抱紧自己的行李箱，跟护犊子似的。不行不行，这里面有圆圆的宝贝。康宇明挠挠头，还想再说什么。这时导演拿起自己的小喇叭控场：“可，欢迎大家来到待宰打工日录制现场。”说完，仿佛料到嘉宾不会有什么反应，所以让工作人员给自己呱唧呱唧。随后继续说：“请大家现在依次来领取自己的麦和设备，并上交自己的电子设备。小朋友们也要上交自己的电话手表。”话落，刚要去拿设备的方米兰愣在原地，惊愕道：“电话手表也得上交？”导演点头，一板一眼，非常无情。邢以南试探着问：“那节目组会给小嘉宾们发电子手表吗？”导演摇头：“导演，你这也太没人性了吧？”“就是啊，电话手表没了，万一孩子丢了怎么办？上交手机也就算了，反正节目组还给发，电话手表没了，孩子出事了谁负责？”在嘉宾们皱起眉头，即将发表不满时，冯导一个大喘气：“不过你们可以用在节目里赚到的钱来买，200块钱一个，免费赠送电话卡。”嘉宾们把到了嘴边的话咽了下去，又哄着孩子把电话手表摘了下来。玉池就没有这种烦恼，因为他压根没给圆圆买。他都不知道小孩要带这玩意儿，小家伙看看别的小朋友的电话手表，又看看自己空落落的小手腕。秦淼本来还不太高兴，那是他最喜欢的 Hello Kitty 电话手表，所以小嘴巴 can 得高高的。但转头看到圆圆妹妹连电话手表都没有，顿时忘了不开心。他跑过来拉住圆圆的小手，可心疼啊，妹妹，你哥哥都没有给你买电话手表吗？玉池咳一声，心虚的摸摸自己的眉头，等在节目上赚到钱就给你买。圆圆一听立刻道：“那圆圆要帮哥哥一起赚钱，然后买两个。”那另一个是给他的。玉池正要感动，却听到圆圆下一句话：“圆圆要一只手上戴一个。”玉池还是感动早了 Bird 对吗？哈哈哈！第一次看到玉池吃瘪的表情，爽死我了！自私，小年纪就这么自私，有些人有必要对一个小孩这么大恶意吗？圆圆一出场就已经俘获了少许粉丝，现在都有人帮他说话了。秦淼听到圆圆豪气的发言，跑回秦以南身边：“爸爸，我也要帮你赚钱，我也要买2个电话手表。”秦以南一个头2个大，帮他把麦戴好。玉池也去领了麦以及手机，圆圆的麦就由女工作人员帮他戴。小家伙很配合，一双大眼睛眨啊眨，长长的睫毛都眨进工作人员心里了，还有那软糯糯的小脸蛋，真的很 Q 弹，让人忍不住想戳一戳。谢谢姐姐。等戴好麦，圆圆跟工作人员道谢，然后哒哒哒跑回玉池身边，仰着小脑袋问他：“哥哥，我们为什么要带这个东西啊？”工作人员近距离接触到圆圆，又听到他软声道谢，内心尖叫：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可爱的小幼崽啊？玉池简单跟圆圆解释了一下，这个麦就是让直播间的人听清楚他们说话的声音。那圆圆现在就已经上电视了吗？小家伙双眼亮晶晶的。玉池嗯一声，圆圆开心的蹦跶2下，随后疑惑：可是这里没有电视呀？他认为的上电视是字面意义上的笨死了。玉池虽然嘴上吐槽，但还是解释，不是让你站到电视机上面去，而是让别人从电视机里看到你，就跟你看动画片一样。圆圆只听到了前3个字，扭过头表示不跟哥哥好了。限时1分钟，大小嘉宾佩戴好麦，重新站在镜头里。导演再次举起喇叭：“我现在宣布节目正式开始录制。本节目一共10期，每期录制5天，之后2天可以自由活动或者回家，但直播必须继续，由摄像跟随录制花絮。在5天录制期间，嘉宾以各自的家庭为分组，通过兼职赚钱来维持生活。兼职不能是娱乐圈的工作，也不可以通过粉丝直播、股票投资、卖艺等方式赚钱。除此之外，包括但不限于送外卖、跑滴滴、发传单以及捡垃圾等等。”话落，他停顿了一下，下一秒果然听到了一声高昂的：“什么？导演，要不你还是送我们去乡下吧？你们清醒一点，去乡下还要喂猪啊！导演真有你的，我就喜欢看这种。”哈哈哈！导演把他们的后路都斩断了。嘉宾们痛苦面具导演没有理会他们。你们每组都有600块钱的启动资金，身后是你们接下来要入住的地方。酒店房间一共分为3个等级，请看图片。工作人员亮出3张大图，将3种房间构造以及价格标出。普通房间，最基础的酒店房间，一共2张单人床，床上的被子一看就很硬，浴室只有淋浴，100元一晚。高级房间，2张柔软的大床，还有沙发和梳妆台，浴室扩大了1倍，有浴缸和洗衣机，300元一晚。豪华房间不仅有独立卧室、卫浴、全自动洗衣机，还有客厅和大彩电，但要500元一晚。现在只有600块的嘉宾们，导演这简直就是明摆着在抢钱啊！爸爸，我要住那个最大的房子，我也要住最大的。
我不要住那个小小的。大人们还没消化，几个小孩就表示一定要住大房间。几位家长听得个个头大。反观尉迟这组，哥哥，圆圆要跟你住同一个房间。尉迟二话不说，立刻表示我要住豪华房间。哈哈哈，尉迟你不要过来啊，这真是亲兄妹吧？我跟我哥就这样。什么啊？明明我们元宝这么可爱，尉迟怎么能忍心拒绝他？尉迟你滚！圆圆，妈妈来了。啧，玉毒瘤的水军虽迟但到啊。就是啊，几块钱一条啊，带我一个呗。你们这群乌烟瘴气的人真是够了。老娘看的是综艺，是萌娃，不是你们这群傻蛋儿。直播间里不是所有人都认识尉迟，知道他的黑料，所以看到那些早就烦了。导演生怕尉迟会反悔，所以一锤定音，成交。其他小嘉宾听到尉迟选了大房间，他们就更不肯住小房间了。康琪这边的更是一个活祖宗，所以他不免有些埋怨尉迟。尉迟，你第一天就把钱花完，万一后面赚不到钱怎么办？你还是跟导演说换个别的房间吧。他用一种为尉迟好的语气说。尉迟淡淡的瞥了他一眼，你很喜欢支配别人怎么花钱。康琪咬牙，我只是好心提醒你。尉迟翻白眼，用不着。见尉迟这态度，弹幕上又对他开始新一轮问候。不过下一秒尉迟就很有先见之明的问导演，如果没钱了，我们要去哪睡啊？该不会让他们去睡大街吧？没说过几句话的陆星也开口问，如果没钱的话，节目组可以借钱给我们吗？利息是多少？导演不借。导演突然跟吃了炮仗似的，连小板凳都坐不住了。节目组1分钱都不会借给嘉宾，你们要是没钱租房间，那就睡1楼客厅，那是公共区域，不要钱。还有，你们需要自己买菜做饭，月底结算水电费。而小嘉宾们可以通过游戏或者任务赚钱。导演一口气儿把话说完，然后不给他们反应的时间，换了口气儿继续说，好了，在入住之前，我们要检查一下你们的行李，你们每个人只能带1件洗漱用品和化妆品，2套换洗衣服鞋子，钱和贵重首饰还有零食玩具一律不许带。嘉宾们，天崩开局啊！不行，我的奥特曼不可以跟我分开。康宇明抱着自己的奥特曼行李箱不撒手，来的时候他带了好几个奥特曼玩具，谁知道现在竟然要被收走。秦淼也委屈，我也不可以离开我的小熊玩偶，情绪是会传染人的，尤其是来到陌生环境的小孩。不怎么说话的陆雪晴红了眼睛，苏慕言紧抿着唇，圆圆也护着自己的小行李箱。几个家长开始哄孩子，好不容易才哄好。导演笑眯眯的，现在请各位嘉宾打开自己的行李箱。康宇明一听开始崩溃大叫，我不要录节目了，我要回去，爸爸我要回家。我要找妈妈，场面一下子变得不可收拾。这时有一只小团子奶凶的对冯导说，导演叔叔，你吓哭小孩了？是啊，导演只是玩偶而已，可以不用收起来吧？导演咳了一声，但还是一板一眼，你们可以等赚了钱后买回去啊。秦以南满头黑线，其他嘉宾，冯导，你听听你说的像话吗？有这么赚钱的吗？黑心商家都得向你取经吧？导演心虚，就10块而已。秦以南，呵，但为了哄好自己的女儿，秦以南还是花钱买下了秦淼的小熊玩偶。康琪也花钱哄好了康宇明。圆圆扭头看向尉迟，哥哥，你也会给圆圆买下小零食的，对吧？尉迟一开始还没听懂他的意思，直到圆圆打开自己的小行李箱，里面塞了满满当当的小零食，甚至连尉迟的行李箱里都有几个零散的小零食。尉迟都无语了，我不是告诉你不能带零食的吗？这都是你什么时候装进来的？圆圆嘿嘿一笑，趁哥哥不注意的时候呀，他还挺骄傲。尉迟，快来个工作人员全给他收了。圆圆睁大眼睛，希望是自己听错了，然而工作人员已经拿着收纳箱过来了。圆圆。其他小幼崽同情地看着圆圆，圆圆心急如焚，哥哥买。导演，零食10块钱2包哦，只剩100块的尉迟，抢钱，这绝对是抢钱。导演叔叔你坏，小家伙控诉冯导，冯导不以为意，他要是不起快点，这节目还怎么录？眼看着小零食要被收光，圆圆啊呜一声咬开1包就往小嘴里塞，工作人员一顿，他就开始塞第2包、第3包。尉迟反应过来，捏住圆圆鼓鼓的腮帮子，别囤了，你以为你仓鼠啊吐出来？圆圆一身反骨，根本不听他的，直接咽了下去，张开小嘴巴表示吃完了。尉迟刚敲一下他的脑壳，圆圆的小脸却一变，小身子猛地颤抖了一下，蹲到地上，哥哥疼。尉迟脸色瞬间变了，疼哪里疼？小肚脐。圆圆捂着小肚子疼得咬住了嘴唇。导演和在场的工作人员也吓了一跳，是不是刚刚吃零食太猛了？这要送医院吧？尉迟赶忙抱起圆圆冲向节目组的车，快去医院！摄像也第一时间跟上，尉迟都没注意到。秦淼呆呆地站在原地，圆圆妹妹没事吧？他有点担心这个可爱的小妹妹。秦以南的大手在他头顶上轻轻拍了拍。康宇明也睁大一双眼睛，他应该不会死掉吧？不要妹妹死！小哭包陆雪晴又开始掉眼泪，苏慕言冷酷的小脸上也浮现担心。在小朋友们的世界里，圆圆刚才已经算是病入膏肓了，大人们也只能安抚他们，说圆圆不会有事，很快就会回来。另一边上车后，尉迟一直抱着圆圆，帮他捂着小肚子，不让他咬嘴唇，让他咬自己的手，看得出来他很慌乱，都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弹幕里有人感动，有人依旧在抨击尉迟，孩子怎么可能会突然肚子痛？肯定是尉迟之前没有照顾好，尉迟连个孩子都不会带，到底是干嘛吃的？尉迟该不会是为了洗白自己，故意让孩子吃了什么不该吃的吧？天哪，圆圆该不会真的会出事吧？尉迟并不知道直播还在继续，更不知道他已经被骂了个狗血淋头。圆圆，你一定要坚持住。回答他的是圆圆的哼哼唧唧。不到10分钟，尉迟和圆圆就到了最近的医院。尉迟身上没钱，手机也上交了，只能请司机帮忙拿号。等到排到圆圆时，小家伙已经满头是汗。医生，你快帮忙看看，我妹妹肚子很痛。尉迟一刻也不甘耽搁进来后，就把圆圆放在了床上。医生戴着手套的手按了按圆圆的小肚子。尉迟在一旁紧张的不行。医生，怎么样？很严重吗？医生问了尉迟圆圆这几天吃了什么。尉迟如实告知。医生叹了口气，忍不住斥责他：你这当家长怎么当的？怎么能给小孩子吃这些没有营养又难消化的东西？尉迟垂头挨骂，医生，他到底怎么了？严不严重？需不需要住院啊？医生沉默片刻回答，便秘了，我给他开点药。尉迟大脑瞬间当机，弹幕上我以为很严重，就这，综艺开播第一天就上医院检查出便秘的只有圆圆了吧？哈哈哈，这黑历史可够黑的呀。
我要把这段永远的留下来。摄影老师，你配享太妙啊！得知圆圆没事，直播间开始放飞。医生一边开药，一边跟尉迟交代，以后要让孩子多吃水果蔬菜，多运动。尉迟直愣愣点头，怎么也没想到这小崽子竟然是便秘了。不过他也有点心虚，因为这些天他确实一直让圆圆吃外卖，几乎没点过流食和蔬菜。等尉迟让司机帮忙去拿药时，转身才看到摄像机，他跟摄像老师对视，双方都沉默了3秒钟。尉迟试探着问：刚刚全都播出去了？摄像老师举着机器点头。弹幕上疯狂大笑，连黑粉们的评论都被淹没了。看到了，看到了，不止我们看到了，马上全国人民都要看到了，上热搜了。家人们快来帮忙顶来了！我要助力每个人看到这条热搜。尉迟一开视线，假装什么都不知道。此刻被便秘困扰的圆圆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而非综艺小嘉宾进医院，竟查出便秘，非也登顶热搜。综艺开播第一天，圆圆免费送了节目组1条热搜，虽然看上去不太体面，但足以吸引人点进来。好好笑啊！谁家嘉宾是因为便秘上热搜的？圆圆宝贝妈妈虽然心疼你，但是允许妈妈先笑5分钟，哈哈哈！这么可爱的宝贝也会便秘吗？你们都是魔鬼吗？都不许笑了，谁还没有便秘过？说到底都怪尉迟，许多路人慕名而来，就连黑子都有一种无力感。简等圆圆解决完人生大事回来时，已经过了中午。其他组的小嘉宾已经知道圆圆没事了，全都跟着家长出去赚钱去了。这个节目的名字就是带崽打工，所以节目组是不会帮他们看孩子的，必须由他们亲自带着。这样一来更是事倍功半。才过了一上午，几位嘉宾就苦叫不迭。虽然尉迟还没有精力，但在医院折腾几个小时，他同样疲惫不堪。圆圆也蔫蔫的，还没有恢复活力。一大一小回来后就想瘫到房间，然而导演却告诉他们，你们今天去医院加午饭一共花了153，剩余的钱不够租特等房间。什么？这也算在内吗？尉迟垂死病中惊坐起。导演，当然，因为节目已经开始了。哦，对了，还有圆圆吃的3袋小零食，加起来一共168元。尉迟无力吐槽，带圆圆一起在沙发上挺尸，还跟导演强调，你说客厅是公共区域，不要钱的。导演，我这张该死的嘴哟！等过了将近半个多小时，导演终于忍不住，你们还不去赚钱吗？别组可是已经赚到钱了。尉迟起身，导演以为他终于要行动了，然而他只是换了个姿势。导演，我要换个房间。导演，你们要租哪个？高级房间。好嘞，只要花了钱，之后就得想办法赚。导演立马答应，这是你们的房卡、行李以及剩余的资金。两人行李箱里的小零食已经全被收走，其他东西都没动。现在你们需要将多余的东西拿出来。圆圆为了带小零食，根本没带几件衣服，不需要往外拿，不过倒是带了他的儿童牙刷和草莓牙膏，至于其他的一概没有。尉迟随意挑了2套衣服和洗漱用品完事儿，两人潇潇洒洒的去房间，然后就再也没有然后了。导演尉迟呢？他就只剩100多块钱了，还不打算去赚钱，他该不会真想免费睡客厅吧？冯导觉得他不是做不出来这种事情。果然，尉迟不到1天就现了原形，后面肯定要节目组接济，说不准他还要带着娃去别的嘉宾那里蹭吃蹭喝。不要啊！冯导赶紧把他踢出去吧，我受不了了，真的贱！尉迟摆烂，黑粉们再次对他发起攻击。圆圆已经恢复了一些活力，趴在床上撑着小脸问捣鼓手机的尉迟哥哥，圆圆晚上可不可以吃肉肉？中午的时候，尉迟给他买了蔬菜粥和小青菜，一点肉都没有。尉迟头也不抬的拒绝，不行，医生说了，这2天最好少吃荤腥。为了防止这次的情况再次发生，尉迟谨遵医嘱，怕小家伙闹腾。尉迟还加了句没钱了。圆圆很认真的问他，有钱了就可以吃肉肉了吗？为了让他知难而退，尉迟点头，圆圆背过身去，留给他一个后脑勺。小家伙捣鼓一阵，正当尉迟以为他真生气的时候，圆圆转过身来，捧着一颗粉色的小珍珠，献宝似的。哥哥看圆圆有钱。尉迟看着那颗指甲盖大小、泛着莹润光泽的珍珠，傻眼了。不是，这珍珠哪来的呀？该不会是一直藏在身上吧？关键是他衣服上也没口袋啊，应该是在酒店床上捡的吧？谁家酒店能捡珍珠？告诉我，我马上去。导播室里同样也炸了，珍珠。他怎么会有珍珠的？安月瑶是不是你检查行李箱的时候放水了啊？安月瑶就是当时给圆圆代卖的女工作人员，在嘉宾正式入住时，工作人员还检查过他们的行李箱以及口袋，检查圆圆行李箱的就是他。大家都知道，从那一次开始，他就成了圆圆的妈粉。在圆圆被带去医院时，还急得团团转。没有啊，当时行李箱里真的没有珍珠，你们不信可以调取之前拍摄的画面。安月瑶也很懵，难道不是你们检查酒店的时候没有注意到位吗？检查酒店的几个工作人员也表示不可能有遗漏。别说工作人员了，就连以8倍镜著称的万能的网友们研究了许久，都没有发现这珍珠是怎么来的。而引发这一切的小家伙大眼睛扑闪扑闪，以为哥哥是嫌弃他的珍珠太小了。哥哥，圆圆下次再给你哭一个大点的猪猪，今天发挥的有点不好，好不容易才挤出一点眼泪。尉迟忽略了关键字眼，艰难道这是你从哪里捡的？圆圆鼓起腮帮子，哥哥嫌弃他哭的珍珠小小的，也不用说是他捡来的吧？不理哥哥了，小家伙这次是真的生胖气了，扭过去的小身子都气呼呼的，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得到。尉迟，你当不好这个哥哥就让我来当。圆圆，我相信你，所以我能当你姐姐吗？走开啊！你们没有自己的妹妹吗？干嘛跟我抢妹妹？你们一个个的算盘珠子都崩我脸上了。不一会儿，节目组的人就来了，表示圆圆的珍珠来历不明，所以要没收。谁知小家伙没有不情不愿，更不需要哄，直接把小手一伸，送给你。新的工作人员小姐姐瞬间被狙击，弹幕上更是一片嗷嗷，恨不得附身工作人员，别无其他，那可是珍珠啊！但他们并不知道，圆圆也有点嫌弃这颗珍珠太小了。工作人员离开前还给了圆圆一张任务卡，圆圆完成上面的任务的话，就可以获得10块钱哦。小人鱼根本不会区分金钱的额度，但10块钱等于2袋小零食，等于很多钱。好，小家伙拿着任务卡，小肉脸认真，可惜小人鱼不识字，研究了半天也没看懂任务内容。不过聪明的小人鱼会求助，哥哥，这上面写的是什么任务呀？
玉池看了一眼，潇洒挥手去楼下客厅，到了会有人告诉你的。圆圆爬下床，出门下楼，玉池没有跟着一起去，因为圆圆一心想着赚钱，也没管他。圆圆刚走，玉池下载的游戏也解压好了，看着玉池摆烂不行，还玩起了游戏，黑粉们又对着他一阵痛骂，而圆圆为数不多的粉丝已经跟着他走了。小家伙人还没到，小奶音就先传来了：导演叔叔，圆圆赚钱前的任务是什么呀？冯导也被这小奶音给萌到了，忍不住夹着嗓子：这里有10个气球，只要你把它们吹满气就可以了。工作人员们咦了一声，掉了满地的鸡皮疙瘩。圆圆之前见过气球，在动画片里，只不过那些气球都是吹好了的，圆圆的，而桌上的这些好像是长长的。圆圆小手拿起一个观察了一下后开吹，小人鱼的肺活量不是盖的，鼓着软软的腮帮子几下就把气球吹起来了。工作人员们都看呆了，这些气球并不好吹，小幼崽吹的话只会更费劲，但没想到圆圆3、5下就吹好了一个。吹好了，圆圆笑得露出小米牙，把吹好的气球往桌上一放，没了小手捏着的气球瞬间跑气儿，噗呲噗呲的到处乱飞。圆圆张大小嘴巴，小脸也呆住。圆圆的气球不听话，逃跑了。小家伙跟在场的大人们告状：导演叔叔，你还是给圆圆找一些听话的气球吧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冯导都要笑岔气了，他捧着肚子笑出了泪花。不是，哈哈，不是，气球不听话，是你没有把吹气口耐系上，他当然要漏气了。弹幕上也在感叹小幼崽的脑回路，哈哈哈！气球，我冤枉啊！气球，我也不想逃跑的，奈何你不允许圆圆吹个气球，怎么这么好笑啊？比其他小嘉宾加起来还要搞笑。比起玉池那边，圆圆这边的氛围不要太好。导演一说，聪明的小人鱼就明白了。他把逃跑的气球拿回来，重新吹上气，然后把吹气口那儿挽了个结。这下气球果然没有再漏气了，成功吹起一个气球。小圆圆高兴的摇头晃脑，圆圆，我可真厉害啊！紧接着，圆圆把剩余的气球吹好，中间没有一点停顿，小脸也没有憋红，只是吹完后，小家伙拿小手揉了揉腮帮子，看得在场2个粉丝姐姐和直播间众人都想亲自上手了。导演叔叔，我吹完了。导演笑着给了他10块钱。拿到票的圆圆美滋滋，刚要转身上楼去找哥哥，但却顿住，然后悄摸问冯导：导演叔叔，你可以用这个钱给圆圆买肉吃吗？冯导本来想答应的，但想到圆圆今天都进医院了，还是拒绝了。不行，你这钱太少了，买不了肉。圆圆失落地垂下小脸，给他买。给他买，不就是肉吗？给他吃1块怎么了？圆圆来找妈妈，妈妈给你买肉吃。管饱弹幕上妈粉们主打一个溺爱。圆圆捏着10块钱现金回到房间，跟玉池炫耀：哥哥，圆圆赚到钱了。玉池不为所动，哦，圆圆赚到了10块钱，可多了。圆圆说完，注意到玉池的手机手脚并用，爬上床。哥哥，你在干什么呀？玉池本来想说打游戏，但嘴一秃噜说了句赚钱。圆圆来了兴趣，毛茸茸的小脑袋凑近，大眼睛眨巴的看着玉池手机里的游戏人物。玉池操纵着游戏人物利索的收割人头，游戏特效音接连响起，最后获得胜利。玩游戏就玩游戏，说什么赚钱？人家小孩子都比你懂事，圆圆，要不然你还是换个家长吧。玉池他真的不配游戏结束，玉池获得 MVP， 可惜圆圆看不懂。哥哥，你的小钱呢？看到他怀疑的小眼神，玉池立刻就不服气了，蹭一下从床上坐起来，把红包页面找出来给圆圆看，看到了没？50块钱比你赚的多5倍。玉池玩游戏了，但又没玩，他是在代练赚钱。他用节目组给的手机注册了微信，给对方发了自己账号的等级截图，对方就一次性给他发了50红包。这下直播间里的人也看到了红包页面，都惊得忘了骂玉池，原来他真的不是只顾着玩游戏。圆圆低头数着自己的小手指，小奶音震惊：5个圆圆的10块钱，对，怎么样？是不是你比厉害多了？玉池瞬间得意，眉飞色舞。圆圆抬起小脑袋，大眼睛亮晶晶，那可以买肉吃了。玉池倒仰，不行，这是我赚的钱，你想吃肉就自己赚钱买。圆圆撅起嘴巴，哼哼唧唧，自己赚就自己赚。玉池继续开了一局游戏，刚刚还气鼓鼓的小家伙又凑过来，哥哥，圆圆也要打游戏赚小钱，但圆圆看了一会儿就看晕了，大眼睛都变成了蚊香圈。小家伙盘腿坐在大床上，撑着小肉脸叹气。要多少张小钱圆圆才能买到肉呢？玉池也就这点出息了，明早给你买瘦肉粥喝。冷不丁听到这句，圆圆还有点没反应过来。好耶，哥哥最棒。玉池嗯哼一声，自己玩去吧，别打扰我赚钱。好的，有了好吃的小圆圆特别好说话。小家伙又噔噔噔来到楼下，导演叔叔，你还有没有什么赚小钱的任务给圆圆呀？问完，看到眼前这一幕，他又咦了一声，这不是圆圆吹好的气球吗？他们怎么变成小狗小兔几了？原来是工作人员们在把小嘉宾们吹好的气球弄成各种小动物的形状，大家看到圆圆会心一笑，圆圆要不要也来试试呀？戏好。圆圆接过气球，小手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一旁的小姐姐拿了个新的教她。圆圆看这样轻轻一拧，圆圆2只小手半握住气球一拧，气球变形，然后砰的一声，气球爆了。圆圆的小手还保持着原来的姿势，教她的小姐姐和直播间的观众被吓了一跳。没事，只是气球爆掉了而已，姐姐别怕，圆圆保护你。小姐姐本来想安慰圆圆的，没想到竟然被保护了。瞬间又一位工作人员被圆圆俘获。不过刚刚还神勇无比的小幼崽，此刻又蔫了吧唧的垂下脑袋，扣着小手。圆圆把气球弄坏掉了，是不是要赔小钱？小姐姐当即摆手，不用。随后又把旁边没吹的气球拿过来。圆圆再帮忙吹一个就好了。他们刚刚拧的时候，也有不小心拧爆了的，所以怎么能让这么可爱的小幼崽赔钱呢？他绝不允许。圆圆小脸亮起，那圆圆再帮姐姐吹好多个，那就谢谢圆圆了。圆接连吹起几个气球，补上工作人员们的空缺，随后又跟着工作人员小姐姐学捏气球，最后成功捏出一只小狗气球。工作人员们的任务也超额完成。最后导演做主，把圆自己捏的气球送给了他。小家伙拿着自己捏好的气球小狗，一蹦一跳的回去。哥哥，你看，圆自己捏的小狗气球。玉池刚又结束一局游戏，暂时不打算打了，等晚上再继续。看着圆手里的粉色气球，他吐槽幼稚。圆压根没听到，他跑过来把气球放在自己床头，还拍了拍他，你要乖乖的哦。然后才扭头看向玉池，哥哥，你刚刚说什么了？
玉池懒得再重复一遍，我在想晚饭要点点什么，点肉肉。圆圆不放过每一个机会。玉池点头，我看行。圆圆大眼睛刚亮起，就听到他下一句，我吃肉，你吃菜，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圆圆。圆圆明天一定会赚到小钱钱买肉肉吃的。小家伙握着小拳头，别提多励志了。然后又对便宜哥哥放狠话，等哥哥没有小钱钱了，圆圆也不给哥哥买肉肉吃。下一秒，玉池点完外卖向他伸手，今晚10块钱的饭钱给我。另外你去医院检查开药加午饭，一共130多，我算你130，所以现在你还倒欠我130块。圆圆，玉池神经病啊，竟然向小孩伸手要钱。圆圆，去医院还不是因为你之前没有照顾好他，谁家天天给小孩吃外卖啊？玉池，你看看哪个家长像你一样？果然玉池被黑都是有理由的。圆圆扭扭捏捏，把捏得皱皱巴巴的10块钱给了玉池。玉池把钱展开弹了弹，神清气爽。圆圆眼巴巴的看着玉池，也只是逗逗小孩，没打算真要他的钱。给你零花钱，拿着花去吧。哥哥最好了，以后圆圆也给哥哥零花钱，小钱钱重新回到自己手里。圆圆笑开了花，玉池哼哼，小鬼头。圆圆根本不懂小鬼头的意思，还以为是夸人的。圆圆是小鬼头，那哥哥就是大鬼头。玉池他彻底没招儿了。下午6点，其他组的嘉宾才陆陆续续回来，在外面忙了一大天，钱没赚多少，累的倒是不行。几个小孩也蔫蔫的。上午的时候他们还觉得赚钱很好玩，等到下午他们就不喜欢了。几个人里也就只有方米兰最轻松，因为苏慕言很听话。康琪最累，除了玉池就属他今天花的钱最多。他想要找个轻松一点的方式把钱赚回来，结果根本找不到。康宇明还不配合，又要冰淇淋又要果汁不给买，就在地上打滚耍赖。康琪身心俱疲。不过想想玉池去医院肯定要花不少钱，在租房买菜之后肯定比他剩的还少，他肯定比他更着急。康琪这么想着，带康宇明回房间冲了个澡，然后下楼准备做晚饭。其他几组家庭差不多也下来了，他们之中只有方米兰会下厨，其他人都是在手机上找视频现学的。我不要吃你做的饭，难吃死了。康宇明噔噔噔跑过来发表不满，爸爸，你可以不要做饭了吗？我有点不太想吃。比起康宇明，秦淼还是比较委婉。陆星也不太行，中午做饭的时候差点把美甲给切了，此刻有点恐惧厨房。康琪尴尬的转移话题，玉池呢？他还没回来吗？这个点孩子也饿了吧？说曹操就到。玉池拿着手机慢悠悠从楼上下来，玉池你在家呀？徐圆圆怎么样了？玉池只回答最后一个问题，没有大事，已经回来了。那就好。秦以南说完又随口问，你也是下来做饭的吧？你打算做什么？圆圆是不是得吃点清淡的？外卖到了，我去拿。玉池指了指外面，没有再多说，出去拿外卖。几个人齐齐愣住，他刚刚说的是去拿外卖对吧？导演不是说要让我们亲手做饭吗？一个新世界的大门即将为他们打开，但是他们现在没钱，不敢大手大脚点外卖。康琪一下子就跳了起来，他都花了那么多钱，还有钱点外卖？他现在还真有，气死我了！为什么玉池能过得这么舒心？等着吧，这才第一天，看他后面怎么过。齐哥，你快看一眼直播间啊！玉池他代打游戏赚了50块，哥哥你也可以的。你去帮人代打，一定可以比玉池赚的还多。康琪只有中午时看了眼直播，知道玉池去医院花了不少钱，之后就没时间去看了。现在他悄悄拿出手机去自己的直播间打探消息，果然看到了粉丝刷屏，玉池代打游戏赚钱了。那他忙活了一天，也才赚了70块钱，算什么？不过很快他就看到了一条新弹幕，玉池就是个游戏废，怎么可能通过帮人代打游戏赚钱？肯定是作弊了。康琪也想到了，他之前跟玉池同一个男团练习生出道，那个时候玉池亲口说过他不会打游戏。还有几个月前，有一个游戏代言本来定好了玉池，但是突然临时换人，官方亲自下场锤玉池不会打游戏，还想让人替打。此事一出，玉池再次被喷出2里地。康琪看着玉池拿着外卖回来，从容上楼的背影，心头有了计策。楼上玉池把外卖放到茶几，叫圆圆过来吃。圆圆闻到了肉香，欢快的跑过来，结果就见玉池把绿色蔬菜推给了他。圆圆小脸上的笑容立刻消失，发现他直勾勾盯着自己的红烧肉。玉池把红烧肉往自己这边揽了揽，这是我的。圆圆看着让人没食欲的绿色蔬菜，又看看玉池那边色泽美味的红烧肉，最后不争气的伸出一根小手指跟他讨价还价。哥哥，圆圆就吃一块肉肉好不好？玉池看着他那可怜巴巴的小样，不给他吃恐怕他会过来抢，于是他抬起下巴，你把蔬菜全部吃完，我就给你吃一块红烧肉，真的。有肉肉在前面吊着，圆圆开始吃蔬菜，呼呼的喝粥。一阵风卷残云过后，成功收获一块红烧肉，圆圆细嚼慢咽的品尝。这时敲门声突然响起，是节目组的人来找玉池了，说是接到了嘉宾举报，来证实那50块钱是不是他代打游戏赚来的。除此之外，直播间里也有许多观众反响，所以节目组才派人来证实。玉池没有很意外，大概也猜到了举报他的人。那我要是自证清白了，节目组有没有什么表示？他这淡定的样子倒是让工作人员不会了。导演在耳麦里对工作人员说，问他想要什么表示。玉池闻言直截了当，当然是给钱了，50。要是我证明钱是我代打赚来的，你们给我50块精神损失费，反之我再倒贴50给你们。导演就按他说的做。不过这50可不能只由他们节目组来出。工作人员答应后，玉池立刻拿出手机打开游戏，他是一次性收了50，代打任务还没完成，本来就想着要熬夜打完的，不过他之前没有刻意在镜头底下打，此刻却有跟拍来拍摄。网友们亲眼看到他登录上账号，然后匹配队友，选择游戏人物，开局游戏。而圆圆趁着玉池不注意，向他还没来得及吃的2块红烧肉伸出了罪恶的小爪子。房间里的几个人的注意力全在手机屏幕上，没有注意到将红烧肉顺过来的小家伙捧着外卖盒，背对着他们吃的满嘴流油，酱汁不仅糊了满嘴，还沾到了小脸上。完了，玉池光顾着打游戏了，家被偷了都不知道。元宝啊，快把嘴擦擦，你这都留下罪证了。不知道今天晚上圆圆的小屁股会不会开花。吃饱喝足的圆圆看着打游戏的哥哥，这才开始回想刚刚发生的事情。
哥哥好像被坏蛋给欺负了。那个人还说哥哥不会打游戏，在聪明的小人鱼看来，哥哥超级会打游戏的好不好？圆圆撑着小脸在想，到底是谁在欺负哥哥？玉池修长的手指操纵着游戏人物，一开始还看不出什么，等到后面经济飞起，他操控人物灵活闪位，跟队友配合收割人头，本来一开始处于弱势的战局瞬间被逆转。卧槽，玉池这么会打游戏的吗？之前那个游戏公司不是亲自下场锤玉池了，怎么才短短半年不到他就飞起了？一看就是对面的战队不咋地。玉池这把纯属运气好，弹幕有好有坏，有的被玉池一个不经意的游戏操作炫到，有的在继续骂他。撑着下巴的小圆圆却在此时听到了一道沉厚的声音，我看这个叫玉池的这次准赢了，那个叫康奇的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喽。康奇，圆圆不记得这个名字，但他记住了康宇明，所以是他哥哥在欺负圆圆的哥哥。圆圆鼓起小脸，又听到了刚刚那个声音，不过这个康奇自己都偷偷藏了200块钱，怎么好意思举报别人的？圆圆震惊，200块是多少？玉池游戏的声音公放，声效盖住了圆圆的小奶音。不过直播间的观众倒是听到了，什么200块？你刚刚明明是偷吃了2块红烧肉，哈哈！元宝这是在练习怎么蒙混过关吗？圆圆，你先把嘴擦擦再说，会更有信服力。直播间的观众没当回事儿，甚至还在调侃圆圆。200块就是20个10块，看反正你又听不到，我跟你说这干啥？圆圆能听得到呀。这次圆圆用的是自身的能力与他交流，好一会儿，刚刚那个声音才响起。你能听到我讲话，还能跟我沟通？是呀，所以你可以告诉圆圆，那个坏蛋把钱藏在哪里吗？那个声音像是消化了一下这个事情才说，我也是听其他摄像头说的，具体也不清楚，我让他们帮你问问。好的，谢谢摄像机爷爷。这有啥？一句话的事儿。圆圆乖乖等了一会儿，摄像机就带来了好消息。小元宝，我问到了，是那个叫康奇的行李箱说的。他说康奇把钱藏在一双鞋的鞋垫下面。圆圆点着小脑袋，心想原来鞋垫下面还可以放小钱呀。他正愁没地方放零花钱呢。于是干脆坐在地上把自己的小鞋子脱了，鞋垫给扒了，把10块钱放进去，但因为他的10块钱被捏得皱皱巴巴，导致鞋垫不平硌脚，他又给拿了出来。圆圆忙活了半天，发现白忙活了。直播间观众看着圆圆的行为一头雾水。玉池一局游戏也打完了，成功为自己洗清嫌疑。会打游戏的都能看出来，玉池无论是操作还是手速都挑不出毛病，而且还扭转了战局。这可不是对游戏一窍不通的人能玩出来效果。只有黑粉和康奇的粉丝还在攀咬。玉池打完一局立刻向工作人员伸出手，50块钱，我这就去问导演拿。工作人员也没想到会是这个情况，来之前他真的信了康奇和网上那些话。他刚要离开，圆圆却突然跳起来，举着小手说我要举报。工作人员停下脚步，看到圆圆嘴巴和小脸上的酱汁，噗嗤笑出了声。玉池也看到了小崽子埋汰人的样子，再看看自己的红烧肉不翼而飞，还猜不出来他干了什么好事。圆圆不懂工作人员在笑什么，更不知道自己偷吃露馅了。他还举着小手继续说，叔叔，我要举报康宇明的哥哥偷偷在鞋子里藏钱，藏钱的明明是你吧？小年纪就会诬赖人，果然跟玉池是一样，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是不是因为康奇跟导演说了玉池不会打游戏，他就故意举报康奇啊？心真黑，本来还挺喜欢这个小团子的，但看他随便冤枉人，瞬间下头。正义工作人员也没当真，只是随口问，你怎么知道他偷藏钱了呀？圆圆就是知道。工作人员闻言敷衍了2句就离开了。圆圆看到他和摄像大哥离开的背影，急得跟玉池说，哥哥，圆圆说的都是真的。玉池拿出湿纸巾盖住他的小脸，偷吃还吃得满脸都是，自己擦干净。偷吃肉被发现了，圆圆心虚，小家伙赶紧消灭罪证，又气势汹汹地跟他说他真的藏了200块钱。你知道200块是多少吗？玉池显然也不信。圆圆叉腰神气，圆圆当然知道，就是有20个10块那么多。玉池诧异，你什么时候学聪明了？圆圆本来就聪明。过了片刻，玉池起身，圆圆大眼睛亮起，哥哥，你是不是相信圆圆了？玉池，不，我下去拿钱。圆圆生气地冲到玉池前面去。楼下导播室里，康奇不情不愿地拿出25块钱，他也没想到玉池现在竟然会打游戏了，早知道他就不冒险举报了，应该让粉丝冲锋，这样他也不会损失25块钱。若是换做平时，他肯定不会在意这点钱，但现在他本来就没有赚到多少钱，而且这钱还是给玉池的，他心里能舒服才怪。导演，我只是提出合理的怀疑，玉池也没必要这么狮子大开口吧？圆圆比玉池先跑过来，刚到就听到了康奇阴阳怪气，我哥哥才不是世纪。圆圆冷不丁的冒出来，又指着还没反应过来的康奇，导演叔叔，圆圆也要举报他偷藏钱。康奇的脸色变了一下，但很快恢复正常，他看向紧跟着圆圆过来的玉池，吃了一声，玉池，你该不会也要跟着你妹妹胡闹吧？一身反骨的玉池瞬间就来劲了，抬眸看向他，特别嚣张。是啊，就举报你怎么了？康奇没想到玉池这么不按套路出牌，脸色变得十分难看。兄妹俩合起伙来欺负人，康奇实残有谁还不知道吗？玉池的出道位都是花钱买的，本来第1名应该是康奇的，结果被他抢走了。我们哥哥都不跟玉池计较了，没想到他竟然还变本加厉。玉池还欺负小透明，脾气大，耍大牌睡粉。天哪，差点被他今天的表现骗过去了，还好我及时看清了。康奇的粉丝趁机跟其他观众科普，本来不了解玉池的人都因此下头。玉池说完，康奇连忙看向导演，他看到导演若有所思的表情，慌了一下。导演，你应该不会陪他们2个瞎胡闹吧？导演想了想，向玉池确定，你真要举报他，如果事实证明他没有私自藏钱，你就要赔偿他一部分。这次玉池还没开口，圆圆就特有气势的做主了，举报他，话已经说出来了。玉池故作轻松点头，那好，你们说说看，他把钱藏在哪了？导演这话一出，康奇心里一松，再怎么说他们也不可能猜到他藏钱的地方，这个玉池真不知道。圆圆挤到，圆圆举起小手，特别积极，小奶音掷地有声。就在他行李箱里鞋子的鞋垫下面，康奇嘴角的笑容顷刻间凝固，他怎么也没想到，圆圆一个小孩竟然知道的这么清楚，他到底是怎么知道的？导演想到让工作人员检查行李时，确实没有检查的这么仔细，说不准还真有遗漏。康奇依旧在做最后的挣扎，导演，一个小孩子的话而已，怎么能当真呢？导演抬手制止了他，
来几个工作人员跟我重新检查一下嘉宾们的行李，一定要确保不能有任何遗漏。他要检查所有嘉宾的行李箱，并不是相信了圆圆，而是觉得自己当时检查的没有到位。康琪却有些着急，别人他不知道，但是他行李箱里是真的有钱，可是他现在只能咬牙配合。其他嘉宾接到通知不明所以，怎么突然又要检查行李箱了？进来之前不是已经检查过了吗？是尉迟的妹妹，非说我藏钱了。康琪无奈苦笑，导演也不知道怎么了，听了这小孩的话，就要重新检查大家的行李箱。秦以南蹙眉，方米兰脸色也有些不好，他直接就跟导演说了，冯导容我说一句，大家忙了一天已经够累了，因为一个小孩的话大动干戈不太合适吧？是啊，导演，该上交的我们都已经上交了。冯导却不为所动，一定要检查到位了。我当然不会白检查，如果工作人员没有从你们的行李箱中检查到什么，节目组就给你们100资金，但如果有哪一组检查到了，那一组就得给节目组100。这下方米兰也没话说了。100资金啊，从前他肯定不放在眼里，但现在确实需要。康琪的脸色就很难看了。方米兰等人配合打开行李箱，让工作人员检查，就连尉迟和圆圆的也被重新检查了一遍，最后只剩下康琪这一组。几组嘉宾得了钱，全都跟来凑热闹。秦以南没看出康琪的犹豫，还大笑着拍了下他的肩膀，还愣着做什么？赶紧去把你们的行李箱打开，很快你肯定也能拿到100块钱。有镜头在，康琪没办法，只好故作淡定，打开行李箱。工作人员戴着手套蹲下检查，着重检查鞋子鞋垫底下。第一双鞋子里什么都没有。呵呵，尉迟就等着被打脸吧。感谢尉迟把脸伸过来让我们打，还免费赠送我哥100块钱，哈哈，恐怕尉迟这100块也捂不热乎了。直播间里康琪的粉丝正在庆祝，然而下一秒，这里有200块钱。在镜头的记录下，工作人员从康琪另一双鞋子的鞋垫底下拿出来了2张100元大钞，粉丝们的笑容戛然而止，脸颊火辣辣的疼。其他嘉宾更是目瞪口呆，尉迟也震惊无比，他其实已经做好了被打脸的准备。只有圆圆仰着小脑袋十分骄傲，圆圆没有说错吧？场面安静，真落可闻。圆圆的小奶音特别清晰，康琪也及时表现出很惊讶的模样。我想起来了，这是我好几个月之前放进去的，我都忘了这里面还有钱，不然我一定会上交的。脸好疼，康琪的鞋子里竟然真的藏着200块钱，不是，之前工作人员都没看到，圆圆是怎么知道的？运气好猜的吧？没听到康琪说这是好早之前放进去的吗？就是，康琪肯定是早忘了这回事儿，他只是误打误撞。这里没脑子的人还真多，至于在场有几个人信康琪这话那就不知道了。为了挽回形象，康琪表示虽然自己忘了这件事，但还是接受惩罚，给节目组100块钱，粉丝都心疼死了。康琪在失去25块钱之后，又失去了100块钱，牙根都要咬碎了。结果导演转头就给了尉迟50，并说你们举报成功，这是奖励。其他嘉宾看傻眼，导演带着工作人员收工，不忘回头跟他们说，你们之间可以互相监督，如果举报得当，会得到相应奖励，如果胡乱举报也会得到扣钱惩罚。嘉宾们总觉得导演在把他们当外国人整。导演走了，尉迟也带着圆圆离开，其他人也没有多留，他们都不是没脑子的人。今天这一出他们算是看明白了。等所有人走后，康宇明才反应过来，对康琪拳打脚踢，大吵大闹一通。康琪知道房间里有摄像头，所以一直在隐忍，还跟他道歉。他的粉丝已经开始攻击康宇明，给路人观众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。这个直播间真是一片乌烟瘴气。走了，快去隔壁圆圆直播间，哈哈，笑死我了。快看来我们玉圆兄妹真是一片和谐。直播间里，圆圆背着小手，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。哥哥，圆圆厉害吧？一下子就给你赚了这么多小钱。玉吃嘴角微抽，纠正他，就算你赚再多钱，也得给我好好走路。其实他心里还挺震惊，其他人不知道，但是玉池记得圆圆说康琪私藏了200块钱，结果被找出来的还真是200，这也太巧合了吧？150是多少呀？圆圆还在自言自语，掰着小手指算5比3多。圆圆把欠哥哥的钱还清了。圆圆还记得玉池说过他欠他130多，剩下的圆圆皱着小眉头算了算，没算清楚，干脆道剩下的就给哥哥当零花钱好了。这豪迈的架势仿佛给了玉池花不完的钱。完了后，他还一本正经地说：“哥哥，你以后要听圆圆的话，圆圆一定会带你赚更多小钱的。”尉迟无言以对，直播间的观众们直接笑喷。今天所有的快乐都是小元宝给的，好家伙，这一天下来，尉迟什么都没干，白的200块，其中150都是圆圆的功劳。话说圆圆到底是怎么知道康琪行李箱里有钱的？你们忘了吗？圆圆之前还说过康琪藏了200，就算别的是巧合，那这也是巧合吗？万能的网友们讨论了一晚上，都没讨论出个所以然。第二天早上8点，圆圆醒来，自己起床去洗漱。尉迟昨晚熬夜打完游戏，还在呼呼大睡。等小人鱼洗漱完毕，过来喊哥哥起床。哥哥快起床了，我们今天要出去赚小钱。虽然摄像头被毛巾盖住，但直播间的观众一大早就听到了这道小奶音，瞬间被萌化。我以为是尉迟起床了，没想到是圆圆掀起的。这个家到底谁是家长，谁是小孩？糟了，尉迟有起床气，他被吵醒该不会要打小孩吧？圆圆摇晃尉迟，这家伙翻了个身，蒙住头继续睡。哥哥起床，太阳晒屁股了。圆圆使出吃奶的劲儿，也没把尉迟从床上拉起来，倒是把自己累得不轻。不过他也成功把尉迟吵醒。有起床气的尉迟顶着一头鸟窝似的头发坐起来，浑身散发着低气压。他看着身边的小孩冷笑一声：“明天你死定了。”圆圆压根不懂这句话的意思，推着他去洗漱。尉迟洗了把脸才算精神过来。等他从洗手间出来，小圆圆拿着几个小皮筋过来，哥哥给圆圆扎小揪揪。小人鱼觉得昨天的发型很好看，但他自己不会，所以就让便宜哥哥给他扎。这有什么难的？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？尉迟极其自信地接过小皮筋，开始给圆圆扎小揪揪。5分钟后，成功把自己的手指缠进圆圆的头发丝里。又5分钟后，尉迟崩溃，不扎了。圆圆也抱着自己的小脑袋，不让他给自己扎头发了。哥哥笨蛋！尉迟跟他呛声：“是你的头发太长了，一点也不好扎。”圆圆不服气：“才没有！造型师叔叔说圆圆的头发好看。”尉迟多少有点底气不足，脚底抹油开溜。我去买早饭。圆圆没办法，只好散着头发出来。
哦，虽然我们小圆圆这样散着头发也很好看，但我还是要说一句，尉迟真是一点责任心都没有，就是不会扎就学啊。他倒好直接走了，尉迟不会当这个家长就让我来，我一定会把小元宝打扮得美美的。弹幕上开始谴责尉迟。圆圆从楼上看到了楼下的秦淼和陆雪晴，两个女孩的发型一个比一个好看，让她羡慕极了。圆圆扒拉着护栏，把小肉脸挤在两根栏杆中间，看了楼下好一会，突然想到了一个好主意，返回房间去拿小梳子。等圆圆下楼，尉迟也光速买早餐回来了。看到圆圆，尉迟这才想起什么，向一旁的女工作人员求助，能不能请你帮圆圆扎一下头发？安月瑶愣住，等她反应过来，刚要答应，导演的声音却悠悠响起，帮忙扎头发，一次5块教学也一样。这下连工作人员们都向导演投去了谴责的目光。现在先不骂尉迟了，改骂导演你了。导演你怎么回事？有你这么薅嘉宾羊毛的吗？导演你这次真过分了啊！我倒觉得导演没做错，尉迟不想自己掏钱就在网上学呗。直播间的声音分化两极，身为工作人员，安月瑶也只能听导演的。尉迟正要拿钱，却看到圆圆跑去找秦淼和陆雪晴。小家伙看着秦淼和陆雪晴，小奶音软乎乎的，淼淼姐姐，小雪球，你们爸爸和姐姐好厉害啊，帮你们把头发扎得这么好看。你们可不可以让我哥哥跟他们学扎头发呀？哥哥他太笨了，都不会。自己的爸爸被夸奖，秦淼比自己被夸还高兴，二话不说就答应了。这有什么难的？我一定让我爸爸教会你哥哥。他拍着小胸脯表示包在自己身上。陆雪晴有点腼腆，但也点点头表示我也可以让我姐姐教你哥哥。太好了，谢谢你们。圆圆拉住两个小姐妹的小手，跟他们贴贴。圆圆也让哥哥教你们姐姐和爸爸打游戏赚小钱钱。我哥哥可厉害了，一下子就赚了50块钱。说着，他还给比他大的两个小姐妹解释，50块钱就是5个10块，能买好多小零食。这下轮到两个小姐妹震惊了，圆圆你哥哥好厉害啊！圆圆骄傲的不行，尉迟真是既感动又尴尬。爸爸，你听到了没有？你快点过来教圆圆的哥哥扎头发呀，这样他才能让他哥哥教你打游戏赚钱。把早餐端出来的秦以南哭笑不得，学打游戏就算了，你爸爸我没那个天赋，不过教扎头发这件事倒是没什么问题。陆星抬手附和，我也一样，昨晚他们能拿到100块钱，也是多亏了尉迟和圆圆兄妹俩。谢谢秦叔叔和陆姐姐。秦淼则跟个小大人一样，对秦以南恨铁不成钢。爸爸，你太没有上进心了，这样我们怎么赚钱住大房间？秦以南，秦淼叹了口气，转头跟圆圆商量，圆圆妹妹，要不然还是我跟你哥哥学打游戏吧，我爸爸他太笨了。陆雪晴也小小声说，那我也一起学。好，圆圆一定让哥哥教会你们。小家伙先答应小伙伴，然后又冲尉迟招手，哥哥你快过来呀，千万不要乱花小钱钱。他刚刚都听到了导演叔叔要哥哥给小钱钱，才让工作人员姐姐帮自己扎头发。看到导演膝盖中箭的表情，尉迟笑出了声，故意说导演真是不好意思了啊，哈哈哈。尉迟大笑着离开，工作人员们也偷偷憋笑，弹幕上也是一片哈哈哈。导演气得瞪眼，笑什么笑，都不许笑了，谁还没有被嘉宾反击的时候？不过是5块钱而已。看到导演破防，这下别说是工作人员们了，餐桌上的嘉宾们都笑出了声。看来以后啊，我们但凡能互相帮忙的就帮个忙，不能让导演薅我们的钱。秦以南的说法得到了陆星和尉迟的支持，至于方米兰和康琪，前者早就出去了，后者还没出来，所以这里只有他们3组。导演被气得呼哧呼哧，拿着小喇叭跟他们喊话，你们说这话的时候能不能背着我点儿？当他面说，他不要面子的吗？尉迟给圆圆买了瘦肉粥，附带一个小肉包，算是弄疼他头发的赔偿了。小家伙吃得喷喷香，听到导演的声音，歪了歪头，秦叔叔是背着导演叔叔你说的呀，哈哈哈。客厅里又是一阵大笑。圆圆眨了眨眼睛，他说的不对吗？不管了，小人鱼继续干饭。等吃完早饭，秦以南和陆星轮流叫尉迟给圆圆扎头发。奈何尉迟手太笨，总是扎不好。最后陆星看不下去了，给圆圆扎了一个半扎法。谢谢陆姐姐，陆姐姐不仅会扎头发，还长得好漂亮。小家伙抱住陆星，小嘴跟抹了蜜似的。还有，陆姐姐的指甲也好好看。小人鱼最喜欢不灵不灵的东西了，但他低头看看自己的小爪子，什么都没有。陆星都被夸得有点不好意思了。你呀，我这个不是真的指甲，是美甲，我自己做的。圆圆眨巴眨巴眼睛，陆姐姐好厉害，还会自己做这么漂亮的指甲。陆姐姐要是能给别人做漂亮指甲，一定会赚很多小钱钱。陆星略微一顿，然后猛地抱住圆圆亲了一大口。圆圆你可真聪明，姐姐爱死你了。她怎么没想到这么好的赚钱办法？而且美甲的成本也不算很高，比她累死累活去发传单赚多了。圆圆被亲的小脸懵了，根本不知道自己一句话就帮了陆星大忙。圆圆宝贝，从今天开始，你的头发由我包了。太激动了，我们姐姐不用再顶着大太阳发传单了。全体星香也在此感谢圆圆，感谢圆圆，圆圆以后就是我亲妹妹，谁也不许骂她星姐之后会摆摊做美甲吗？如果是的话，我一定去支持。但导演说了不能赚粉丝的钱，谁说我是粉丝了？我是顾客。陆星恨不得立刻行动，在他们出门前，导演却叫住了他们。就在陆星以为导演会否决他的时候，冯导让工作人员拿来了几把气球。今天你们还有一个任务，那就是让小嘉宾们自己把这10个气球卖出去，每个气球3块钱，赚到的钱归你们自己。用细塑料管支撑着的气球每数大概有10个，全部被弄成了各种小动物的样子，应该会很好卖，而且3块钱一个，也就是说他们能赚30块钱。圆圆已经迫不及待去拿了气球，等跟2个小姐妹告别，圆圆拿着气球跟尉迟出了门。不过2人很快又折返回来，导演和工作人员以为他们忘了拿东西，谁知尉迟上去一趟，提了2个行李箱下来，一大一小，正是他和圆圆的电动行李箱。冯导，我已经有了一种不太好的预感。果然，尉迟把行李箱提到外面。圆圆手中的气球移交到尉迟手中，一大一小就这么冲出了导演的视野。半晌后，导演抱头大喊：大意了，我应该让他们2把行李箱上交的。直播间的观众们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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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好像听到了导演崩溃的声音，我不行了，谁能想到行李箱还有返场啊？当然也有不和谐的声音，尉迟这算不算作弊啊？肯定啊，说不准还收买了导演，光明正大给他开黑幕呢。冯导，我不是我没有我冤枉。尉迟专门在2个行李箱上拴了根绳，免得圆圆变成脱缰的野马。哥哥，我们要去哪里啊？圆圆小脸兴奋地问。尉迟想了想，去公园。
那里小孩应该比较多，气球应该好卖出去。圆圆不解，为什么要把气球卖给小孩子，卖给大人不行吗？行，那得看你卖不卖得出去。玉池也不跟他掰扯，圆圆一定会卖出去的。圆圆举起一只小手冲压，玉池沉声把手放回去，不许单手开，不然以后都不让你开了。最后这句话扼住了小人鱼命运的后脖梗，乖乖把手放到行李箱的把手上，还是太危险了。玉池，你要不还是先给圆圆买个头盔护膝什么的吧，我看着好危险。圆圆，你还是不要骑了。妈妈看得揪心，直播间的妈粉们看得心脏一紧一紧的。不过最后两人安全抵达了一个小区的公园，虽然现在正值暑假，但现在这个点，公园里大多数还是老人，小孩根本没见到几个。玉池向圆圆投去了一个目光，去吧。圆圆也不发怵，把两只小手放在嘴边。小奶鹰大喊，有没有人要买小动物气球呀？只要3块钱一个哦。圆圆只有10个，卖完就没有了。他还挺会做生意，知道饥饿营销。在场的老人谁家没有小孩，又有谁不喜欢小孩？尤其是看到圆圆这么奶乎乎一个小团子，更是喜欢的不得了。旁边一个老奶奶笑盈盈的问他，乖乖，你咋这么小点就出来卖气球了？圆圆要帮哥哥赚小钱呀。拿着气球的玉池顿时被围观，你这小伙子看着有手有脚的，咋还让自己的妹妹出来卖气球赚钱？哦，我知道了，这是摄像机，你们是在录节目吧？玉池还没来得及点头，圆圆就哇一声捧起了场。爷爷你好聪明呀！老爷爷顿时被夸得挺直腰板。那是，我跟你说，我可是看过好多节目的嘞。我去，老奶奶挥手打断他，然后又慈爱地对小圆圆说，乖乖，奶奶要2个气球。圆圆从玉池手中拿过气球，奶奶挑2个自己喜欢的。老奶奶拿了2个颜色形状都一样的气球，又给了圆圆6块钱。我也要一个，我也买一个。陆续又有好几个人买了气球。不一会儿的功夫，圆圆手中的气球就卖完了，还有几个老人想买没买到，索性问圆圆，小娃娃，你之后还来这里卖气球吗？到时候一定要先卖给我们呀。圆圆一下子就发现了商机，那圆圆今天回去买好多个气球吹，明天拿来卖给爷爷奶奶们。乖乖，这些气球都是你自己弄的吗？几个老人震惊了，这是什么神仙子儿？为什么不是他们家的？不是，圆圆昨天只是吹了气球，这些是工作人员哥哥姐姐弄的。圆圆急忙解释，还伸出一根小手指，说圆圆只弄了一个气球小狗，那也很厉害了。举乖乖，你明天可要记得来啊，爷爷奶奶在这儿等你。好的。圆圆3言2语谈好生意，正打算带着哥哥离开，却听到了小奶狗的叫声。哎呦，今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豆豆老是冲小宝的婴儿车叫个不停，一个戴着眼镜的老奶奶推着婴儿车过来，还有一只白色的卷毛小狗正围着婴儿车叫个不停。陈奶奶不知道她怎么了，愁容满面，忍不住跟老友们絮叨，是不是该给孩子换尿不湿了？陈奶奶解释，不是，我刚还看了呢，那是孩子饿了，是不是豆豆想回家了呀？在场几个老人你一言我一语的猜。陈慧英想了想说，那我还是先带豆豆和小宝回家再看看吧。汪汪汪汪，陈慧英推着婴儿车要走，豆豆却又叫了起来，甚至还来咬她的裤腿。陈慧英有点生气，豆豆，你再不乖的话，下次奶奶就不带你出来散步了啊！哦，小奶狗急得嗷嗷叫，黑溜溜的眼睛机灵又委屈。怎么办？有没有人能听懂豆豆说话呀？这个婴儿车里的不是小宝，是奶奶和另一个奶奶推错婴儿车了。陈慧英批评完豆豆，推着婴儿车走，圆圆立刻从行李箱上滑下来，向陈慧英跑去。奶奶你不要生气，小狗狗是想提醒你推错车了。什么？陈慧英一急，但很快就冷静下来，这里面就是小宝啊，难道我还会认错自己的孙子不成？她有点不太高兴。是啊，乖乖，这话咱可不能乱说。周围的老人很喜欢圆圆，所以也第一时间劝说，谁知圆圆却坚持道，圆圆没有乱说，圆圆是听小狗狗说的。哎呦，你要气死我了！陈慧英被气得捶胸顿足，其他人纷纷安慰她，慧英啊，小孩子不懂事，你千万别放在心上。呵，他要是真能听懂小狗说话，我倒立吃翔。小元宝千万不要立能听懂小动物说话的人设，很容易翻车的则。我看已经翻车了。直播间里，因为圆圆的话引来了大量不满，圆圆还要说什么，小身子就腾空了。哥哥，你干嘛呀？圆圆吓了一跳，原来是玉池把他给扛起来了。玉池面无表情，等回去再教训你。说完冲老人道歉，点头，要带圆圆离开。哥哥，你快放我下来哇！圆圆急得2条小短腿直扑腾，奈何不管用，他只能大喊道：奶奶，豆豆还说你在路上遇到了一个跟你推着一样婴儿车的奶奶，你们坐在一起说话，最后不小心推错了车。豆豆也紧跟着汪一声，仿佛在说，对，就是这样。陈慧英哎呦的声音顿住，虽然不知道圆圆是怎么知道这些的，但明显还是有点不太相信。一旁的老人笑了一声，你这孩子，就算婴儿车一样，那小孩穿的衣服肯定不一样啊，怎么会分不出来啊？这话一出，陈慧英的脸色瞬间就变了。她之所以会跟对方说话聊天，就是因为他们2个推的婴儿车和给小孩子穿的衣服一模一样。她和对方一见如故，聊了得有半个小时，最后对方接到电话，匆匆推着婴儿车离开。想到自己真可能推错了车，陈慧英呼吸急促，赶紧把婴儿车的顶棚推开，去检查孩子啊。这仔细一看，她惊得发出一声大叫，这真不是我家小宝，我家小宝还带着一个小金锁呢。周围忽然安静下来，连玉池也顿住脚步，只有婴儿车里的小孩被他的声音吓到哇哇大哭起来。我去闹了半天，还真推错车了呀！人怎么能捅这么大篓子，连自己的孙子都没认出来？这么说，圆圆真听懂小狗说话了。那位说要倒立吃翔的朋友呢？剧本一定是有剧本。陈奶奶慌了，慌的手脚都开始发抖，大脑一片空白。怎么办？现在可怎么办？是好啊！旁边的老太太扶住她的手，你别急，仔细想想那个人有没有说他住在哪啊？对，只要找到他，肯定能把孩子换回来的。陈慧英终于冷静了一些，但仔细一想，她又开始掉泪。没有，我们光顾着谈孩子去了，没记得他说过这些，那还等什么？赶紧报警啊！陈慧英哆嗦着拿出手机，汪汪汪！这时豆豆汪汪几声朝着一个方向跑去，小人鱼及时翻译，豆豆说他可以找到小宝宝，奶奶你快跟上他。陈慧英由于一旁的老友推了推他，别愣着了，说不准豆豆真能找到小宝，现在快点把孩子换回来最重要。在老友的催促下，陈慧英赶忙推着婴儿车追上豆豆，几个跟他关系不错的老头老太也跟着一起去。
圆圆在浴池肩上指着陈奶奶他们的方向，哥哥出发。等浴池反应过来，人已经带着圆圆跟了上去。跟拍大哥刚要提醒他们两个忘了行李箱，就被耳麦里的导演制止，别告诉他们，我马上让人去收走。导演，你这也太损了吧！行李箱，你们两个但凡回头看我一眼，都不会失去我 HH 等浴池和圆圆回来。突然发现家被偷了，好想快点看到他们两个发现行李箱不见的表情。此时浴池和圆圆还不知道这件事。一行人跟着豆豆左转右拐，豆豆还时不时停下来等一等他们，可是走了这么远还没有找到跟他推错婴儿车的人。陈慧英心里越来越没底，豆豆这不是带着我们瞎胡跑吗？我看我们还是等警察来吧。几个老人也如此说，汪汪。豆豆回头冲众人叫，圆圆帮忙翻译，小狗狗说就在前面了。陈慧英一咬牙跟了过去，很快他就看到了一道熟悉的身影和一辆婴儿车。周真似乎还没发现推错了婴儿车，正坐在路边的椅子上看婴儿车里睡着的小婴儿。豆豆汪汪叫着上前找到小主人，他的小尾巴摇得十分欢快，连两只小耳朵都竖了起来。周真看到豆豆觉得有点眼熟，但一时没想起来在哪见过。谢天谢地！陈慧英大喊了一声，连忙推着婴儿车上前，老姐妹，我可算是找到你了。周真看到陈慧英，表情愣了一下，你这是？陈慧英喘了口气，立刻说，我们两个推错婴儿车了，这个才是你家的。周真闻言吓了一跳，怎么会呢？真的。陈慧英连忙解释，这俩孩子虽然长得有点像，但细看还是能分出来的，而且我家小宝脖子上还带着一把小金锁，不过一直藏在小衣服里，不信你看看。周真皱着眉，似乎不太信，但看他随时会冲上来的样子，还是嘀咕着检查了一下。这一检查，他也大惊失色，这真的不是我孙子。说罢，他冲向陈慧英这边的婴儿车，陈慧英也连忙过去看孩子，两人对着两个孩子一通检查，确定是自家的之后，心都落回了肚子里。还好大妹子你及时发现，不然我都想不到会推错婴儿车。周真有些懊恼，陈慧英也有点尴尬，这还真不是他发现的。跟着陈慧英一起来的几个老人笑说，换回来了就好。对，换回来了就好。就在几个人以为这场乌龙结束要回去的时候，圆圆小耳朵一动，听到了一道慵懒的声音，劝你们这些愚蠢的人类不要放走这个老太婆，她可是故意换掉孩子的。圆圆四下找了找，看到了一只正在花坛边舔爪子的猫，它可能是流浪猫，所以身上脏兮兮灰扑扑的。小人鱼的雷达立刻响了，急忙躲到浴池腿后，搀着小奶鹰跟他告状，哥哥，那边的猫猫说这个奶奶故意换掉小宝宝。他指着周真对浴池说，圆圆的声音不小，所以在场的人都听到了。刚松一口气的陈慧英神色大变，其他人也不约而同地看向周真。周真推着婴儿车的手一僵，你们怎么能听信一个小孩的话？这明显就是一个误会啊！如果孩子换不回来，我一定比你更着急。他说的情真意切，陈慧英几人的怀疑倒是打消了几分。这孩子也真是的，还说什么能听懂小猫说话。他故作轻松地怪嗔圆圆，该不会还有什么反转吧？人家有自己的孩子，干嘛换了呀？替别人养孩子很好玩吗？那猫一看就是流浪猫，怎么可能知道这些没什么好看的了？都散了吧。流浪猫咦了一声，因为发现圆圆能听懂他说话而停止舔爪子的动作，迈着优雅的猫步上前，你竟然能听懂本喵说话，圆圆，你不要过来呀！圆圆用力把自己缩在浴池腿后，虽然害怕，但还没忘记要警示，哥哥，圆圆真的听到猫猫说那个奶奶故意换掉小宝宝。玉池虽然觉得事情有点匪夷所思，但还是问了圆圆一句，那你还听到他说了什么？我可没时间继续陪你们在这里胡闹。周真气得哎呦几声，留下一句话，推着婴儿车就走。这时流浪猫再次冲圆圆喵喵几声，圆圆点点小脑袋，立刻开启翻译。猫猫说了，你们可以看路边的监控，他看到过那个坏奶奶好多次偷窥跟踪陈奶奶和小宝，他还闭嘴。周真被迫停下脚步，尖声打断圆圆，你别以为你是小孩就可以随便污蔑别人。圆圆仗着有哥哥在才不怕他，继续说。猫猫说他还在手机上搜索怎么换掉小孩不会被发现，说他是故意把自己的孙子打扮成跟小宝一样的。圆圆话音落下，周围寂静了2-3秒，然后才响起一片倒抽冷气的声音。看着周真的反应，其他人顿悟，难怪两个孩子连穿的都一样，原来是早有预谋。我就说婴儿车一样就算了，怎么连孩子的穿着打扮都一样？哪有这么巧合的事情？可不是，如果不是豆豆发现孩子不对，又有圆圆提醒，谁会往这方面想啊？而且我看这两个小孩长得还很像，就算回去发现小宝带的小金锁没了，可能也只是怀疑丢了，谁能想到连孩子都给换了呢？陈慧英听得一阵天旋地转，周真还在歇斯底里地辩解，这不是真的，一个小孩说的话怎么能当真？你们见过谁能听懂小猫说话？而且我为什么一定要换掉孩子呢？为了给别人家养孩子吗？你们都清醒一点啊！玉池懒得听他狡辩，那就报警好了，让警察来调查。如果你是无辜的，我跪下来给你道歉都行。说着，他就拨打了报警电话。周真瞪大了眼睛，嘴唇子直哆嗦。他本来想得很好，如果事情不被发现最好，如果被发现，那就装作是不小心弄错了婴儿车，反正谁也不会想到他想换孩子上面去。但谁能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，还把他的计划全说了出来。如果警察来了，他就真的跑不了了。我不跟你们掰扯了，你们简直是一群精神病。周真瞪了眼圆圆和流浪猫，推着婴儿车就要走，结果他还没动就被拦下了。警察马上就到，如果你没有做这些，他们肯定会还你清白的。你跑什么？听到警察马上就到，周真再也承受不住，扑通一声跪下，声泪俱下求饶，求你们不要告诉警察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是我鬼迷心窍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，求你们饶了我这一次吧。几人听到他亲口承认，脸色瞬间铁青，尤其是陈慧英，浑身的血液直冲脑门，差点晕厥过去。他没想到这个人居然真的早就盯上他家小宝了，报警。必须报警告诉警察，他不想知道周真这么做的原因，只想让警察快点把他给抓起来。不，我求求你们了，我保证就这一次。周真此刻真是被吓破胆了，向陈慧英求饶求原谅。陈慧英没有心软，坚决要等警方来把事情告知警方。做出这种事情他怎么还有脸求饶？细思极恐，这幸亏是早发现了，不然孩子换不回来都有可能。这翻转堪比大型苦情连续剧，说没有剧本我都不信，以后遇到这么多巧合的事还是长心点吧。这么说圆圆非但没有无理取闹，还真帮了大忙。
等警察来了再说吧。谁知道是不是导演雇的演员在演我们呢？这次出警的是附近警局的警察，不是熟悉的玉林州。2名警察听完事情的经过，都难以相信，尤其是在听到圆圆能听懂小猫小狗说话时。周真已经当众承认了做过的事，跟警方查证到的结果一样。回到警局，警方还没有审问周真，他就把该交代的都交代了。他说自己只是想让孙子过更好的生活，因此才动了这个念头。因为他们家里不如陈慧英家里富裕，所以在一次偶然看到陈慧英带着孩子出来，见这孩子跟他孙子长得有7、8分像，才动了这个念头。说完，周真又激动道：“警察同志，我只是换了孩子，这应该不犯法吧？再说现在不是已经换回来了吗？你们能不能把我给放了呀？我保证以后再也不做这种事了。”看他还抱着侥幸心理，其中一名警察冷着脸告诉他：“你这已经构成了拐骗儿童罪，是犯法的。这怎么可能？孩子不是已经换回来了吗？”做记录的年轻警察被气得不行，换回来了不代表你没做过。周真心里的希望破碎，跌坐在椅子上。陈慧英从警方口中得知周真这么做的原因，心里差点呕死了。他竟然还有脸说出这种话！警察同志，你们可一定不能放了他。2名警察表示一定会按照法律处置。陈慧英这才觉得心里舒坦了些。要是因为孩子及时换回来，治不了周真的罪，他恐怕得气死。缓了缓，他转过身，真心对玉池和圆圆道谢。这次可多亏了你们2个，尤其是圆圆，奶奶之前还误会你了，对你态度不好，真是太不应该了。这样，你们看这也快中午了，不如你们俩跟我回家，中午我给你们做一大桌好吃的，就当是谢谢你们了。玉池本想拒绝，可圆圆却一口答应。好啊，不过圆圆也没忘了大功臣，奶奶也带上猫猫一起去吧。流浪猫第一次遇到能听懂它说话的人类，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跟着一起来了警局。正是因为他这份好奇心，所以才会注意到周真的行为，知道他这么多事，那有什么问题？陈慧英一口答应。还有我们豆豆，奶奶回去也给奖励。豆豆摇晃着小尾巴汪了一声，黑溜溜的眼睛亮晶晶的。几个老人也对着圆圆一阵夸，都把小家伙夸得天上有地上无了。而警方这边联系了周真的儿子和儿媳，让他们前来带孩子回去，并告知他们周真所犯的罪行。2人匆忙赶到警局，就听警察说了这件事情。2人向警察再三确定，得知孩子差点被周真换给别人家，他们无法理解他的行为，对他一阵痛骂。你为什么要自作主张做出这样的事情啊？我们平时有哪里对你不好吗？你为什么要把我的孩子换掉？你怎么这么狠心？面对2人的指责，周真痛心疾首。我这也是为了孩子好啊，我是为了让他过上更好的生活，以后说不定还能接济我们家。周真想得很好，还想等孩子长大之后再认回来，从他身上讨好处呢。听到他竟然说出这种话，甚至还觉得自己没错，邱建明彻底失望了。你之后就待在里面好好反省吧，就算你将来出来了，我们也不会再把孩子给你带。邱建明的妻子也冷声道：“别说带孩子，以后你看都别再想看一眼，就当孩子没有你这个奶奶。”事情搞砸了，自己进了局里，还跟儿子儿媳离心，将来孙子肯定也会怪他。周真终于流下了悔恨的泪水。看了周真之后，邱建明夫妻带着孩子来给陈慧英道歉。他们平常就忙着赚钱，没想到周真会有这种想法，而且竟然还落实了。想到孩子被换，他们2个也一阵后怕。2人道歉后就带着孩子离开了，没讨嫌，毕竟事情是他们家里人做的。陈慧英没说什么，倒是身边的老头老太太们叹了口气，这2人摊上这么个妈也是造孽。等他们一行人出了警局，玉池才猛地想起自己的行李箱。别急别急，公园那边都是我们认识的人，他们肯定会帮忙看着的。这话才刚落，随行摄像的声音就响起，导演已经让人把你们的行李箱拿走了，说是没收。圆圆和玉池听到，表情如遭雷击。什么？圆圆的行李箱车没了？对，没了，哈哈哈哈哈！傻了吧？谁让你们不多长点心？啊！我笑到打鸣。行李箱，再见了妈妈，今天我就要去远航。前面的你为什么可以发语音？在场的几个老人听明白后都看不下去了，你们导演怎么能这样呢？不就是一个电动行李箱，怎么还能没收？可是这样的，摄像替自家导演解释了一番。听完后，几个人对圆圆更怜爱了。圆圆啊，你以后就来奶奶家吃饭，奶奶绝不让你饿着。不行，圆圆怎么能只去你一个人家里？这样晚饭来我家，那明天就上我家来，我手艺可好了，到时候咱给圆圆好好露一手。这可不行，我们节目组规定，必须由嘉宾亲自打工赚钱，不能接受他人的接济。摄像连忙开口阻止，不然恐怕圆圆之后的伙食就被他们给全包了。几个老人怒视的目光齐刷刷落在摄像身上，摄像大哥瑟瑟发抖。导演，幸好我没去现场，好在圆圆是个有责任心的小孩，挺着小胸脯说：“爷爷奶奶不怕，圆圆能赚很多小钱，钱大。”几个老人还是不放心，那圆圆记得明天带气球来公园，到时候我们带其他人来买。好的，这次为了防止引起众怒，导演没吱声。今天这顿午饭，圆圆和玉池就在陈奶奶家解决的。圆圆和玉池离开的时候，陈慧英还送了些水果让他们带着，至于流浪猫也留了下来。从今往后，它就是一只有家的猫了。等到了晚上，儿子儿媳回来，陈慧英才跟他们说起今天发生的事。2人顿觉头皮发麻，赶紧去检查了一下孩子，确定孩子是他们的。2人这才松了口气。妈，这事儿是真的吗？您该不会故意开玩笑吓唬我们的吧？对呀，妈，你说的那孩子怎么可能听得懂小动物说话呢？听他们这意思，明显就不相信。陈慧英表情严肃，我是那种会拿这种事开玩笑的人，不信你们去问老张他们，去问警察。2人这才不得不信。当然，对圆圆能听懂小动物说话这件事，他们还是存疑的。简圆圆和玉池这边，2人解决了午饭问题，玉池又带着圆圆去买了2袋气球，以及支撑气球的塑料管，坚决不给导演送1分钱。回到节目组的酒店，圆圆用午休和下午的时间吹了50气球，小心的将它们拧成各种小动物的形状。玉池这个没用的就在网上搜教程，因为让工作人员交要付费，还有他们的行李箱想要回来，行，得拿钱买，但现在他们就缺钱啊。
过了下午5点，外面的气温没有这么高了，两人才拿着一半的气球出去卖。这个时候，尉迟好歹发挥了用处，帮圆圆叫卖吆喝了几声。在天黑之前，两人卖出去了20只气球，成本价都赚回来了几倍。最后成功续费锁住的房间，钱也所剩不多。简等到第二天，圆圆起了个大早，拉着犯困的尉迟带着其余的气球来到昨天的公园。老人们都很早起来锻炼身体，而且他们也听说了圆圆昨天的光辉事迹，此刻看到她，那就跟看亲孙女似的。小圆圆这么早就来卖气球啊？那爷爷必须照顾你生意，买2个。昨天我看了直播，咱小圆圆可真能干，我必须买个气球支持一下。我也买2个回去给我孙女。不多时，所有的气球就被一抢而空。今天陈奶奶没有来公园，虽然孩子换回来了，但其实她还是有些后怕的。不过她拜托老友帮她买了几个气球，也照顾到了圆圆的生意。等从公园离开，尉迟还没想到赚钱的路子，什么发传单、送外卖，通通 pass。正在尉迟愁眉苦脸时，路过这里的康琪看到了他和圆圆。好巧不巧，尉迟和圆圆此刻正站在垃圾桶附近，一大一小格外显眼。尉迟还一副为钱苦恼的样子。康琪想到自己昨天运气好，赚了不少钱，上前对尉迟发出嘲讽：“尉迟，你该不会要捡垃圾赚钱吧？虽然我知道你看不上送外卖、发传单这些，但也没必要自甘堕落来捡垃圾吧？”尉迟翻了个白眼：“要你多管闲事。”圆圆仰着头，用纯真的小奶音问康琪：“堕落是什么？为什么捡垃圾会堕落？”圆圆之前看到几个老爷爷老奶奶捡垃圾，他们还卖了很多小钱呢。直播间的观众本来没觉得康琪的话有什么，甚至准备对尉迟开骂。然而圆圆的话一出，却让他们意识到不妥。康琪讨了个不痛快，也意识到自己说了不该说的话，他连忙解释：“刚刚是我用错词了，我只是想说，如果你不知道要做什么工作的话，我倒是可以向你推荐一个。”尉迟微笑：“那你倒是说啊。”康琪咬着牙忍了又忍，才说出一个：“可以去饭店弹钢琴。”昨天晚上他运气好，恰好有个饭店的钢琴师来不了，他主动前去帮忙解决了麻烦。饭店经理直接给了他500块费用，这跟在大街上卖艺赚钱不同，得到了导演的认可，因此他还想到了之后要靠什么来赚钱。尉迟哦了一声，根本不打算采用。康琪又恍然想到了什么，带着一丝幸灾乐祸道：“我忘了，你好像不会弹钢琴。”尉迟：“那你还说？”抱歉，一时没想到。康琪掩饰住嘴角的弧度。对了，我们还有事，就先走了啊。说罢，他心情还算不错的带着康玉明离开。尉迟，这什么态度啊？他自己不会弹钢琴，又不是康琪的错，就是整得跟别人欠他似的。康琪还是太体面了，昨天被他们兄妹举报，今天还告诉他们赚钱的路子，谁说不是？康琪就是太善良，所以才会一直被尉迟欺负。我寻思着尉迟也没说什么，是康琪自己过来，还主动说要告诉他怎么赚钱的好消息。有人帮尉迟说话了。坏消息，这条弹幕很快就被冲没了。圆圆和尉迟完全没有被影响心情。圆圆看了看不远处的垃圾桶，雄赳赳气昂昂道：“哥哥，我们也去捡垃圾赚小钱吧。”尉迟嫌弃：“我不要。”圆圆，你要。尉迟，要捡你捡，反正我不捡。圆圆捡就圆圆捡。圆圆冲到几个大垃圾桶跟前，然后被难住了。这些垃圾桶比他人高的不止1星半点，就算他跳起来也够不着里面。而且虽然现在是夏日的清晨，但垃圾桶里依旧散发出难闻的味道，隐约间还有一股臭味和血腥味。圆圆小眉毛打结。尉迟离这边远远的，就你这个高度，别说翻垃圾桶了，你够都够不着。我劝你还是快点放弃吧。这次圆圆却没有立刻跟尉迟呛声，因为他听到了垃圾桶的声音。捡垃圾好啊，刚好我这里有一颗新鲜的人头呢。人头？圆圆站在垃圾桶跟前，微微歪头，天真的问尉迟：“哥哥，垃圾桶会长出脑袋吗？你在说什么东西？赶紧给我过来！”尉迟上前要带着圆圆离开，以免他真的要去翻垃圾桶捡垃圾，那样这小崽子可真不能要了。哥哥真的有脑袋？圆圆指着垃圾桶说。尉迟本来不信，只是不经意间一瞥，恰好对上了垃圾桶里一只带血的眼睛。那只眼睛瞪得很大，瞳孔收缩着，发丝混着血粘在上面，比恐怖片特效妆还可怕。卧槽！尉迟大惊失色，端起崽就跑。哥哥，你为什么突然带着圆圆跑呀？圆圆小脸迷茫，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摄像跟上来也是满脸不解，发生了什么？尉迟被吓得嘴唇都发白了，哆嗦着看向垃圾桶的方向。有人头。摄像拍拍尉迟，又拍拍垃圾桶，镜头仿佛充满问号。应该是假人的吧？摄像不相信垃圾桶里真的出现了人头，认为应该是个假的，扛着摄像机过去查看。他这么一说，尉迟也有点不确定了，甚至也希望是自己看错了。尉迟胆子真小，被个假人头吓成这样，8成是他做了什么亏心事，所以看到个假的才会这么怕。别8成了，尉迟做的亏心事还少吗？哎呀，是人头啊，我好怕怕哦！就在直播间观众嘲笑尉迟时，摄像头聚焦在了尉迟看到的那个垃圾桶里。当他们看到黑色塑料袋里半露出来的东西时，快走啊！谁说这是假的？谁说的？救命！摄像大哥干嘛把镜头推这么近？感觉我跟贴脸了。呜，今晚噩梦的素材有了，报警！快报警啊！摄像身高马大的一个大男人都被吓得一个踉跄，飞快远离了垃圾桶。看他这反应，尉迟不用问就知道结果了。现在要怎么办？摄像六神无主地问尉迟：“没用的人类，还不快点去报警领赏？”圆圆听到垃圾桶的声音，双眼一亮，立刻对尉迟说：“哥哥，快点叫大哥哥来。”圆圆记得昨天尉迟报警来的不是玉灵州，所以这次特意提醒他。尉迟想了想，才逐一摁下玉灵州的手机号。喂，听到熟悉的声音，尉迟紧张的神经也松懈了一些。大哥，我发现了一颗人头，地址是……玉灵州向尉迟确认了一遍后，几乎没有迟疑，立刻起身，我马上带人过去，你不要让任何人靠近现场。好，我去。这声音好好听啊！3分钟，我要这个人的全部信息。没听说过尉迟还有个哥哥啊？尉迟不先报警，还跟他大哥打电话干嘛？难道死者跟他大哥认识？就在网友众猜纷纭时，玉灵州带着人来了。大哥哥，圆圆看到玉灵州，立刻向他小跑过来。警方拉起警戒线，装着人头的黑色塑料袋被取出，几个垃圾桶的垃圾也全部被倒了出来。警方正在检查垃圾里有没有别的肢体。玉灵州阻止圆圆靠近，直播间观众这才搞清楚他的身份。只是玉灵州气场太过强大，摄像也不敢拍到他的脸。但就算如此，也依旧让直播间一部分人发出嘶哈嘶哈的弹幕。尉迟的大哥竟然是警察，这身材我太可以了。
飞细溜，摄像大哥不要让我们对你失望，快点拍脸啊！尉迟之所以在娱乐圈这么嚣张，是不是因为他大哥在背后给他撑腰？大家千万不要给职位附媚，有尉迟这样的弟弟，他也不一定是什么好人，都给我一边去！尉迟是尉迟，他大哥是他大哥，这怎么能混为一谈？我看你们是色迷心窍了。玉灵州安排好一切，才看向圆圆，这小家伙仰着头，看着他的大眼睛里仿佛闪着星星。玉灵州咳了一下，低声问：“没有被吓到吧？”走过来的尉迟听到这话，立刻接话：“他又没看到那个东西，而且被吓到的是他，好吧？不过他是不会承认的。大哥，既然你来了，那没什么事儿的话，我们就先走了啊！”尉迟一刻也不想在这里多待，他本来想带着圆圆走，圆圆却在此时问玉灵州：“大哥哥，圆圆发现垃圾桶长出了脑袋，有奖励吗？”玉灵州了一声，重复一遍：“圆圆发现的。”对，尉迟应了一声，但还没想好怎么说。玉灵州一双黑沉的眸子看向他，过了会儿才开口：“等一会儿你们跟我一起回警局，到了局里再说。”尉迟点头。对了，还有前2次的事情，多亏了圆圆还有你帮忙，奖金已经下来了，等到了警局我拿给你。尉迟眼睛一亮，还有奖金？圆圆也顾不上这次有没有奖金了，兴奋地一拍小手：“好耶！”玉灵州匆匆点头，便去了解案件进度，却不知道因为他一句话，让直播间里炸开了锅。什么情况？我没有听错吧？警方给尉迟发奖金？假的吧？肯定是尉迟想让他大哥暗中接济。就是尉迟这个毒瘤能做什么好人好事啊？不害人就不错了。尉迟要真做了2回好事，恐怕早就到热搜上炫耀了吧。关于这件事以及带娃综艺惊现人民碎片，火速上了热搜，甚至连1周之前车站的事也再次被翻了出来。不过这次依旧是尉迟和圆圆的黑热搜。发帖人说圆圆和尉迟是因为妨碍公务被带去了警局，根本不是做好人好事。几张模糊的图引导，再加上有好几个当事人晒出车票发声，让圆圆和尉迟的风评瞬间跌到谷底。果然家里有人就是好啊，黑的都能说成白的。建议查一查这位狱警官。被挑起情绪的网友和黑粉们直接艾特警局官方，甚至冲到官方的账号底下要说法。尉迟和圆圆再一次被抵制继续参加综艺。节目组这边，导演不好了，尉迟又上热搜了。工作人员急匆匆来找导演，正在休息的冯导慢悠悠地吹了吹茶杯里的茶水，上就上呗，他不是经常挂在热搜上吗？这有什么好着急的？工作人员，可是这次是尉迟带着圆圆还有节目一起上的热搜，而且他还从垃圾桶里发现了一颗人头。噗！冯导瞬间把刚喝进去的茶水喷了出来。你说什么？工作人员3言2语解释不清楚，直接把手机拿过来让冯导看。冯导看了一遍后，直接开始掐自己的人中。我好好的节目，怎么突然就发现命案了？而且尉迟还要去警局领奖金。工作人员，导演，这不是重点吧？冯导，现在大批观众都在抵制尉迟和圆圆，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呀？导演缓了缓，开口问：观看量下降了吗？好像没有，反而还增加了。但是这条热搜说尉迟和圆圆之前妨碍公务，说的有鼻子有眼，还有人证发声，网友们都去警局官方底下讨说法去了。万一工作人员的担心不无道理，尤其是尉迟在娱乐圈的风评一直不好，谁也不能保证这条热搜不是真的。冯导考量了一下，先等官方有了动静再说。说完，他有点不放心，端着茶杯亲自去导播室，盯着尉迟和圆圆的直播间。此刻，尉迟的经纪人陆谦看到热搜，急成了热锅上的蚂蚁。怎么办？尉迟的大哥正在办案，警方那边不知道会不会为了尉迟发公告，而且就算警方发了公告，那些没脑子的人也不一定会信。现在最重要的是能联系到在场拍了视频的人，或者把车站里的监控发出来。与陆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康琪的经纪人，他放下手机，靠坐在电脑椅里，看着热搜上对尉迟的谩骂发出嘲讽的冷笑。尉迟，就凭你也敢一而再再而三的跟康琪对着干？我看这次还有谁能救得了你？不仅是今天这条热搜，就连1周前那条尉迟私生女的热搜也是他买来的。这就是尉迟抢了原本属于康琪出道位的惩罚。原本第1名出道位早就定了康琪，谁知道却突然空降了一个尉迟。尉迟一出现，风头全都被他给抢了去，最后甚至以票数断层第1出道，一跃成为顶流，这叫他和康琪怎么甘心？不过那些已经成了过去，尉迟这次也再无翻身之地。玉灵州这边陈征向他汇报情况，环卫工人说昨天最后在这边打扫的时候，没有注意到垃圾桶里有没有这个黑色塑料袋，今天早晨他还没来得及过来这边打扫，人头就先被发现了。还有环卫公司的人说，今天收垃圾的车去维修了，所以今早才没有及时收走这些垃圾，不然这些一早就会被收走。如果到时候没人注意到，指不定什么时候才能发现这颗头。法医也摘下手套，冷静开口，死者在死前头部遭遇过重物敲击，但不致命，应该是凶手将他打晕之后分尸。尸首颈部创面不规则且粗糙，初步判断凶器是斧头，凶手应该是个成年男性，而死者的死亡时间不超过24小时，凶手应该是在昨晚8点到11点之间杀人分尸并抛尸的。死者目前的身份还没有确定，无法锁定嫌疑人，而附近的垃圾桶里没有其他肢体部位，也没有找到凶器。徐立年已经去调取了附近的监控了，也不知道有没有拍到凶手的长相。几个人说话的时候都没有注意到身旁的圆圆，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过来的，听他们叽里咕噜说了一大堆，然后就听到了垃圾桶的反驳，什么男的，昨晚往我这里扔头的分明是个女的。圆圆捕捉到了重要信息，拽了拽玉灵州的衣服，大哥哥，扔脑袋的不是男的，是女的。圆圆，你不可以来这边。陈腾看到圆圆，赶紧将她带离现场，而且玉队在忙，不能陪你玩侦探游戏。几个人也没有太在意他的话。陈腾将圆圆带到警车上，你乖乖坐在这里，不能乱跑，一会儿我们就回警局。圆圆以为自己的话已经带到，便晃着小短腿点了点头。尉迟看到这一幕，走过来对圆圆说，你别妨碍警方破案。他刚一会儿没注意，这小崽子就被抓到了警车上。圆圆才没有，圆圆帮大哥哥抓坏人。尉迟亲，就你。圆圆扭过头，不搭理臭哥哥。尉迟，你还有脸继续录综艺？看来热搜上说妨碍公务都是真的，他该不会又要说自己听到小动物说话了吧？我可没看到垃圾桶附近有动物，拜托，真有人信一个小孩子懂兽语啊？人设立过了就会是这个下场，因为圆圆带着麦，所以这一系列对话直播间的人都听到了，因此出现大量黑水。
而玉池和圆圆还不知道热搜的事。玉灵州了解完情况，就先带着玉池和圆圆回警局。与此同时，警局管控着官方账号的警员看到大量的评论和私信，卡了半天才知道圆圆和玉池上黑热搜了。不仅如此，这些人还说他们玉队以权谋私，要局长将他革职处理。他看着网上的情况，第一次面对这样的局面，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是好，便去询问局长。局长叫周正平，他这个人长得跟名字一样，不过很具有威严，脸上没有表情时非常唬人。周局，我们是不是应该发个声明，让那些网友别再扯恶意揣测了？周正平看了热搜后，嘴角一直向下压着。不仅要发声明，还要发律师函，尤其是发这条帖子的人以及这几个，务必把律师函亲自发给他们。他指的是当时在场明明知道真相，此刻却在网络上做伪证引导舆论的人。是，我马上就去办。等等，圆圆和玉池到达警局，警方这边的声明和律师函也发了出去。网络不是非法之地，如有人再以此引导舆论，我局必追究到底。最后又艾特了帖主和几个做伪证的人，请他们注意查收私信的律师函。什么？我不信玉池真的做了好事，有本事把车站的视频发出来，不然我们是不会相信的。还律师函，吓唬谁啊？这不纯捂嘴呢吗？可很快，网友们发现那些晒车票作证说圆圆和玉池妨碍公务的人，纷纷删了评论并道歉。我道歉，我说谎了。其实玉池和圆圆没有妨碍公务，所以可以把律师函收回去吗？快去看，帖主也删帖了。官方下场，有些人是心虚了吧？反正没有现场视频，我是不会相信的。官方发了声明，心虚的人纷纷删了评论，很多人已经回过味来了，但有些人依旧咬死不放。而康琪的经纪人这边，他刚开了一瓶红酒，就接到了一通电话，他还以为对方是来恭贺他的，结果你不是说这么做绝对万无一失吗？现在警方不仅下场给玉池作证了，而且还给我发来了律师函，你说现在该怎么办吧？被对方劈头盖脸一顿输出的经纪人直接呆住，他还没来得及去看热搜，助理也慌忙跑进来，赵哥不好了，咱们买通的那几个人打电话来说收到了警方的律师函，要我们帮忙解决，不然就供出我们。赵贵听得怒气横生，桌上的红酒都被他打翻在地。好你个玉池，都这样了还能让警方替你发声明？不过就算有警方声明又能如何？没有现场视频你还是洗不清。看到他发怒，助理颤颤巍巍不敢说话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给他们打钱去啊！难道你还真想让那几个人把我拉下水不成？被颐指气使的助理敢怒不敢言，低着头快速离开。最后赵贵还是用一大笔钱解决了这件事。有了钱，这些人也愿意担着这事儿。不过热搜上的事情到这里还没有结束，捡到了警局，圆圆和玉池还有摄像大哥就分别前去做笔录，两人甚至一点都不知道网上发生的大事以及后续的反转。玉灵州亲自来给玉池做笔录，不用刻意问就知道了整件事情的经过。但对于圆圆没有看到垃圾桶里的东西，却事先知道里面有磕人头这件事，玉灵州也想不明白。大哥，圆圆可能有点特殊，她好像能听懂小动物说话。昨天玉池将昨天发生的事情一字不落地告诉玉灵州。玉灵州想到第一次遇见圆圆，再结合玉池说的这些，心想说不准圆圆还真能听懂小动物说话。玉灵州匪夷所思，但在自己没有亲自确定这件事之前，依然保持怀疑的态度。然而很快给圆圆做笔录的女警找到他，并告诉他玉队，圆圆说是他听到垃圾桶说里面有人头，然后玉池才发现的。付晓说完顿了一下，玉队，我们是不是应该送圆圆去医院检查一下？玉灵州头顶冒出一个问号，不是他听到什么小动物说的？付晓啊，雷医生。玉灵州捏了捏眉心，没什么，这件事我知道了，你先别跟其他人说。是。等等他离开，玉灵州才想到自己还没把发下来的奖金给玉池，他刚要去拿徐丽年先一步过来。到了玉灵州跟前，徐丽年还没来得及喘口气，便会报道：玉队，监控里没有拍到凶手的长相，但拍到了身形，是个女的。玉灵州一下子就想到了圆圆说过的话，不过现在他没时间深想，因为下一秒他就听到了方印书冷淡的声音。死者名叫沈丽彤，35岁，她老公叫范广，经营着一家商贸公司，家住天华别墅区。根据调查资料显示，沈丽彤是一名全职太太，圈子很简单，跟丈夫很恩爱。玉灵州把这些记下来，尤其记住了沈丽彤的家庭住址。她立刻看向一旁的徐丽年，你跟我去一趟沈丽彤家，顺便见见她丈夫。刚刚喘口气儿的徐丽年立刻道：是。玉灵州路过自己的办公室，顺道拿了奖金给到圆圆和玉池2个红包，但圆圆的明显要厚一些。小圆圆又见面了啊！徐丽年也跟圆圆挥手打招呼，他可稀罕这个帮他们揭穿 DU 饭的小团子了。铲屎官哥哥，你的大狗狗呢？圆圆在徐丽年身边看来看去，也没看到闪电。荣获铲屎官哥哥称号的徐丽年尴尬一笑，闪电特训去了，以后他将成为一条基地狱犬。闪电是普通的警犬，以前在某次任务中闻过白粉的味道，没想到一直记得上次的事情，他立下大功，而且很有天赋，所以被送去特训去了。而他作为闪电的铲屎官被刷下来了，以后不能和自己的爱犬一起工作。他 emo 了好几天，好了，赶紧走吧。玉灵州催促了一声，率先迈步离开。徐丽年立刻跟上，不忘回头跟圆圆挥手：圆再见了，大哥哥你们要去哪里啊？圆圆也跟你们一起去。圆圆还没迈出小短腿就被玉池拦截，你就别跟去添乱了。圆圆才不会添乱，圆圆气到跺脚。圆圆帮大哥哥抓坏人赚小钱钱，不添乱你也不能去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不是警察。玉池说着抖了抖手里的奖金，咱现在有钱了，走，先朝导演把行李箱给赎回来。圆圆想到自己的电动小车也忘了别的，也好。圆圆举着奖金欢呼一声，圆圆要赎回小车，一大一小离开警局，回节目组的酒店。然而不等两人回去，在半路上导演突然就冒了出来。圆圆看到冯导，大眼睛忽地亮起，导演叔叔，圆圆和哥哥要买回电动小车，冯导就是为了这事儿来了。闻言立刻抬手，这钱你们不能花，怎么就不能花了？玉池声音不可思议地拔高，这可是我们帮助警方的奖励。导演没有反驳，只是慢悠悠说，可这算起来是你们上节目之前做好事的奖励，所以你们现在不能花，必须上交。他都看到警方发的声明了。玉池捂着自己的奖金，难以置信地睁大眼睛，导演，你这是强词夺理。圆圆以相同的姿势捂住自己的口袋，如临大敌。哥哥，导演叔叔好像说的有点道理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冯导，你们再不上交的话，当心我惩罚你们，不仅会扣你们的钱，还要剥夺你们这次的休息日。
被导演威胁的尉迟不得不屈服。我们上交还不行吗？把钱交出去后，少年垂下头，碎发盖住了眉眼，像只被欺负的金毛小狗似的。同情圆圆和尉迟，钱还没捂热乎，下一秒就没了。导演专业挖笋的吧？还专门来赌他们俩，生怕这俩花出去1分钱似的。导演，拿来吧你。尉迟早知道就先花了，你们懂什么？导演，这才叫公平。圆圆、尉迟，只要你们再坚持几天，就会有新的奖金入账的。尉迟也该打工赚钱去了吧？这2天就数他最清闲，我都看不下去了。等这期节目结束，这钱就会还给你们的。导演说罢，转头又拿了2套玩偶服给他们。今天你们的任务是穿着玩偶服工作1小时，结束后可以得到50块奖励。说完便乘着车扬长而去。尉迟和圆圆抱着一大一小的玩偶服在风中凌乱，这大热天的穿1个小时才50块钱，我不干。尉迟满脸拒绝，就差把玩偶服给扔了。圆圆则看着玩偶服的大脑袋，小眉毛也扭起。正在弹幕攻击他们就是吃不得苦的时候，圆圆为难地说：“哥哥带着这个大脑袋捡垃圾好像不太方便。”弹幕 M 魔可真该死啊！这大热天的，尉迟就算了，圆圆穿着玩偶服工作闷坏了怎么办？就是导演也太不做人了。尉迟听到圆圆还要去捡垃圾，差点一口气儿没上来。不许再提捡垃圾，那我们要做什么赚小钱？哥哥一点用都没有。圆圆特别苦恼，这尉迟被难住了。这时不远处一家花店门口关注了他们许久的女孩上前，礼貌询问：“你们好，能请你们可以帮我个忙吗？”不等尉迟问，他就主动说了出来：“是这样的，今天我们花店开业迎宾，想请你们帮忙招揽一下客人。”沐月说着怕被误会，又连忙解释：“当然不是让你们白白帮忙，等结束后我会按照时间给你们谢金的，每小时1人100，不200怎么样？”沐月生怕尉迟和圆圆不答应，赶紧加了钱。开业之前他一直没想好用什么方式吸引到顾客，刚刚无意间看到圆圆和尉迟就被2个人的颜值吸引，尤其是圆圆还抱着一套玩偶服，别提多可爱了。他一下子就想到了吸引客人的办法，没问题。听到最后这个数字，尉迟1秒都没有犹豫，立刻答应，毕竟谁会拒绝送上门的200块钱。圆圆则抱着玩偶服问：“那圆圆可以穿这个吗？”“当然可以。”沐月差点激动地跳起来。谈妥之后，2人跟着沐月一起来到花店。花店装修风格简约，还有一个雅致的名字叫新月花店，是根据沐月自己的名字取的。门口摆放着花篮音响，挂着横幅和红绸带，地上铺着红地毯，仪式感十足。只是剪彩仪式还没有开始，所以并不热闹。里面的花散发出芳香，抱着玩偶服的圆圆发出一声哇！姐姐店里的花花好好看又好好闻。沐月听得心花怒放。里面2个帮忙的女孩闻声纷纷过来，呀，好可爱的小团子！月月，这你是在哪找来的小可爱呀？沐月简单解释了一下，又看一下时间，时间快到了，我先带他们去做准备。他还要跟尉迟和圆圆简单说一下流程。2人这边正在做准备，玉灵州这边也和徐丽年来到寸土寸金的天华别墅区。他们刚到沈丽彤夫妻的住宅门口，就碰到了范广。范广本来是要去公司的，没想到却看到2个陌生人站在门外。他走上前来询问：“你们是？”在玉灵州拿出证件的那一刻，范广就有点懵了。然后他还没弄清楚警方为什么上门，就听到一个噩耗：“范广是吧？是这样的，今早我们在梧桐街的垃圾桶里发现了你妻子沈丽彤的头颅，很遗憾，她遭遇了不测。目前警方正在调查凶手，请你。”范广的表情一下子变得更懵了。等他反应过来，立刻抬手打断，语气有些不好：“警察同志，我想你们一定是搞错了，我太太她还在国外呢，怎么可能会遇害？”说完他看了眼时间，现在时间不早了，我还要去公司，恕不奉陪。等等，徐丽年赶紧将他拦住：“你确定你太太还在国外？你什么意思？”范广一听他这意思，立刻沉下脸来，任谁也不想毫无凭据的听这些。昨天早晨我们还通过视频，我问他什么时候回来，他说还要过几天才回来呢，所以怎么可能像你们说的那样？玉灵州听他说完，将现场照片拿了出来。这是现场照片，你先确认一下死者到底是不是你妻子。范广不太情愿的把照片接过来，嘴上还说着：“我太太回国，我怎么可能会不知道？”可视线落在照片上的那一刻，他却停住了呼吸。他换成双手拿着照片，双目睁大凑近查看，旋即整个人都克制不住的颤抖起来。这是丽彤，这真的是丽彤？可这怎么可能呢？这不可能的，他明明还在国外啊！范广看着照片直摇头，无法相信应该还在国外的妻子却在国内遭遇了杀害，而且还是这么残忍的方式。玉灵州和徐丽年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。警察同志，我要见我太太，你们马上带我去见她呀！范广情绪崩溃，玉灵州和徐丽年也问不出什么，只好先带他回警局。玉灵州驱动车子，跟徐丽年说，让陈彤向航空公司确认一下沈丽彤的航班信息。等他们回到警局，陈肯已经查清楚了。玉灵州让徐丽年带范广过去，等2人走后，陈腾才说：“玉队，沈丽彤确实在几天前去了国外，原本她回程的机票定在3天后，但不知道为什么她突然改了行程。她是在昨天晚上19点过后下的飞机，目前还不确定她是不是直接回家了，也不知道她有没有联系范广。”玉灵州陷入沉思，如果沈丽彤回国没有直接回家，她会去哪见了谁？是她见到的这个人将她残忍杀害并分尸的？还没找到尸身和凶器吗？玉灵州问。陈仰摇头，这个凶手太狡猾了，连塑料袋上都没有留下指纹。玉灵州突然想到圆圆说过的话以及监控，将头扔到垃圾桶的是个女人，而法医鉴定分尸的是个男人，所以很有可能是2个人合伙作案，而且熟人作案的可能性非常大。这样，你去一趟天华别墅区调取监控，看沈丽彤有没有回去过。是，我马上就去办。等陈冷离开，玉灵州走向信息科去找方应书，让他再调查一下沈丽彤的人际关系。另一边，丽彤怎么会这样啊？丽彤亲眼看到妻子的头颅，范广跌坐在地泣不成声。为什么你提前回来却不跟我说啊？如果我知道你回来，我一定会去接你，那样也不会发生这种事。他握着拳头用力的捶打地面，自责不已。徐丽年见过不少这种场景，但依旧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很快，范广又失控的冲上前来抓住他的手臂。警察同志，我太太的尸体呢？她的尸体在哪儿啊？我不能让她死了，尸身还不完整啊！徐丽年尽量安抚他的情绪。范先生，你别激动，我们正在全力寻找沈女士的尸身和凶手，但现
现在需要你配合回答一些问题。范广好一会儿才冷静下来。好，不管你们需要我做什么，我一定尽力配合。徐丽年将他带到接待室，刚给他倒了一杯水，玉灵州后脚就进来了。范广看到他又立刻起身问：警察同志，你们有查到什么吗？找到我太太的尸身和凶手了吗？玉灵州示意他先坐下，我们还在调查中，现在请你配合我们回答一些问题。好。范广端起杯子抿了口水，大众眼中的成功人士此刻颇有几分狼狈。玉灵州直接问范先生昨天晚上在哪，在做什么？你太太改签的事情你真的一点都不知情吗？范广猛地放下水杯，激动道：我要是知道丽彤改签，我一定会去接她的，这样也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了。对不起，警察同志，我刚刚太激动了。片刻后他才平复下来，想要拿口袋里的手帕帮忙擦桌上溅出来的水，但却摸了隔空，只好又收回来，交握双手。没关系，我来吧。徐丽年拿纸巾将水擦去。玉灵州继续问：你昨天晚上在哪里，在做什么？范广似乎听出了警方的怀疑，说道：昨晚下班后我就回家了，但家里只有我一个人，所以没有人能为我做不在场证明。徐丽年有些吃惊：你们家那么大，也没有雇几个佣人吗？范广摇头：没有，丽彤不喜欢家里有那么多人，所以我们没有雇佣人和管家，只请了钟点工上门做饭打扫。说完他又主动问：警察同志，你们说我太太改签了，那她是什么时候到的国内，又为什么会改签？玉灵州不假思索：我们也不知道他改签的原因，但他是下午到的。徐丽年立刻看向玉灵州，但见他神色不变，又默默收回了视线。他明白了，玉队这是在诈范广。下午范广的表情没有任何破绽，只是重复了一遍：既然他在下午就回来了，那为什么不联系我一下？说着他脸色刷一下变了，难道他回来之后没多久就遇害了？对于他的猜测，玉灵州说暂时还无法告知。没有从他嘴里套出有用信息，玉灵州转而问：范先生能让我们看一下你和沈女士的聊天记录吗？当然可以。范广十分配合，将与沈丽彤的聊天页面找了出来。正如范广所说，两人在昨天早上还通过视频，沈丽彤还发了条语音，告诉范广自己在外面玩得很开心，要再过好几天才会回来。听到沈丽彤的语音消息，范广表情难受。玉灵州又看了两人之前的一部分聊天记录，在将手机还给他时，似乎无意识碰到了手机的右下键。他扫了一眼微信页面，对范广道：不好意思误触了。没事。范广随意把手机放回口袋。范先生，不知道我们可否去你们家里看看？玉灵州起身问。范广也跟着站起来：警察同志，你们这是在怀疑我？我跟我太太的感情一直很好，我怎么可能会杀她？玉灵州面不改色，警方办案还希望你配合。警察同志，我带你们看完了之后，希望你们务必尽快找到凶手，这是自然。于是玉灵州和徐丽年又重新来到了天华别墅区，两人来的时候正好碰到了陈腾，陈康也就跟他们一起来了。警察同志，你们随意。范广带他们进屋查看。玉灵州站在客厅扫视一圈，你们家里没有安装监控设备吗？范广很自然的回答：没有，这里治安很好，也不用怕进小偷什么的，所以就没安。玉灵州表示了解，前去检查别的地方。陈腾凑到他耳边跟他耳语：玉队，我来这里找物业调取监控，物业说昨晚别墅区停电，监控上什么都没有保留下来，我查看了一下，昨天一整天的监控都没有了，也就是说他什么也没有查到，也不知道沈丽彤究竟就没有回来过。玉灵州颔首先查一下这个别墅。徐丽年跟过来小声问：玉队，你这么怀疑范广，是在他的微信上看到什么了吗？他当时就注意到了玉灵州的小动作，他可不相信玉队那是误触。没有。玉灵州干脆的回答他只是比较怀疑范广，不过凶手到底是谁，还得凭证据说话。几人将别墅仔细查看了一遍，都没有找到蛛丝马迹。警察同志，这下你们应该相信我了吧？我昨天真的没有见到过我太太，我甚至都不知道她从国外回来了。感谢范先生配合。几人正要离开，突然玉灵州的视线落在玄关处的挂钩上，又不着痕迹的收回来。范先生家有几把钥匙？范广不假思索：我和我太太一人一把。怎么了？很快他反应过来，看向挂钩上的钥匙，开口解释：这钥匙是我太太的，她出国时太着急，所以忘了带。原来如此，那看来沈女士应当是没有回来过。玉灵州说完就提出了告辞，范广目送他们离开，才回到屋内。而这边玉灵州收到了方印书发来的新消息，沈丽彤有两个很好的朋友，一个叫宁华之，一个是柴巧曼，他们几个人经常一起喝下午茶、逛街，说不准他们两个可能知道他提前回来的原因。不过沈丽彤没有走得近的异性朋友，倒是还有一个弟弟，他弟弟叫沈修杰，是个不学无术的，经常向沈丽彤要钱。前段时间他又向沈丽彤伸手要钱，沈丽彤没给，还跟他大吵一架。这件事发生在沈丽彤出国前2天，他出国去可能是为了这事散心，亦或者躲沈修杰。玉灵州跟徐丽年和陈彤兵分3路，分别去找这3个人了解情况。徐丽年和陈孔先选了比较好说话的2个女士，玉灵州则负责去找沈修杰。最后他是在酒吧找到的人。沈修杰得知玉灵州是警察，也一点都不配合，甚至在听到沈丽彤被杀害时，还说了句风凉话：他死就死了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反正又不是我杀的。说完他又举起一杯酒招呼其他人：来兄弟们继续喝。喝完他又看向玉灵州，满是挑衅道：警官，你怎么还在这里？是也要来一杯吗？玉灵州直接上手拽住他，整个人压迫感极强。既然你不愿意配合，那就跟我回警局，我有的是时间好好审你。那力道直接就把沈修杰给提了起来，沈修杰瞬间就怂了。警官，有话好好说，我一定全力配合。玉灵州没有松开他，而是用这个姿势问：你昨晚在什么地方做什么？有没有人证？有。沈修杰忙不迭说：昨晚我就在这里喝酒，兄弟几个都能给我作证。酒桌上几个人闻言立刻附和：对，兄弟几个都可以给杰子作证。昨晚杰子一直在我们眼皮子底下，不可能有机会去杀人。对啊，更何况那是他亲姐，他要是死了，杰子还上哪要钱去？玉灵州眉眼压低，一一扫过酒桌上的几个人：你们想清楚了，作伪证可是犯法的。几个人不惊吓，玉灵州轻轻松松一句话，他们就变了脸色，改了口，最后向沈修杰投来一个爱莫能助的眼神，立刻遁走。沈修杰苦哈哈的笑了下：警官，我昨天晚上确实在外面，也没有人给我作证，但是我真的没有杀人啊。说完他小心翼翼地问：那个我姐真的死了吗？
玉林州没有回答他，而是问他昨晚去过的地方。警方会去证实你究竟有没有去过，你最好想好再回答。沈修杰磕磕巴巴说了个地址。等玉林州离开，沈修杰才气急败坏的一拍桌子：“不就是警察吗？神气什么？”随后他又想到一件更重要的事情，沈丽彤竟然死了，那我以后该向谁要钱去？玉林州离开酒吧，让警局派人来盯着沈修杰，饭馆那边自然也得让人看着。安排好一切，他刚要去查证，就接到了付晓的电话。玉队查到了，沈丽彤下飞机后没有直接回家，而是亲自去了香轩餐厅定位置，还让餐厅准备了烛光晚餐。他约了谁？玉林州问。付晓说：“我问了服务员，他说沈丽彤没有明确说要约谁，只说要亲自去把人带过来，然后这一去就不复回了。”服务员看他到了时间还没来，在晚上10点半的时候给他打了个电话，那个时候电话已经打不通了。玉林州听完见他没有后文，便说：“继续查，只要查到他昨晚去见了谁，大概就能锁定凶手了。”是。玉林州挂了电话，又收到了陈统和徐丽年发来的消息，他们从柴巧曼2个人那里了解到的信息不多。两人说沈丽彤和饭馆感情虽好，但也不是没有摩擦，2个人努力了很多久，但一直没有孩子，为这事儿也闹过不愉快。不过他们也说了，除此之外，他们夫妻之间的感情还是很好的，还商量着要收养一个孩子，所以他们觉得范广应该不会杀沈丽彤。至于沈丽彤出国散心，也没有邀请他一起去，他们还是看到沈丽彤的朋友圈才知道的。至于其他的，他们就并不清楚了。哦，对了，宁华之还提到了沈修杰，说很可能是因为沈丽彤这次没借给他钱，所以他一怒之下下了杀手。徐丽年发来了一条语音，经过短暂的接触，玉林州觉得沈修杰确实有很大的嫌疑。玉林州让陈董再去查范广和沈修杰，让徐丽年去查沈丽彤出国的原因，再将付晓查到的信息告诉他们，便收起手机离开此地。简圆圆和玉池这边剪彩仪式马上就要开始，圆圆在沐月的帮助下已经穿上了小熊玩偶服，见她都穿了，玉池也只好套上。直播间观众看到后说她这是口嫌体正直。此时穿着小熊玩偶服的一大一小站在花店门前，小的玩偶熊晃来晃去，大的玩偶熊无比高冷，形成了反差萌，吸引了不少行人驻足。这个花店是新开场的吗？还有那个小熊好可爱啊，这是谁家小朋友啊？这么小就出来工作了，也太能干了吧！就冲这个小朋友，今天我也得进去买一束花。老板，你这里都有什么花呀？老板，沐月看到聚集过来的人越来越多，脸上的笑容也藏不住了。他抬手说：“大家先别着急，我们马上就要举行剪彩仪式了。”路人们一听，瞬间歇了心思啊，还要进行剪彩啊？那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去？哎，算了，不等了，我也要回公司去了。有几个人说着，转身就要走。沐月急得不行，却不知道该说什么。这时，一道小奶音突然响起：“姨，你们不要走呀！姐姐说大家一起见证剪彩，可以讨个好彩头呢。”因为圆圆自带麦，所以小奶音特别清晰地传进每个人耳中。因为圆圆一句话，打算走的人全都留下了，甚至又走过来了几个人。沐月向圆圆投去感激的目光，没想到他之前只是跟圆圆解释了一下什么叫剪彩，他就记住了，还帮了他大忙。什么？到现场还可以讨好彩头？我这就去。顾客们，你一说这个，我可就不急着走了，我就在附近加我一个。姐妹们，这次不拼手速了，改拼脚速了。很多在附近的观众赶在剪彩开始之前，以100米冲刺的速度赶到，这里一下子热闹了不少。等时间一到，伴随着音响的音乐，沐月3人对视一眼，将手中的礼炮筒对准半空。圆圆和玉池手中也各有一个，两人跟他们一同呼喊：“祝新月花店开业大吉！”啪啪几声五颜六色的彩带喷上高空，簌簌落下。其他人也笑着鼓掌送上祝福。等剪完彩，沐月和2个朋友接待顾客们进去。今天凡是来店里消费的顾客，我们都将再送您一个小礼物。沐月这么一说，大家都开始挑选起喜欢的花来。当然，也不是所有人都是为了小礼物，因为花店里收拾得很干净，除了花香没有别的香味，而且花束很新鲜，包装也很用心，所以有不少客人愿意消费。还有看直播来的那些观众，本来只想凑个热闹，结果也买了束花。沐月3人都忙了起来，而在外面的圆圆也很忙。可爱的小熊一边招揽新的顾客，一边对抱着花出来的客人说：“姐姐，这束花花说她很喜欢你。姨姨，你的花花说你香香大，他们很愿意跟你回家。姐姐，花花说你长得好漂亮，他们想跟姐姐贴贴。”但凡是买花出来的顾客都被圆圆哄成了翘嘴。这件事一传十，十传百，不少人都冲着圆圆的夸夸来了。更何况还有节目的直播，而且还来了不少圆圆的妈粉姐姐粉，一时间来买花的人络绎不绝。一通夸夸下来，圆圆口干舌燥。哥哥，圆圆缺水了。小人鱼上岸这么久，第一次忙到没有水喝。玉池没有随身带水，但花店里应该有饮用水。玉池帮圆圆把玩偶服的大脑袋拿下来，顺便让她透透气。本想说让她自己去店里接水，结果看到圆圆红扑扑的小脸，说了句等着，便进去给她接水。怎么给我宝宝热成这样，心疼死我了！1个小时应该到了吧？圆圆，咱把玩偶服脱了吧。玉池真是一点用都没有啊！别组嘉宾都给孩子买了小水壶，就我们圆圆没有，气死了。玉池的钱大多数还是靠我们小元宝赚来的呢。玉池，你当不好这个哥哥就换个人来，我觉得玉警官就很不错。话说杀人案有进展了吗？别说杀人案了，我现在想到那个头就害怕。圆圆一露出玩偶服下的小脸，周围的顾客都发出了激动的尖叫，好可爱啊！这是什么超高颜值的神仙小奶团？天哪！快拍照发朋友圈，宝宝是不是太热了？姐姐这里有小风扇，送给你用。姐姐这里有甜筒冰淇淋，送给你吃。等玉池接了一杯水出来，圆圆已经吹上小电风扇，吃上冰淇淋了。玉池看看圆圆，又看看自己，觉得自己和这杯水都很多余。他刚要转身把水放回去，圆圆却先叫住了他：“哥哥，圆圆要喝水。”虽然甜甜凉凉的冰淇淋很好吃，但小人鱼需要补充水分。圆圆哒哒哒的跑过来，左右思考了一下，把小电风扇给他。哥哥帮圆圆拿一下下。玉池帮圆圆拿过小风扇，又把水递给他。小人鱼蹲蹲蹲，哥哥，你要把小电风扇对着圆圆吹。玉池合着他就是个工具人呗。
哈哈哈！不论是现场还是直播间的人，看到这一幕直接笑翻。等圆圆补充完能量，就继续工作。差不多到了中午才没有新的顾客上门，圆圆和玉池也得以休息，结束了工作。今天真是太谢谢你们了。沐月拿了2瓶冰镇过的饮料前来，尤其是圆圆，今天帮我们招揽到了许多顾客，这是给你们的谢金。两人一共工作了2个小时，按理说沐月应该给他们800块钱，但却递给了他们1500。玉池没有立刻接过来。沐月解释说，多的这些就算是给你们的谢礼，要不是你们，我们店今天上午的生意不会这么饱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玉池把钱接过来，正打算带圆圆离开，却突然想到了什么，他停下脚步看向摄像，大哥，帮忙问一下冯导，这2套玩偶服卖不卖？多少钱？摄像帮忙传达了。冯导拿不准玉池是想做什么，但送上门来的钱岂能不要？冯导说大的200，小的100，你要买的话把钱给我就行。那我全买下了。玉池一听，利索的拿出300块钱给到摄像大哥。冯导看到那300块钱，笑得牙花子都露出来了。然而下一秒他就笑不出来了，因为玉池转头就去问沐月，这2套玩偶服你们要租吗？2套一天只要50。沐月，冯导不租吗？那好吧，玉池也不是没想到过这个结果，立刻就接受了。要，在玉池转身走之前，沐月赶紧说，我先租个10天。他之前还不知道没有圆圆的话，他该怎么吸引顾客和留住顾客，现在办法不就来了吗？到时候可以让顾客打卡拍照，也可以带着孩子来体验。最后双方谈妥，玉池又拿到了500块钱，比花出去的300还多赚了200。屏幕前的导演气得喷血，直播间的观众再次笑翻，哈哈哈！玉池这一招真狠啊，这一波操作简直血赚。茫猜导演现在正在掐人中，玉池你小子也有这么聪明的时候，哈哈！只有我们小元宝捧着小甜水，两耳不闻窗外事，喝得津津有味。圆圆还是第一次喝不用鼻孔喷气的小甜水，现在已经爱上了。不一会儿的功夫，他就把1小瓶饮料喝光光了。小家伙转头盯上玉池的饮料，还舔了舔小嘴巴。哥哥，圆圆还想喝这个甜甜的水。玉池瞅他一眼，仰头蹲，喝完，然后残忍地告诉他没了。圆圆，哥哥给圆圆买，圆圆以后每天都要喝小甜水。小家伙手舞足蹈的，看样子已经畅想了拥有小甜水的未来。玉池不知道圆圆甚至想在超多的小甜水里游几圈。玉池才不惯着他，还想天天喝，当心把你都牙掉光光。圆圆立刻惊恐地用2只小手捂住嘴巴，圆圆不要把牙掉光光。那你就别想天天喝什么小甜水，吃什么糖果了，这些甜东西都会让你把牙掉光。玉池趁机吓唬小崽子，这小东西叛逆得很，不说严重点他根本听不进去。果然跟玉池预判的差不多，下一秒圆圆就想到了一个好主意，那圆圆吃咸咸的或者辣辣的中和一下，是不是就不会掉光牙了？玉池气得跳脚，你怎么不说要吃苦中和一下呢？圆圆一本正经且理直气壮，圆圆吃不了苦，然后又追问，哥哥你还没告诉圆圆，吃咸咸的和辣辣的是不是就可以天天喝小甜水了？玉池忍无可忍，这样会掉得更快。圆圆遗憾，那好吧，那以后圆圆就过几天喝一次小甜水吧。又走了一小会儿，小人鱼开始消极怠工，哥哥抱圆圆的脚说他不想走路了。玉池也累啊，而且浑身潮黏黏的难受，只快点想回去洗个澡。看到圆圆朝他伸出小短手，玉池果断打了个车，因为酒店距离这里并不是特别远，所以他们只花了20多块钱。玉池付完钱进来，刚一看到冯导，就想到他还没给他们完成任务的钱，便向他要，导演你还有50块钱没给我们呢。给你，说的我好像不会给你们似的。冯导看到他就来气，想他一世英名，怎么总在他们兄妹这里栽跟头。玉池拿过50块钱，又气他说，把好像去掉，是你真会。冯导咬牙把自己给气走了。玉池把圆圆踢回房间，让他先去洗澡。圆圆泡了一个舒舒服服的澡，他在水里舒展小尾巴，水流冲走了他的疲惫，幸亏这里没有摄像头，不然直播间一定会爆炸。而另一边，玉灵州他们查案的进度却陷入僵局。此时警局审讯室里，老实交代，你昨晚到底去了什么地方，还有为什么要逃跑。被带回警局审问的人正是沈修杰。玉灵州去了沈修杰所说的地方查证，结果发现沈修杰根本没去过那里。沈修杰也没想到警方行动这么迅速，本来想逃跑的，结果却被玉灵州安排盯着他的人给抓了个正着。此刻他的嫌疑程度直线上升。你们不是警察吗？有本事你们自己去查啊！反正不管说多少次，我也没杀过那个女人。被审问的沈修杰泰然自若，完全不像是酒吧里夹着尾巴的样子。徐丽年听不下去了，扬声说，你口中的那个女人可是你亲姐？亲姐怎么了？还不是翻脸不认人？沈修杰嗤笑一声，不管是表情还是语气都很冷漠。现在朝他要个钱他都不给，还说是什么亲姐？不过他死了对我来说确实不太好，这样我就没地儿要钱了。你徐丽年都被他这话气到头疼，他这说的还是人话吗？玉灵州眉头微动，那范广呢？你就从没向他要过钱？像沈修杰这种人必然是想尽一切办法都要把钱搞到手的，未必没向范广开过口。对啊，更何况你姐姐现在去世了，他应该不会不管你吧？徐丽年坐直身体，配合着玉灵州问。沈修杰再次发出一声冷笑，得了吧，你们该不会真以为范广对我姐很痴情吧？他双眼打量一下玉灵州两人，像是看到了什么笑话。我说啊，你们别老盯着我不放，最好去查查范广。徐丽年和玉灵州对视一眼，这不巧了吗？在抓沈修杰回来之前，范广给警局打来了一通电话。电话里他当然没有直接说沈修杰是凶手，只是说沈修杰有很大嫌疑，说他平常就跟一些不三不四的人鬼混。沈丽彤觉得他是自己唯一的亲人，每次在他伸手要钱时都会给他。这次虽说是拒绝了，但保不齐之后又心软了，说不定提前回国就是想取了钱亲自给他。见玉灵州他们似乎听进去了，沈修杰整个人都放松下来。你们恐怕想不到吧，范广早就在外面养了个女人，说不定那个女人还怀孕了。他除掉我姐就是为了让那个女人光明正大的上位。徐丽年听得瞠目结舌，听你这意思是早就知道，你就没想过告诉你姐？问完他就后悔了。哦，你不用说了，说白了就是为了钱呗。沈丽彤是全职太太，没有自己的收入，就算拿钱给沈修杰，那也是从范广这儿出的。如果沈丽彤知道这事儿，说不定会跟范广离婚，那他可能就没有了金钱来源。玉灵州敲了
了敲桌子问那个女人是谁。沈修杰一摊手，不知道，我就撞见过那么一次。说完他语气又放软说，警官，我真的没有杀我姐，你们去查范广，就把我给放了，行吗？范广我们当然会查，但这不代表你的嫌疑就能洗清，除非你能拿出确切的不在场证明，否则就要继续被扣押在这里。听到玉灵州的话，沈修杰又一下子靠在椅背上，那你们就去查吧。他这是铁了心不打算说实话。有了新的线索，玉灵州和徐丽年也没继续跟他浪费时间，两人离开审讯室。徐丽年分析道，这个沈修杰到底为什么不愿意说他昨晚在哪？难道他真的见过沈丽彤，还是说人就是他杀的？玉灵州说，在真相出来之前，一切皆有可能，而他们要做的就是去发现，去查证。也不知道陈哥那边查的怎么样了。徐丽年嘟囔一声，他这边还没查到沈丽彤出国的原因呢。他想，或许查到他去国外做了什么，会对真相有所帮助。徐丽年正要继续去查，陈彤的声音却突然传来，玉队查到了。陈彤快步过来，还没停稳便说，沈修杰昨天晚上去了城南的一个赌场，他整个晚上都在那里，没有时间去杀沈丽彤。徐丽年猛然看向玉灵州，所以他是怕赌博被抓才不敢告诉我们他去了哪里。玉灵州点头，严肃地问陈统，赌场的事上报了没？陈统说，局里已经派人去了城南，等到了晚上就把他们给一锅端了。说完，陈又把打印出来的东西给了玉灵州，这是这几个月里范广给沈修杰的转账记录。最初的一笔是在3个月之前，然后每隔半个月范广就会给他打几十万，但这个月时间到了，范广却没有给他转钱。徐丽年想到沈修杰说过的话，立刻说会不会是因为沈修杰发现他在外面有人，以此威胁他给自己钱，不然范广为什么会突然给他转账，还每次都转这么多？陈腾有些惊讶，玉队你们怎么知道？难道沈修杰都吐出来了？说着，他指向玉灵州手里的资料，这里面有沈修杰威胁范广的证据，时间就是在范广给他打第一笔钱的时候。玉灵州没有立刻去看，而是点着上面的转账时间，时间恰好在沈修杰向沈丽彤开口要钱的前一天。徐丽年摸着下巴思考，所以沈修杰没有从范广那儿拿到钱，才会向沈丽彤去要，那范广就不怕自己的事被他捅到沈丽彤面前去。想着，他脑海里突然浮现一个可怕的念头，范广该不会早就想好了要杀沈丽彤吧？徐丽年说完，自己都被吓得起了一身鸡皮疙瘩，想当时范广看到沈丽彤被害，表现的是多么绝望，多么伤心，现在想来这份伤心有几成真心。玉灵州则往下翻看，翻到了一张照片，照片里范广正搂着一个年轻女人的腰，动作甚是亲密。陈其实说她叫韩倩，是范广的秘书，两人在一起已经有1年多了。因为范广瞒得很好，而且沈丽彤几乎没怎么去过他的公司，所以对此事一直不知情。在下面就是韩倩的资料和住址。玉灵州说立刻传他来警局，已经派人去了，应该很快就能到。陈等话音刚落，付晓就急忙跑了过来。玉队终于查到了，沈丽彤昨晚回了家。付晓解释说，我找到了沈丽彤昨晚乘坐的出租车，确定了沈丽彤回去过，只是她有没有再出来就不得而知了。玉灵州陈生，陈屯立刻带人去把范广带到警局。是，没多久，韩倩和范广先后被带回警局。陈肯和付晓审问韩倩，玉灵州则亲自审问范广。范广似乎早就想到警方会查到这一步，所以表情没有任何意外。范广，是不是因为昨晚沈丽彤回了家，看到你跟韩倩在一起，你们两个不想事情败露，所以就联手杀了她？玉警官，没有证据的事你可不能乱说啊！范广表现得十分淡定，虽然我昨晚在家，但是我真没有看到丽彤回来，是不是她回来的太晚，我睡着了，然后她又出去了呢？你们总不能因为她回来过就要说是我杀的她吧？玉灵州猛一拍桌，韩倩已经招了，你还想嘴硬到什么时候？范广笑了一下，玉警官你说笑了，昨天晚上我们两个没在一起，也根本不存在你说的这些猜想。我知道你们着急破案，但也不能什么证据都没有就随意栽赃我吧。他紧咬着证据2个字不放。同时，另一间审讯室里，范广已经招了，人是你们2个杀的，尸体是他分的，头是你扔的，你还不认罪？韩倩画着精致的妆容，在陈腾的压迫下，面不改色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我说了，我昨晚没有去过那里，更没有见过范夫人。我也根本不知道他遇害了，你们莫名其妙把我带来警局，什么证据都没有，还说我杀人，警察就可以随便污蔑别人了吗？韩倩很强势，几乎把陈腾的话全给堵了回来。他们2人明显做好了准备，而玉灵州他们也确实没有找到证据，凶器和尸身都还没有找到，这2人或许正是知道这一点才无所畏惧，所以他们要尽快找到证据，才能将他们绳之以法。玉灵州和陈等连午饭都顾不上吃，就分别带人前去范广和韩倩的住所搜寻证据，只是这一趟最终还是无功而返。简另一边有了钱，玉池就更要带圆圆出去吃饭了，想着今天很累，所以破例给他点个荤菜，结果却遭到了导演的阻拦。玉池，你不能再带圆圆出去吃饭了，节目组规定要家长亲自下厨给孩子做饭吃。这几天除了方米兰，其他几个家长在厨房手忙脚乱，留下了许多素材，只有玉池还没有体会到这种痛苦。玉池一听立刻反问，哪条规定了？导演你只说让家长亲自下厨，又没说我们不能出去吃，再说我们花的是自己钱。冯导，你专门找 bug 的吧？玉池，谢谢夸奖，圆圆走了，今天给你买肉吃，好耶，哥哥全世界最好。导演只能目送他们2人离开，圆圆哒哒哒的跟在玉池身边，对做饭这件事情很好奇。哥哥，你为什么不给圆圆做饭吃？对此，玉池只有一句，我敢给你做，你敢吃吗？不知轻重的小人鱼扬着小奶音说，圆圆一定敢。玉池立刻举例，那你敢吃能把你牙崩掉的红烧肉吗？敢吃炭糊一样的糖醋排骨吗？敢吃把锅底都炒下来的回锅肉吗？玉池很有自觉，绝不是在自黑。圆圆瞪圆眼睛，瞬间把小脑袋摇成了拨浪鼓。哥哥，你还是不要做饭祸害肉肉们了。玉池哼笑一声，他就知道会是这个结果，要不是他不想下厨，非得祸害一下这个小崽子不可。玉池你形容的很好，但下次别形容了，好回锅肉就是得把锅底都炒下来是吧？玉池不做饭完全是对的，不是他这么一说，
我就很想看了。前面的你是魔鬼吧？不只是这位网友，甚至连导演都是这么想的。尤其下午是看到尉迟带圆圆摆烂的时候，你看看，他们才赚到一点点钱就开始摆烂了。不行，我得想想办法。冯导绞尽脑汁也没想到好点子，倒是有一个工作人员说，想让他们赚钱，就得先让他们花钱。冯导觉得这话有理，但要怎么才能让他们花钱？他们现在门儿都不出了。问着视线落在电动行李箱上，冯导灵光乍现，一拍手道：“就靠他们了。”于是冯导亲自上门来：“尉迟，你们还想不想赎回行李箱啊？”尉迟一看他这表情，就觉得他没憋什么好招，甚至连圆圆都看出来了。导演叔叔，你笑得好像个坏蛋哦。尉迟扑哧一笑：“圆圆，你瞎说什么大实话？”冯导，导演你就直说吧，你的目的是什么？冯导呵呵一笑：“我这不是看你们之前想赎回行李箱，所以就来问问你们吗？”尉迟一眼看穿，导演你这是看我们有钱了，所以特意来薅羊毛了吧？导演微笑。JPG 尉迟思考了一下，圆圆也撑着小脸学他，将脸颊上的肉肉都撑起来了，可爱到爆炸。冯导追问：“所以你们到底要不要赎啊？”圆圆要。尉迟不要，两人异口同声。说完看向对方：“圆圆哥哥，我们现在有小钱了，可以先把小车赎回来了。”笨。尉迟敲了一下他的脑门：“我们有钱再去买个新的就好了，干嘛花钱把本来就是我们的东西买回来？那样岂不成冤大头了？”圆圆眨巴一下大眼睛，好像是演。圆圆一想，开心的一拍小手，这样圆圆就有2个电动小车了。然后干脆利落的跟导演 say goodbye：“ 导演叔叔你走吧，圆圆和哥哥不要赎小车了。”冯导，这不是他想要的结果。尉迟怎么给我一种突然安装上了反诈 app 的感觉？是穿玩偶服热糊涂了，还是被早上的人头吓傻了？飞狗头冯导确实给人一种在诈骗的感觉，哈哈哈！别说，你还真别说，不赎行李箱那买电话手表吗？冯导还在继续推销电话手表，功能虽少，但只要200块钱一个，还有电动行李箱，大的600，小的300，比你们买新的不知道要便宜多少倍。冯导不知道，他这样更像是卖保健品的了。但他这一番话下来，直播间里都有不少观众被他说服了。主要是尉迟他们现在没多少钱，感觉还是直接在导演这里买更划算。尉迟却一口拒绝，不买，我们坚决不花这冤枉钱。圆圆跟着点小脑袋，甚至还正儿八经的问导演：“导演叔叔，圆圆想要2个小车，你这里有2个吗？”冯导瞪大眼眶，声音更是难以置信：“你这是想让我花大价钱买一个，然后再便宜卖给你们？你这小家伙简直比我还会薅羊毛啊！”圆圆笑成一团，尉迟却一拍手道：“要是这样的话，我也不介意在导演你这里买。”冯导：“呵呵呵，你们想都别想。”尉迟一汗摊手：“那我们就没什么好谈的了。”圆圆送客，戏被关在门外的导演摸了摸鼻子，但还在锲而不舍地推荐：“水壶要吗？小朋友专用小水壶，只要15块钱，以后再也不怕孩子口渴了。”不一会儿，尉迟打开门，冯导表情一亮：“要买吗？花样颜色随便挑，绝对包你们满意。”尉迟没有开口。圆圆蹦蹦跳跳，小奶音响亮，哥哥说要带圆圆去外面买，即将拥有专属小水壶，小人鱼再也不会缺水了。圆圆高兴的小脸红扑扑，导演却备受打击。尉迟带圆圆下楼，冯导幽怨的跟在他们身后：“你们为什么不在我这里买东西？明明我这里的比较便宜。”圆圆哥哥说了，不能给导演叔叔你送小钱。扑冯导心口中了一箭。尉迟看到导演受伤的表情，心情美妙的带着圆圆去买小水壶，最后花了2倍的价格买了一个带吸管又可以背着的儿童小水壶。圆圆抱着小水壶爱不释手，直播间观众直呼买贵了，真不知道尉迟在想什么，有必要跟导演较真吗？对啊，大家都是在导演这里买的，能省1半的钱呢。尉迟纯败家子啊，这个家有尉迟迟早要完。看到尉迟和圆圆回来，冯导倒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想，他就是有点挫败感。你们确定要买新的电动行李箱吗？那一个都可要大几千呢，就你们这赚钱和花钱速度，那得等到猴年马月去。导演你就死了这条心吧，反正我们不花这冤枉钱。尉迟一边帮圆圆刷小水壶，一边回答他。其实刚出去的时候，尉迟已经想好了，他想等有了足够多的钱，他们甚至都不用再租节目组安排的房间，到时候他和圆圆可以去住别的豪华酒店，不用再给导演送钱。这么一想，尉迟就觉得自己不能再摆烂下去，赚钱行动势在必行。只是尉迟没想到，等到他这个想法实施的时候，他会受到怎样的暴击。不过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他还没想到什么兼职来钱快。尉迟随手把洗刷好的水壶给圆圆，让她自己去接水。圆圆2只小手抱过自己的小水壶，拿脑袋碰碰它。哥哥你别担心哦，你要是赚不到钱，圆圆可以去海底给你拿一颗超级大的珍珠。尉迟和其他听到的人都没当回事儿。等圆圆跑去接水，尉迟撑着桌子思考。这时一位工作人员慌忙跑过来说导演不好了，有一台电脑卡住了，里面还有很重要的素材没保存。冯导刷一下站起来，火速过去查看，又一边问老辛呢，快找他帮忙啊！他们做综艺直播的经常遇到直播卡顿等情况，所以他一早就请来了计算机方面的大师。工作人员快哭了，辛师傅刚好不在，其他人都试过了，全都不行。跟过来的尉迟看到了卡机的电脑，思索了一下开口，导演我倒是可以帮你们，不过得收钱，但看在你的面子上就收个500吧。导播室里其他人纷纷看过来，倒不是他们看不起尉迟，而是这情况连其他专业的维修员都搞不定，他哪来的自信？尉迟老师，你就别在这里添乱了。我们都知道你游戏打得很好，但这不代表你也能修电脑啊，试试不就知道了。尉迟挑眉走上前去，其他人还没来得及阻止，尉迟修长的指尖便落在键盘上，紧接着他敲击键盘的速度越来越快，屏幕上出现了一行又一行的代码。尉迟能修电脑，我简直会笑掉大牙。尉迟能不能别添乱，资料没了你能负责吗？他要是真能修好，我把头摘下来当球踢。工作人员看得冷汗直冒，赶紧道：导演您还是给辛师傅打个电话，让他赶紧回来一趟吧。冯导想也是，但是不等他拨打电话，导播室就响起一阵惊叹的声音。好了，电脑继续运行了，资料也都还在。
玉池，你这也太厉害了吧！几个维修员再次看向玉池，已经戴上了一层滤镜。已经过来一小会儿的圆圆把2只小手拍得啪啪响，哥哥好厉害！直播间里也是满屏震惊，还真让他给修好了。这波又让玉池给装到了骂早了，脸好疼，我不信，一定是假的。玉池被夸得飘了起来，小事一桩。旋即看向还愣在原地的冯导，导演，我想你应该不会让我白白帮忙吧？圆圆也扭过小脑袋，导演叔叔，你之前都不让工作人员姐姐帮圆圆扎头发，所以我哥哥也不能白你帮忙的。圆圆据理力争说的头头是道，冯导咳一声，没想到回旋镖竟然这么快就扎到了他自己身上。行，给你们。冯导不想被说小气，也没跟玉池讨价还价，拿出500块钱给到他，而且素材也都还在，这500块钱花得很值。圆圆看到5张红色钞票，又给玉池鼓掌，哥哥你太棒了，一下子就赚到了这么多小钱钱。说完又拍拍自己的小水壶，催促道，哥哥，圆圆已经装满水了，我们现在出发去赚小钱钱吧。玉池被他拽着往外走，不由问他，你想到赚钱的方式了？哥哥你这样噼里啪啦就能赚钱了哇！圆圆松开他，曲起2只小手，精准地模仿出他敲键盘的动作。玉池，他应该高兴他没说要带他去捡垃圾赚钱吗？哈哈哈，圆圆模仿的还怪像的，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有点好笑。玉池总算有点用了，谁说不是？这样玉池岂不是能赚到很多钱？也不一定，谁会放心把有重要资料的电脑交给他修啊？他又没有相关证件。最后这位网友说对了，玉池和圆圆下午出去一趟，只接了2单生意，总共赚了不到500。玉池的自信心备受打击，圆圆感受到他的情绪，鼓励他，哥哥，你今天赚的小钱钱比捡垃圾赚的还多，所以你真的超级厉害的。玉池夸得很好，下次别夸了。而且你也没捡过垃圾，怎么知道能赚多少钱？不过玉池被圆圆这么一打岔，心情莫名就好了起来。只是2人刚回到节目组的酒店，就又碰到了康琪。玉池，你知道自己今天上热搜了吗？他刻意问。玉池挑眉回击，我每天都在热搜上。康琪似乎没听出来，叹了口气说，看来你还没有看到，我看热搜上说你和你妹妹之前在车站妨碍公务。康琪刻意停顿了一下，见玉池没什么反应才继续说，虽然警方已经帮你们声明，但还是有很多人不信，你要不要再亲自回应一下？玉池不明就里，你都说了警方都下场了，那还需要我回应什么？难道他转发了警方的微博，那些人就会相信他了？还是说要他否定警方的声明？圆圆捧着小水壶喝了口水说，哥哥，他好像有点不太聪明的样子，你以后还是不要跟他说话了。小人鱼觉得便宜哥哥本来就不太聪明，要是变得更笨了怎么办？玉池不知道圆圆的想法，点头道，你说的很有道理。然后看也不看康琪，直接带着圆圆上楼。见他们2人都走了，站在康琪身边的康宇明默默远离了他几步。康琪的脸一下子就黑了，但很快又挤出一抹笑来，不经意间看向镜头说，看来玉池是误会了我的意思，我只是想让他跟大家说明白一点，让网友们不要再误会下去。呜呜，康琪怎么这么好啊？康琪是小天使来的吧？玉池和他妹妹真没礼貌。康琪好心提醒他们却不领情，到底谁有车站的视频啊？赶紧发出来把玉池给我锤死！警方都发声明了，怎么有些人就是不听呢？你也说声明都发了，为什么不敢发现场视频？不是心虚是什么？许多人都是这个心理，当然也不排除有些人就是要黑玉池，所以一定要抓住这个点死黑到底。玉池和圆圆上楼，又碰到了秦以南和秦淼2个小姐妹，见到对方立刻手拉手去玩。秦以南则关心地问了玉池一句，听说你们今天早上在垃圾桶发现了一个？圆圆也在现场，她没有被吓到吧？玉池想想圆圆的表现，她哪里有被吓到的样子，便摇头说没有，圆圆没有看到。秦以南松了口气，那就好。等他来到楼下才想到玉池年纪也不大，便嘟囔了句，也不知道玉池有没有被吓到。幸亏玉池没听到，不然他都不知道该怎么说。不过直播间的观众们纷纷告诉他，玉池当时都被吓飞了。等到了晚上，那些黑子们就求锤的锤了，当然不是锤玉池的，而是锤他们这些黑子和无脑黑的。首先是卢玉，他本来不追星，也不知道玉池是明星，是今天下班到家，他刷到了一条朋友圈，快来 XXX 街的新月花店，这里有一只超级甜的小奶团，几张照片里有花店，也拍下了圆圆在吃冰淇淋和玉池帮他拿着小风扇的一幕，所以卢玉一下子就认出来了。底下还有人评论，这不是玉池吗？他怎么穿成这样去卖花了？有人回复说，好像是在录一个什么带娃综艺。卢玉去了解了一下，才知道到圆圆和玉池上了一个综艺节目。此时节目的评论区里大多数都是关于热搜上的讨论，相信圆圆和玉池的人有但不多。卢玉去热搜上看了一下，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他就不明白了。明明警方已经发了声明，为什么这些人还不愿意相信？不过卢玉觉得自己既然看到了，就不能当做视而不见，所以他也用自己的账号发了一条动态，表示自己是一个案件的当事人，可以为玉池和圆圆作证。当时她前男友因为分手要拿刀捅她，是玉池和圆圆救了她。因为他发到了热搜的广场上，所以没过多久很多人就冲了过来。你说自己是当事人就是当事人啊，编得挺好，下次别编了。为了帮玉池洗白，你真是什么话也能说得出来。你前男友知道这件事吗？前男友无妄之灾。卢玉看着激增的评论抿住唇，一个个回复，但还是没有多少人相信他。直到凌晨的时候，卢玉发现自己的评论和转发点赞量火速增加，而且还有许多人删除了之前的留言。我靠，原来小姐姐真的是当事人本人啊！姐，你能站出来发声真的太勇敢了，恭喜漂亮姐姐远离渣男，祝渣男永踩缝纫机。视频我看了，想说一句玉池帅炸了，指路飞链接。卢玉顺着点开链接，才发现是当时在场的人拍下了视频。晃动的镜头之下，玉池在跟拿着刀的高逸轩搏斗，也拍到了他和圆圆，还有后续赶来的警方。网友们应该是看到了他之前动态里的照片，认出了他，才会来他这里评论点赞。等卢玉退出去，又看到了另一条热度更高的视频。视频的拍摄地点在车站，内容从头到尾反转再反转，简直像是在看刑侦剧一样抓人心弦。至此，一切真相大白。虽然还有一小部分人在跳脚，但却翻不起任何水花。小黑子们，你们要的打脸视频来了！有些人求锤的锤，这会儿怎么不笑了呢？要不是圆圆和玉池犯人可能早跑了。警方说的这么清楚，有些人啊非要把脸伸过来让人打。视频里圆圆那么大一声哥哥，
也破除了某些人的臆想。只有我注意到，圆圆是真的能跟小动物说话吗？看到这个结果，卢玉松了口气，终于可以安心睡觉了。圆圆和玉池两个当事人就更不用说了，他们从头到尾都没有关注过热搜。而赵贵原本想着，就算有警方的声明，玉池也洗不清，谁知半夜醒来就看到了帮玉池澄清的视频。此时两条视频的热度已经彻底飞起，他砸了不少钱想让热度降下来，效果却微乎其微。赵贵气得把手机都给摔了，另一边的陆谦却捧着手机激动的热泪盈眶，谢天谢地，谢天谢地啊！现在终于有人帮玉池说话了。简等第二天一早，车站那条视频就被下架了，警方出面说让大家不要再传播。网友们似乎也意识到了警方为何不直接把车站的监控发出来，因为他们有顾虑，怕那些毒贩看到对圆圆和玉池不利，毕竟类似的报复事件曾经发生过，而且不止一次，所以这条视频被飞速下架。为了以防万一，局长周正平还派出了几个人去保护圆圆和玉池，而玉林州他们的破案进度却没有任何进展。一夜过去，他们没有找到任何有用的证据。范广和韩倩始终咬死说自己什么都没做，只要警方拿不出关键性证据，等过了24小时就得放他们回去。节目组这边，玉池和圆圆今天运气很好，出去没多久就遇到了一单生意。一个大学生模样的男生正捧着一个笔记本电脑，声音抓狂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卡机？我的东西还没保存呢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最近的电脑维修店在哪里啊？苏硕左看右看，不知道该去哪个方向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小身影跳到他面前，举着小手说：“在这里，大哥哥，我哥哥超级会修电脑哦。”圆圆积极的给他推荐。苏硕看到玉池，感觉对方跟自己的年龄差不多，自然不太相信他的能力，但作为清澈愚蠢的大学生，他还是问了玉池一句：“你真的会修电脑？我这里面的东西很重要，而且有一些还没来得及保存，你能帮我恢复？”会。圆圆边说小手还边在半空中模仿敲键盘。昨天我哥哥这样就帮导演叔叔修好了电脑，最后还给了我哥哥500块钱。玉池一点头，苏硕双眼一亮，只需要500，那我这电脑也交给你了。说着就把他的笔记本塞到了玉池手里，整张脸上都写着很好骗这3个字。玉池略一沉默，拿着电脑坐在路边的椅子上，开始帮他解决问题。苏硕拿着包坐到他旁边，看到玉池敲下的那些代码，脸色越来越激动。哥们儿，你这真行啊！哥们儿，你这手速不去打职业怪可惜了。对了，我跟我一朋友正在做一款全新的游戏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啊？苏硕是个话痨，看到玉池的能力后嘴巴都没停下来过。圆圆正无聊地蹲在地上数蚂蚁，却忽然从苏硕的话缝儿里听到玉池腿上传来的声音：“要我说还是别修了，反正修好了之后创意就会被偷。”圆圆一下子抬起小脑袋，谁要偷东西？哇，就是这道声音，才刚说到一半就震惊地转了音。你竟然能听到我说话？圆圆能听到呀，所以你说的是谁要偷大哥哥的东西啊？你竟然还能跟我沟通？苏硕的笔记本电脑彻底惊呆了，不过他也很快反应过来，求圆圆帮忙，那可不可以帮我告诉这个家伙，就是他口中的那个朋友要偷他的游戏创意？好。圆圆用力地点了点小脑袋，然后抬头看向苏硕：“大哥哥，你还是不要修电脑了，因为你那个朋友是个坏人，他想偷你电脑里的游戏。”苏硕猛然听到圆圆的话后有点懵，等他反应过来立刻反驳：“这不可能，我朋友不是你说的这种人。”话落，他意识到圆圆是个小孩，放软了语气：“小妹妹，刚刚是我太激动了，不过你不可以那样说，我朋友他是绝对不会做那种事的。”玉池敲键盘的动作停了一下，圆圆插着腰气鼓鼓地说：“他会的，因为他想把你的游戏偷偷卖给别人。”苏硕紧绷着脸：“你又不认识我朋友，你凭什么这样说他？还是说你们是吕鹏派来挑拨离间的？”苏硕想到这个可能，一下子把笔记本电脑从玉池手中抢回来，防备地看着他和圆圆。吕鹏跟他是同一个学校的，只是一直跟他不对付，知道他在做游戏软件，几次三番来找他麻烦，最后还是他的好朋友程豪帮忙将吕鹏给赶走的。玉池扶额：“我们根本不认识你说的那个人，再者谁挑拨离间还帮你修电脑啊？你看看你的电脑是不是好了？里面的东西也一个都没少。”圆圆也跟着说：“就是哇，大哥哥你可长点心吧。”电脑已经被玉池给修好了，苏硕赶紧检查了一下，里面没有丢失任何东西，他没来得及保存的东西也还在。苏硕嘴唇动了几下，最终向玉池说了2个字：“谢谢。”他拿出钱给了玉池，沉默地离开。等等，玉池却叫住他。在苏硕停下脚步看向他时，玉池开口：“不如我再帮你设置一个小程序，只要有人动你这个电脑里的东西，就会发出警报。当然，这不是针对你的朋友，而是我想你也不想让自己的心血付之东流吧。”苏硕怔愣了一下，他看到玉池那张少年气的脸上满是真诚。“对不起，刚刚误会你们了。”他这是为了将玉池和圆圆认为是吕鹏派来的人而道歉。不过我相信我的朋友，我了解他，他不会做那种事的。他冲玉池笑了一下，挥手离去。圆圆看向玉池，问他：“哥哥，那个大哥哥会保护好自己的东西吗？”玉池复杂地看着苏硕的背影，回答他：“应该吧，至少他也会有一点防备心理。”玉池没有问圆圆从哪听到的这些东西，而且事情会不会发生还尚不可知呢。直播间里却就此事开始讨论，难道圆圆又听到了什么小动物在说话？哪有小动物啊，我连一只蚊子苍蝇都没看着，说不定是蚂蚁，哪的蚂蚁知道这么多啊？我去问问他还知道别的八卦不蹲一个后续。从今天开始我要一直蹲守在这个直播间，直到蹲到结果。加我一个，已经有不少观众自发留在直播间蹲守。玉池和圆圆也去寻找下一单生意，不知道是不是玉池和圆圆今天运气比较好，一天下来大大小小加起来足足赚了1700多。两只在外面搓了一顿，开开心心的回来。然后导演让他们几组嘉宾集合，宣布了一个噩耗：你们明天的任务是家长和小朋友要互相给对方做一顿晚饭，必须要亲自做，不可以假手于人。完成任务可得200元奖励，若是放弃任务或者消极怠工，则扣除500元并取消这次的休息日。冯导话音刚落，寂静的客厅内便响起玉池破防的声音：“导演，你绝对是故意的。”玉池合理怀疑冯导发布这个任务就是为了针对他。小孩子要怎么做饭？万一被火烫到了呢？秦以南这话一出，陆星也开始担心。对啊，万一切到手指怎么办？甚至连康琪都极为担心。然而圆圆和秦淼还有康宇明却跃跃欲试，尤其是秦淼高呼一声：“我终于也可以给爸爸做难吃的饭了。”秦以南，这可真是亲闺女。圆圆却警铃大作：“导演叔叔，能不能只有小朋友给家长做
做饭吃。冯导问为什么？圆圆小奶音掷地有声的回，因为圆圆不想吃哥哥做的难吃的饭。尉迟难以置信跳起来大喊，所以你就让我吃你做的东西。噗哈哈哈！工作人员们笑成一团，哈哈哈！尉迟你也有今天，圆圆太搞笑了，有话他是真说啊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有点期待明天了。等笑声过去，导演才回答秦以南和陆欣的问题。各位家长不必担心，我们节目组为小嘉宾们专门准备了儿童厨具。来人，上道具。随着导演话落，10几个工作人员把儿童厨具盛了上来，那一个个小锅子、小铲子、小灶台、小案板，一眼看上去很像是在过家家。哇！几个小朋友发出赞叹的声音，眼睛都粘在上面了。只有小大人苏慕言说：“我可以不用儿童厨具。”他看着儿童厨具，小脸上仿佛写了2个大字：幼稚。方米兰欣慰又骄傲地摸了摸他的头，解释道：“我之前在家教过妍妍做饭，她现在已经能独当一面了。”直播间的观众直夸苏慕言厉害，不仅学习好，还会做饭。哇，慕言哥哥厉害！气氛组小圆圆可劲儿鼓掌，秦淼和陆雪晴也探出脑袋去看苏慕言。在几人的目光和圆圆的掌声中，苏慕言小脸爆红。康宇明不太服气地抱着小胳膊，小声且没有底气地说：“不就是做饭吗？我也会。”哈哈哈！苏慕言这是被圆圆夸害羞了吧？路过先磕一口再说，前面的不要什么都磕，当心害了你。国家不是提倡要孩子吗？我就要苏慕言了，我不一样，我想要小元宝。导演也没有强求，只要能保证自己的安全就好。这边尉迟悠悠冒出来一句：“都要吃黑暗料理了，还怎么保证自身安全？”冯导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。散会。导演说完，带着工作人员们迅速撤退，那速度像是受过特训似的。被留下的几个嘉宾面面相觑，最后几人齐齐发出一声无奈的叹息。秦以南苦笑，希望节目组给我们准备了救护车。尉迟希望导演可以收回这个任务。导演当然不可能会收回这个任务，因为这就是专门为他们定制的。这几天几组嘉宾收入增多，除了方米兰，其他人纷纷开始效仿尉迟，所以冯导才想出这么个任务。减时间很快来到第2天，冯导还不忘提醒他们去买晚上要用到的食材。尉迟趁机问他：“导演只要是亲手做，什么东西都行吗？”导演沉默3秒：“煮方便面等速食不行，别的都可以。”尉迟多余问了哈，不过尉迟没有被难住，很快又想到了一个好点子。但为了防止再次被导演否定，等到了下午5点，他才带着圆圆去买食材。他却不知道，在15分钟之前，孙向文提着一个包到了他家里。他一边往里走，一边跟手机那头的人说：“放心，这次事情我保证会办好，让尉迟再无翻身之地。”橘猫听到开门的声音，又看到孙向文这个讨厌的人，瞬间竖起浑身毛发向他哈气：“小畜生，给我滚开！”孙向文看到橘猫，一脚将他踢开。喵！橘猫虽然躲了一下，但还是被踢到一边。孙向文看都没看他，转头跟电话那头的人说：“尉迟养的猫，小畜生一个，刚才竟然还敢对我哈气。”不知道对面的人说了什么，孙向文又点头哈腰：“是，我一定会把这些东西放在比较隐蔽又容易察觉到的地方，等明天尉迟一回来，保证让整个直播间的人发现，到时候看他还怎么翻身。”橘猫听到孙向文的话，忍着疼痛站起来，一瘸一拐走向阳台。孙向文正在专注自己的事情，所以没有注意到他的动作，就算后面听到了几声猫叫，也没有当回事。另一边，尉迟和圆圆采购回来，半路上突然遇到几只猫，被他们拦住了去路。什么情况？小猫拦路打劫。喵喵人，交出你们身上的小鱼干！关键是尉迟他们也没买小鱼干啊！猫大王们别打劫尉迟了，来打劫我吧！喵，找到了。老大的仆人，快，我们快点帮老大把他的奴才带回去。喵喵喵，你就是小鱼干。老大说让你赶紧带着铲屎的回家抓坏蛋。几只小猫围着尉迟叫个不停，还有一只来找圆圆。这么多猫一起出现，圆圆整条鱼都僵硬了。不过听到他们的话，圆圆又瞬间忘记了害怕。是大猫猫叫这些猫猫来找圆圆的。圆圆之前见过的那个坏蛋去哥哥家里使坏了。哥哥快跟圆圆回家。圆圆抓住尉迟的手，将他往另一个方向转。尉迟不知道他突然怎么了，没动，还跟他讲：“我们明天才能回家呢，现在就回。”圆圆现在就要回去。圆圆用尽全身力气，2只小脚都用力蹬着地面。哥哥，你快点动一下吧。圆圆这是怎么了？想扒路了吗？说不准，小孩子嘛，新鲜感过去了也就不配合了。我觉得应该是圆圆听到小猫说了什么，怎么可能？大家还是要相信科学。尉迟被拽的一个踉跄，看他这么坚持，虽然摸不着头脑，但只好妥协，就回去一下下啊。圆圆赶紧答应，又冲尉迟说：“哥哥打车。”尉迟无奈叹了口气，搞不定这只小崽子，只好打车带他回去。几只猫猫没有跟上来，而是在原地互相八卦。喵，老大说的那个小鱼干真能听懂我们讲话？什么小鱼干？那是人类的小幼崽，是老大说的，又不是我说的。喵喵喵，你们不要再吵了。老大说事成之后请我们吃好的。减10分钟后，尉迟抵达住处，摄像虽然跟着来了，但直播间也黑屏了一段时间，没有拍下尉迟的具体住址。下车后，圆圆拽着尉迟往小区里去。哥哥快点呀，要不然坏蛋都要跑了。尉迟头顶冒出一个问号，他家里有坏蛋？尉迟实在无法理解圆圆的脑回路，只能被他拽着走。孙向文已经将东西放好，确定露出来了一点，必然会被眼尖的网友发现，才满意的起身。他刚要离开，万岁却又窜了出来，去扒了他放好的东西。你这个该死的小畜生！孙向文骂了一句，去抓他。喵！万岁一爪子下去，在他手背上留下一道抓痕。嘶！孙向文倒吸一口凉气，看着自己受伤的手背，面部表情变得阴狠起来。本来只是想饿你这小畜生几天，既然你这么想找死，那我就成全你，反正到时候你死了，也可以算在尉迟头上。等尉迟和圆圆到达楼层，孙向文已经抓住了万岁，将手伸向他的脖子，只是他还没来得及下手，门口便传来开门的声音。孙向文错愕抬头，脸上的凶狠还没来得及收住，看到尉迟的那一瞬间，他的大脑空白一片。尉迟怎么突然回来了？
玉池的视线落在他手中，声音说不出喜怒。你在做什么？我孙向文很快反应过来，立刻换了副表情。是万岁他不好好吃猫粮还乱跑，我好不容易才抓到他。池哥你千万别误会，自己的猫有时候确实不好好吃猫粮。玉池的表情松下来，万岁却喵喵几声反驳，才不是，分明是这个刁民不仅饿本喵的肚子，还想要掐死本喵。圆圆听得双眼圆睁，气愤地指着孙向文说，大猫猫说你不给他吃饭，还想要掐死他。孙向文脸色巨变，开口时都心虚到结巴了。我没有，池哥你要相信我呀，我绝对没有做这种事。玉池还没开口，摄像却发出咦的一声，镜头落在了角落虚掩的房间门口。那是什么东西啊？这见他扛着摄像机凑近，孙向文立刻放开橘猫，慌忙阻拦他靠近。只是万岁打翻的猫粮和罐头而已，没什么好拍的，我立刻就去收拾。池哥，你不是还在录节目吗？赶紧带着圆圆和摄像老师走吧，这里交给我就好。他越是阻拦，别人越是好奇。而且他的表现让直播间的观众开始起疑，这是玉池的助理吧？我怎么看他一脸心虚的样子？我看地上的东西不像是打翻的猫粮和猫罐头，我觉得这个助理好像在给玉池打掩护。摄像大哥上啊，我倒要看看玉池家里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。玉池蹙眉疑惑上前，我记得万岁的东西没有在这个房间放着，他吃饭的地方也不在。话未说完，玉池却一脸愕然地止住话音，他双目圆睁地看着门口那团带血的东西，都忘了反应。这次跟过来的摄像也清楚地拍到了沾染着血迹的毛发，这是摄像牙齿打颤，内心无比后悔，他拍到了不该拍的东西，应该不会被这一屋子的人杀人灭口吧？直播间里同样响起一片倒抽冷气的声音，随之全是对玉池的讨伐。好一会儿，玉池推开虚掩的门，里面还有许多带血的残肢，这些全都是被虐死的猫。仅一瞬间，玉池整个人都抖成了筛子，看向孙向文，咬牙问：这些东西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池哥，对不起。孙向文垂下头，掩饰住脸上得逞的表情和嘴角的笑。玉池克制不住怒火，质问他：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他们可是活生生的生命啊！孙向文不可置信的抬头，声音加重：池哥，我知道都是我不好，忘了在你回来之前处理掉这些，但你也不能把这些事情扣在我头上吧？你这一刻，玉池被打击到都忘了辩驳，他如此信任的助理竟然选择用这种方式栽赃他，玉池很受伤，整个人仿佛都笼罩在了阴影里，摄像大气儿都不敢出。下一秒，圆圆和橘猫就同时挡在玉池面前，圆圆跟护犊子似的，橘猫冲孙向文哈气，是这个刁民害死了本喵的同类，还污蔑玉池这个蠢家伙。圆圆也看到了地上的小猫，它们已经没有了呼吸，就算拥有治愈能力的小人鱼也无法将它们救回来。圆圆怒视害死他们的孙向文，你是坏人，是你害死的这些猫猫，你还要害我哥哥，你是超级大坏蛋。被圆圆指控害死猫，孙向文的指尖无意识抽搐了一下，但脸上却看不出任何破绽。玉池张了张口，语气苍白地问他：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平时也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吧？孙向文苦笑了一下：池哥，别的事情我都可以替你扛下，但唯独这件事不行，而且我刚刚都提醒你，让你带摄像先走了，是你非要过来看。他这话一出，更是将玉池推向深渊，直播间的弹幕直接爆了。我就说圆圆为什么突然要回来，是不是想到这些尸体没有处理，东西都在玉池家里发现了，他还想祸水东你？助理真是无妄之灾，不仅要帮忙保密，还得帮忙处理。哦，再加一个背锅玉池去死啊！报警！玉池今天敢虐杀动物，明天就敢杀人了。同时，玉池虐猫火速攀上热搜，各大营销号和玉池的对家都来掺和一脚，恨不得将玉池原地锤死。这些东西明明都是你放的。圆圆气冲冲道。孙向文只是笑了笑，小妹妹，凡事都要讲究证据，没有证据你就是污蔑。可惜啊，玉池家里面没有监控，什么都不会拍到，这可省了他不少事儿呢。圆圆气成了河豚，哥哥，你快打电话让大哥哥来把这个坏蛋抓走。孙向文心里咯噔一下，但想到玉池家里没有监控，自己做这些也都是在没有监控的地方，而且现在还有直播，就算玉池他哥是警察，也不能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给他定罪。想明白这些，孙向文的心也落下了一些。不过他还是好心劝说：池哥，我可以配合警方调查，但我觉得你没必要把事情闹大。我想只要你诚心道个歉，大家都愿意给你一个机会的。玉池看着他还在不遗余力的自己泼脏水，说心里不难受是假的，不过他却冷着脸说没必要，要想清楚的是你。紧接着就拨通了玉林州的电话。玉林州听到玉池这边遇到的事情，本来想交给其他同事处理，不过最后还是亲自带人来了。大哥哥，看到玉林州，圆圆立刻向他飞扑过去告状，那个坏蛋欺负猫猫和哥哥。玉林州了解了一下情况，得知玉池家没有监控，他头痛地揉了揉额角。不过玉池家门口有一个摄像头，但只记录下了孙向文进门前的一幕。孙向文解释说，我可没有非法入侵，我是来帮池哥喂猫的，以前每次池哥不在家都是我负责喂的。玉林州语气凛然，你带来的包呢？孙向文胜券在握的表情变了一下，不等他开口，徐立年就把包拿了过来。玉对，在这里，里面还有带血的猫毛。玉林州的双眸突然变得凌厉，孙向文慌了一下，但很快找了一个理由：这是我之前帮玉池处理那些猫留下的，该死的！他本来想回去之后就把包收拾干净的，谁知道玉池突然回来，导致他根本来不及处理。玉林州没有听信，铁面无私道：把这个包带回去做鉴定比对。孙向文咬牙：你是玉池大哥，谁知道你会不会为了他弄虚作假？说什么呢你？徐立年眉毛瞬间冷竖，不高兴地看着孙向文。孙向文跟他对峙，我说的难道不对吗？玉林州拦住徐立年，那你说一个地方，我让人把这些送去那里鉴定。孙向文讥讽道：谁知道你们会不会收买那里的人？玉林州都险些被气笑了。大哥，玉池有些担心，现在还在直播，怕舆论影响到玉林州，毕竟没有人比他更了解舆论的可怕。玉林州给他一个安抚的眼神，但这个眼神却被直播间的观众曲解。玉池的大哥这是什么意思？是想说一切都交给他来处理吗？果然，职业虽然是神圣的，但不代表有些人是正义的。玉池，我本来已经对你改观了，现在我真觉得自己瞎了眼。圆圆知道这些吗？难道他真的是帮凶吗？圆圆要怎么做才能帮到哥哥呀？当事人圆圆正坐在地上，一只小手撑着下巴叹气，另一只小手拨弄他之前随手放在地上的贝壳。
如果大哥哥他们也能听到大猫猫你说话就好了。小人鱼正在发愁，小手将张着口的贝壳按回去又按开，正当他要再次按回去时，贝壳里却突然传出一道声音：放心，这次的事情我保证会办好，让尉迟再无翻身之地。这道声音一出来，别说是圆圆了，其他人都顿住，又齐刷刷扭头看向他这边。圆圆大眼睛瞬间亮起，捧着那枚水蓝色的贝壳跑过来，献宝似的给玉灵舟：大哥哥，给你。小人鱼知道自己的贝壳里收到的声音就是所谓的证据。圆圆上岸时带上了他的宝贝贝壳，这个贝壳能自动录取到人说话的声音，还有贝壳能互相传音呢。徐立年凑上前嘀咕一声：这是什么新式的录音笔吗？怎么这么奇怪？他都没看到按键。小人鱼底气超级足的回答：对啊，圆圆的贝壳可以录音的。尉迟看着圆圆手中的贝壳也很意外，他之前一直以为这东西就一小孩子的玩具，没想到居然是个录音器，还录到了孙向文说过的话。孙向文瞪着双眼，恨不得扑上来把这个贝壳踩个稀巴烂，只是贝壳被玉灵舟接了过去，他还揉了揉圆圆的小脑袋作为表扬。客厅重新安静下来，孙向文的声音清晰地从贝壳里传出：尉迟养的猫，小畜生一个，刚才竟然还敢对我哈气。是，我一定会把这些东西放在比较隐蔽又容易被发现的地方。后面还有好长一段录音结束，直播间里仿佛被摁下了暂停键，只有孙向文呼吸急促，高声辩驳：不是，这不是我说过的话，这是合成的，是假的。徐立年冷笑着说：如果没记错的话，你刚刚进门的时候正在打电话吧？孙向文被他一句话给堵住了，混蛋！尉迟脸色铁青，直接一拳砸到了他脸上。孙向文生生挨了一下，胸腔顿时涌现一股怒火。你他！孙向文抄起拳头要回击，却被玉灵舟拿下，双手也被铐上。你们凭什么抓我？孙向文很不服气，一张脸都憋红了。他怎么也没想到，客厅里居然还有一个录音的东西。不过事情既然暴露，他也不管不顾了。就算事情是我做的又怎么样？这又不犯法，你们无权抓我。玉灵舟冷声警告：你私自伤害小动物，并将其放到别人家里，捏造事实对当事人构成诬陷、诽谤、侵害其名誉，并伤害其宠物，已经构成犯罪。尉迟打得好，玉警官好帅，像这种虐猫的人就应该往死里打。尉迟还是打少了，所以说尉迟这次是真的被陷害了。我们都误会他了，应该不是尉迟做局玩的仙人跳吧？据灵舟将孙向文带回警局，并让人追查他是否还做过其他违法的事，还有他电话里联系的那个人，一并得查清楚。尉迟和圆圆也跟着他回去。车上，玉灵舟摩挲着那枚贝壳，这枚贝壳虽然有点重量，但它的材质怎么看都像是一枚普通的贝壳，而不是一个录音的东西。但他又录到了孙向文的声音，还播放了出来，并且只需要轻轻按压，它就会自动张开。可一个普通的贝壳能这样自己张开吗？研究了半天，玉灵舟依旧对其百思不得其解。倒是徐立年见状，没心没肺地说了一句：这一定是什么我没见过的高科技产品，质量轻薄，可以自动录音，手动识别，还可以太阳能充电。徐立年越说越感兴趣，也不知道这东西什么时候才能上市，到时候我一定买一个。玉灵舟觉得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说得过去，所以在尉迟到警局做笔录出来后，玉灵舟问他：这是爸给你的新产品吗？玉家的公司是专门做高科技产品的，所以玉灵舟才有此疑问。不过尉迟的回答也在他的意料之中。尉迟轻微怔愣过后说：不是，这东西是圆圆的。说完，尉迟表情又一亮，难道圆圆家里是做高科技产品的？玉灵舟颔首，很有这个可能。那这上面有没有什么 logo 啊？这样我们好帮他找到家人啊。这上面什么都没有。玉灵舟已经看过了啊。尉迟有些失望，不过他却没有发现自己只是失望圆圆找不到家人，而不是像之前一样快点甩掉他这个麻烦。两人说完话，圆圆也做笔录出来了，只是给他做笔录的付晓满脸的一言难尽。他过来示意玉灵舟来到旁边，为难的说：玉对圆圆这次又说自己是听到了猫说话，我们是不是真该带圆圆去医院看看啊？他真的很担心圆圆那么可爱活泼的一小朋友再得了什么病。玉灵舟却不定的喃喃一句：或许圆圆真的有点特殊。是啊，付晓没听清。没什么，玉灵舟说：现在时间不早了，你先把尉迟他们送回节目组吧。是，玉灵舟发话，付晓也没多嘴。正当圆圆和尉迟跟着付晓离开警局时，陈腾突然从外面跑进来，火急火燎的：玉队，范广那边突然宣布明天要给沈丽彤举办葬礼，他可真有意思啊，尸体还没找到就急着办葬礼了，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是个好丈夫似的。玉灵舟示意他冷静一点。我冷静不了，他竟然还让我们警方的人去。陈腾越说越气，他分明是觉得我们没有找到证据，拿他没有办法，就做这一套挑衅我们。玉灵舟眉梢微动，严肃道：既然如此，那明天就把他和韩倩盯好了，如果沈丽彤的尸体还在别墅，他们可能会趁着这个时候转移。陈轸终于冷静了些，好，到时候我们一定盯好他们。圆圆竖起小耳朵，走得慢慢的，听到了许多关键字眼，并且记在了心里。车上，尉迟告诉付晓节目组的地址，摄像和圆圆却同时开口。前者说尉迟老师食材还在您家里呢，后者说哥哥带上大猫猫一起去节目。尉迟本想把猫交给经纪人照顾的，他跟陆谦认识的更久，也更了解他。若不是他经常陪着自己出通告，尉迟就会把猫交给他照看了。但是听到圆圆的提议，他心头微动。你不是很害怕猫吗？尉迟轻声问他。圆圆瞬间挺直身板，跟尉迟一样嘴硬。谁说的？圆圆才不怕猫猫。尉迟扑哧一笑，你真不怕？到时候万岁可要跟我们住同一个房间。圆圆小手一挥，不怕。经此一事，小人鱼已经克服了很多，而且还很感激几只帮忙的猫咪。所以等到了小区，看到那几只熟悉的猫，圆圆立刻跟尉迟说：哥哥，是那几个猫猫帮大猫猫来找圆圆和哥哥，哥哥你要奖励他们好吃的。尉迟还没认出那几只猫来，他们便喵喵叫着贴近。尉迟诧异，这好像真是当时拦住他和圆圆的那几只猫。人类小幼崽你真好人，只要你给喵吃的，喵以后还帮你。老大说的果然是真的，我们帮忙了就有大餐。圆圆招呼着几只小猫一起回家。到家后，圆圆又主动跑去给他们拿猫粮，尉迟给他们开罐头，付晓和摄像大哥也来帮忙。此时导演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没说要让尉迟花钱才能喂猫。直播间里也只有个别人在跳脚。几只猫进来见到舔爪的橘猫，纷纷向他参拜。老大好。橘猫高冷的喵了一声，让他们去吃饭，拜见猫猫大王。小猫们果然是世界上最可爱的毛孩子，没人注意到吗？
这几只猫猫真的认识尉迟的猫，所以他们当时真的是来搬救兵的。猫猫聪明，猫猫好，人欺负猫猫，人坏。尉迟帮他们弄好肉罐头，见他们来吃，伸手轻轻摸了摸他们，然后招呼自己的猫：万岁，你是不是还没吃饭？过来一起吃。橘猫发出傲娇的声音，本喵早就吃过了，不然还等着那个刁民喂本喵。圆圆帮忙翻译，大猫猫已经吃过饭了。尉迟起身朝他走去，那被踢到的地方呢？我看看，如果太严重的话，得带他去宠物医院。万岁喵一声灵活躲开，完全不像是受伤的样子。哥哥放心了，圆圆已经帮大猫猫治好了。在尉迟给玉灵州打完电话，等他过来的时候，圆圆就帮万岁治好了。尉迟还是给他检查了一下，这才放心，抱着他说：抱歉，之前一直把你交给那个人照顾，委屈你了。他心里又难受又心疼，庆幸万岁没有出事，又自责自己识人不清。这次橘猫没有嫌弃尉迟，用软乎乎的肉垫轻轻拍了拍他。放心了，本喵才没有那么脆弱。圆圆也跑过来抱住尉迟，无声的安慰让直播间的人也被感动到了。没多久，几只吃饱喝足的猫也离开了。离开时还不忘让橘猫有事再找他们。尉迟也带着圆圆和橘猫回到节目组，冯导也没阻止他带猫回来，毕竟多张嘴尉迟就得多努力一分。其他组已经完成了任务，去休息了。而到现在还没吃东西的圆圆，小肚子饿得咕噜叫。尉迟把万岁放到房间下来后，给圆圆洗了个番茄，先垫一下肚子。我去外面的超市买点别的东西，等我回来咱们再做饭。尉迟原本只买了西红柿和黄瓜，打算弄点黄瓜丝和白糖拌西红柿来着，这样就可以不用和圆圆互相荼毒了。但今晚圆圆帮了他大忙，他得犒劳一下他，所以尉迟出去买了一小块牛肉回来，打算给圆圆煎个牛排。冯导看到顿感泪流满面，回来后尉迟告诉圆圆白糖拌西红柿的做法。哥哥，这道菜你就放心交给圆圆吧。小家伙拍着自己的胸口保证，又不放心地说：哥哥，你也一定要好好对待肉肉哦。尉迟慎重点头，拿出手机看教程。圆圆搬来一个小板凳，站在上面洗西红柿。他在看教程，圆圆拿着儿童刀具在小案板上认真切西红柿。他在看教程，圆圆把切好的西红柿装盘。他还在看。哥哥，这两个白色的都是白糖吗？尉迟很认真，压根没听到圆圆问什么，只竖起手指示意他：嘘，别打扰我。圆圆纠结了一下，在他认为的2瓶白糖中，果断选走了盐，并且将它均匀地撒到每一片西红柿上。此时直播间全是看热闹的。尉迟，你要完了，圆圆，请放致死量，谢谢。小元宝，你做好后千万别自己尝，给尉迟吃就好了。你们猜圆圆把盐拿走了，那尉迟煎牛排会放什么啊？不会吧？这边尉迟终于记下所有步骤，将那一小块牛肉小心切成1指厚的宽度，放上平底锅，开火放油，等把牛肉放进去，香味立刻就出来了。圆圆刚要尝自己拌好的西红柿，就被香味吸引过去，好香哇！尉迟嘴角上翘，差点忘记自己数到了几秒，好在他及时翻面，才没有煎过头。在牛排出锅时，他撒上一丢丢盐，但他没注意，盐已经被圆圆拿走，他撒的是糖。不过他心中正得意，尤其是某个小家伙正眼巴巴地看着他，口水直流。哥哥，圆圆想要快点吃到你做的香香的肉肉。尉迟嘴角的弧度那是越来越大，他身后若是有尾巴的话，恐怕早就翘上天了。他用刀子把牛排切好，端到餐桌上，现在烫，等一下你再吃。圆圆立刻点点小脑袋，不忘去把自己做的东西端过来。哥哥吃。尉迟看他那盘西红柿摆的倒是挺好看，他勉为其难尝了一口。摄像及时给他一个特写镜头中，尉迟先是愣住，随后一张脸皱成苦瓜，赶紧抽出纸巾将西红柿吐出来，然后飞速跑去漱口。圆圆正在原地，小脸迷茫。哥哥他这是怎么了？圆圆眨眨眼，弄不懂，视线落在香喷喷的牛排上，拿起备好的小叉子开吃，一口下去，小肉脸上欢喜的表情瞬间凝固。直播间一片爆笑，足足5秒钟，圆圆都没反应过来，直到尉迟漱口回来，两只看到对方的那一刻，同时开口：哥哥，你做的肉肉是甜大，你的盐拌西红柿差点把我送走。话落，两人又都愣了几秒，虽然肉肉味道不对，但圆圆还是咽了下去。在尉迟的目光下，他小脸非常无辜，圆圆放的是白色的糖呀，而且圆圆还问哥哥。尉迟扶额，行，我的锅。尉迟认命的帮圆圆重新加工了一下牛排，又拿了根黄瓜当晚饭。至于那盘被盐腌透的西红柿，是一点也不能下嘴。